柳如烟，你为何夺我的至尊骨？静兰哥哥，今天是你18岁的生辰，我要与你共饮此酒，然后今夜我把自己交给你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我风金兰的命是你的，心也是你的，生生世世绝不相负。那我们饮了这交杯酒，今夜便结为夫妻，可好？好，哈哈哈哈！饮了这杯，你我便是结发夫妻，此生此世谁也拆不散。这酒，燕儿，酒里有毒。青兰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撑住啊！我这就去找大夫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风金郎，你真当我柳如烟会看上你这么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？我要的只有你这身至尊骨罢了。燕儿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为这一身万年难遇的至尊骨，今日我便亲手取出来。成了，至尊骨是我的了。柳如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今天是我100岁的生日，也活够了。这是切，还以为是个宝贝，原来就是个破葫芦。不过正好拿来装水。好酒，也不知道这酒喝了会不会死人。不管了，好酒。是仙子。老东西，刚才那一缕灵力是你弄出来的？什么灵力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一个将死之人，怎么会有灵力？是不是你发出的一测便知？这是探玄玉，把你的手放在上面，凝气精神。这样吗？就知道你是凡胎朽木。师姐，定是你感应错了，这个破地方怎么会有灵力波动呢？啊，这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七彩冲霄，直达天庭，这是至尊体。师姐，这是万年不灭的至尊体。可惜，他的至尊骨被人挖走了，只剩下一具残躯。气血枯竭，经脉闭塞，寿元恐怕不足1年。唉，真是造化弄人，天妒英才啊！至尊体，82年了，柳如烟。请仙女姐姐带我入仙门。疯了吧？你都100岁了，还妄想修仙？仙儿，这葫芦，这就是小老二用来装水的水葫芦，寻常物件罢了。还请仙女姐姐引我入仙门。老人家，说实话，你是万年难遇的至尊体，可惜至尊骨被挖走了，与仙道无缘。况且我们玄素门弟子多为女修，男弟子很少的。你的年岁太高了，寿元不会超过1年，这仙你怕是修不了。仙子姐姐，这仙我修，请带我入仙门。有朝一日我仙门正道，定不负仙子提携之恩。好，既如此，那就随我回师门吧。我叫叶红瑜，这位是我师妹白仙儿，我们是玄素宗的弟子。玄素宗。
老等血气枯竭，寿命10月。叶红宇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说的至尊体？宗主，弟子已经确定，他就是万年一遇的至尊体无疑。只是80年前，至尊骨被人挖走了。有这种事？果然是至尊体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何人竟如此歹毒，强抢了你的至尊骨，让你的仙缘尽断！宗主，该如何安排他？就让他入内门，去西山看守废丹房吧。多谢宗主收留。带他去吧。那废丹房平日不忙，你除了看守和打扫之外，每日也可以修炼本宗仙法。你虽是内门弟子，但待遇要按外门弟子的发放。这就是废丹房，里边的货架和地上都是这10年的废丹和药渣，你可以收拾一下，找一处住处。还有这个是你的身份玉牌和学门的长生诀上半部。你的职责除了看守此地，最主要的是定期把这些废丹扔进地火之心熔炼。提醒你一句，这些废丹有毒，长期呼吸这里的空气对你的身体百害而无一害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终于入了仙门，柳如烟，有朝一日我仙道大成，定会亲手取回我的至尊骨。这宝贝可不能让它自己飞走了，我得弄清楚它怎么一进废丹房就如此异动。风师兄，这位师兄有事？风师兄，是这样的，这是您这个月的份例，叶红玉师姐特意交代我提前给你送来，里边是1颗红色下品聚气丹和5颗黑色辟谷丹。红玉师姐让我转告你，能帮你也就这些了，希望你能好自为之。替我谢谢红玉师姐。果然如此，灵气浓郁。神仙粮食不同凡响，这1颗能顶1周。不知这葫芦能不能存丹药，试一试不就行了吗？好喝。差点忘了葫芦里的聚气丹。7道丹纹，极品聚气丹。这葫芦莫非能自动提升丹药的品阶？这天大的秘密必须保密。要是能变小一点，藏在怀里就好了。我靠，能变化大小！再小点，变成芝麻大小，我也学孙猴子塞在耳朵里。哇，捡到宝了！玄灵，你叫玄灵狐，好名字，先回我耳朵里吧。哎，我不能放弃，给我破！终于入门了，炼气初期。我就说嘛，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有了它，老夫我一定能问鼎仙道。不知道这些废丹放进玄灵图能不能提升品阶？难道是加入的太多了？5天，只需要5天就能变成极品聚气丹。风师兄，东西放在洞口吧，多谢了。痛快，炼气境，后期巅峰。接下来大圆满之后就是筑基了，可筑基丹到底是
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万一里面真有一颗呢？反正都是废丹，吃坏了也总比卡在炼气境一辈子强。保持稳重，平稳。柳如烟，不知道这80年过去了，你抢了我的至尊骨，又到何种境界了？已经大圆满2个多月了，还是迟迟突破不了筑基期，看来没有筑基丹还是不行啊。现在2天就能产出1颗极品聚气丹，看来以后修炼需要少用丹药。万一被有心人察觉，身怀异宝，必死无疑。也不知道有没有隐藏修为的秘术。我现在这副病弱的样子是装出来的，修为高深的人一眼就能看穿，怎么办呢？风师兄，你这个月的月历仍旧给你放洞口了。这位师兄，请留步。不知师兄如何称呼？回风师兄，在下姓林，单名一个凡字。原来是林凡师兄，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林师兄能否帮忙？不知道风师兄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的身体行动不便，我想让师兄帮我拿着玉牌选取2门功法。这师兄有所不知，我一个万门弟子是不允许进入藏经阁的。你拿着我玉牌，应该可以进入的，我都问好了。再说，我也不会让师兄白帮忙。这个月的聚气丹作为报酬如何？师兄，你可不要反悔，我可以帮你去取功法，不知你需要什么类型的？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寿命垂危，想要一门隐藏自身气息的功法和一门防御的功法。这个没问题，我这就赶往藏经阁，为师兄挑选合适的功法。风师兄，你要的功法取来了。很好，多谢林师兄。这2门功法我很喜欢，只要师兄喜欢就好。以后有什么跑腿的活，但凭吩咐，我一定帮你办好。那就多谢了。好玄妙的功法。你竟然炼气初期了！多谢叶师姐照顾，侥幸引气成功，也算半个修士了。果然，即使废掉的至尊体也非同凡响，只可惜至尊骨被人夺了。能在绝境中逃生，证明你还是有些仙缘的。只是仙道茫茫，炼气境不过。多谢师姐好意，此生有幸踏入仙门，老朽已经心满意足，一切顺其自然。今天来除了看看你，主要是送几颗聚气丹。师姐，这使不得。收下吧，我现在已经炼气境大圆满了，随时可以筑基。这下品聚气丹我已经用不上了。那多谢师姐了。师姐打算筑基了，不知师姐是否有筑基丹？筑基丹？怎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师父给了我一颗下品筑基丹，正是下品筑基丹药力有限，要是上品筑基丹就好了。白色筑基丹长这样子，我布袋里有几颗废弃的筑基丹。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师姐可听说过一个叫柳如烟的修士，大概80年前入的初圣宗。还真有这么一号人，据说他有至尊骨，50年前就已经筑基大圆满了，是初圣宗的圣女。你的至尊骨不会是被他挖走的吧？你好好修炼吧。柳如烟50年前就筑基大圆满了，现在怕不是结丹期了。
结丹境又如何？只要时间够，我早晚能追上柳如烟，夺回至尊骨。这就是师姐手中的筑基丹。这难道是突破结丹境需要的凝金丹？已经是炼气境大圆满了，如果现在突破，动静太大，万一被强者盯上就麻烦了。终于可以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了。风听兰，你个老不死的，还活着吗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老东西，我听说昨天叶红宇来找你了，快说，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他昨天给你的聚气丹拿出来。这位师兄说笑了，老朽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待在这里就是等死的。叶师姐不过可怜我，过来问候一下。至于你说的什么聚气丹，没有的事儿。少他妈废话，快把聚气丹交出来！我昨天亲眼见到叶红鱼给了你几颗丹药。原来是看到叶红鱼来了，他在炸我。这位师兄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，随时要死去的人，要那些聚气丸干什么用？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叶师姐昨日的确来过，给了我几颗辟谷丹。你要是需要，大可以拿去。废话真多，别听他瞎逼逼。一个该死的老废物，话这么多，给我搜！既如此，你们就搜吧，只要是喜欢的都可以拿走。操，刘师兄，这鬼地方难闻死了！哼，抓紧搜，那些废弃的药渣也不要放过。万一这老东西把丹药藏在里边，岂不是被他浑水摸鱼？你去把床底下翻一遍，看下边有没有什么宝贝。老东西，把你的衣服脱了，我要搜身。搜身，老狗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操，你还想还手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拆了你这把老骨头，扔到悬崖喂野狼？刘师兄，你想多了，老朽身上也没什么。真他妈慢！我忍，现在动手，必死无疑。10年之内，我定叫你们灰飞烟灭。真他妈是个废物，跟这些废丹都是一路货色。老东西，你最好识趣点儿。我知道叶红鱼那婊子给了你几颗聚气丹，识相点的，3天内给我交出来。哼，若是你不识抬举，3天后你说不定突然暴毙也是有可能的。刘汉平是吧？这一巴掌一脚，老夫记下了。素营丹废丹，这可是结丹突破元婴的无价之宝。风师兄，正好碰到了李师兄。他说来你这里是为了取回聚气丹。李师兄，3天前我就说了，叶师姐没给我聚气丹。你如果非得要，我只能把这几个月的份力给你。老不死的，识相点儿，抓紧把剩下的聚气丹交出来，否则让你这把老骨头死
死无葬身之地。老朽这就给你。拿来吧，老东西。老东西，以后你每月的月例都交上来，否则弄死你！风师兄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惹不起他们啊。你也好自为之吧。这刘汉平是盯上我这个软柿子了，竟然要长期霸占我的阅历。我以为的隐忍，却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。我可以把他们全杀了，但怕引来宗门高层的追查，必须得找个靠山。我现在不敢轻易出击，只能拼命练金刚断体诀。可是碧血丹不够。对了，我去找叶红鱼，他是关门弟子，后台够硬。偏僻的废丹房也不安全了，一定有人暗中窥视，不能再被动挨打了。掌柜的，这些聚气丹给多少灵石？中品聚气丹，1颗50块下品灵石，你这20颗正好1000块。点下。不用，信得过你。掌柜的，你这里有没有碧血丹？有，都是下品的，20块灵石1颗，要多少？拿出来我看一看成色。每瓶10颗，共150颗。品阶很低，而且放的时间太长，灵力都要散了。实不相瞒，这是5年前收的，只有炼体修士才用。老哥要的话，18块下品灵石1颗。150颗我全都要了，说个最低价。都要了，老哥，这丹药再放2年就废了，我不坑你。当时10块下品灵石收的，你想要就1500拿走。我没开玩笑，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。13块下品灵石1颗，这里是1000块灵石，加上20颗中品聚气丹。那就太感谢了，老哥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哈哈哈哈，这个储物袋送你，有2立方米，够用了。老板，碧血丹怎么卖？15块下品灵石1颗，要多少？你有多少颗？这个大瓷瓶里有120颗，都要算你便宜点。1颗中品聚气丹换3颗下品碧血丹如何？没问题。有恶意的眼光，看来是被人盯上了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吧。怎么，想要打劫吗？哟，老东西挺有自知之明啊，赶紧把储物袋拿出来，兴许能留你一个全尸。老不死的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早死早投胎。趁我发火之前赶紧滚，否则死无全尸。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，我弄死你！金刚断体诀。不好，他是炼体修士。大哥，风纪撤城！跑得了吗？
真穷，加起来灵石不过100块。叶师姐，风金兰，你不好好修炼，来此何事？叶师姐，实不相瞒，老朽有一事相求。叶师姐，这里边是一颗极品筑基丹，是家传之物，承蒙您引我入仙门，希望你能收下，以示感激。极品筑基丹，你这礼物太贵重了，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我能帮的一定会帮，这筑基丹你拿回去吧。叶师姐，前些日子刘汉平带人来我的废丹房强抢丹药，还放下狠话，把每月的月例上交。老朽年迈体弱，惹不起他们，恳请师姐帮忙，看能否解决。宗门之内，严禁抢劫殴打同门。他干的龌龊事，实在罄竹难书，我会上报师门，指挥执法堂约束刘汉平等人。至于这筑基丹，既然是你家传之物，你还是留着用吧，我受之有愧。师姐还是收下吧，实不相瞒，我还剩一颗。这极品筑基丹在我手中明珠蒙尘，还是师姐手中用处最大。只是希望师姐为我保密，否则可引来杀身之祸。那多谢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，能帮你的我都会帮。多谢叶师姐照顾，老朽告退。有了叶红雨的照拂，刘汉平他们应该不敢明目张胆找我麻烦了。果然，有势力到哪儿都行得通。趁这2个月缓冲期，我要把炼体术修到大圆满。好痛！终于炼体术圆满了，是时候找个隐秘之地突破筑基期了。果然，丹药辅助事半功倍。手中还有200多颗碧血丹，刘汉平，我们走着瞧。可是风金兰，正是，不知这位师兄有何吩咐？风金兰，你入门已1年半，宗正派你前往7星矿区守护灵脉5年，即刻出发。师兄，老头子我年已过百，修为低下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能不能派其他弟子前往？老朽怕守护不灵。少废话！你即为内门弟子，想要白吃白喝，抗命不遵，你可知道后果？会被执法堂当场废去修为的。看你修行不易，只要坚守5年，必有奖励。最迟明日出发。7星矿区也好，远离宗门，我正好无需再刻意隐藏。师兄，山高路远，一路保重。大姐，老东西，把身上的储物袋交出来了吧？还可以放你一条狗命。几位道友，老朽身无分钱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放我过去？放你过去？哈哈哈！一看你就是玄素宗的内门弟子，身上肯定富得流油。少废话，交出你身上的灵石和丹药，否则现在就送你见阎王！唉，何必白白送命呢？活着不好吗？
起上，肯定有宝物！金刚断体诀！见鬼！这老家伙是体修，别留余力，下死手弄他！多谢几位配合测试。好快！想跑可以，把命留下。真他娘的穷啊！原来是风师兄，你可以拿着任务玉牌去那边的房间办理交接手续。多谢。你找谁？我是风金兰，奉宗门之命前来此地驻守。早就听说叶师姐带回来一位至尊体的老头，原来就是你啊！你的住处就在山谷最北边的一排平房，且没人的随便住。看你年迈体衰，就不让你下矿井了。你每天负责巡逻3次，处理点杂事。解决不了就上报，毕竟你的修为有限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跳梁小丑罢了，反正一天到晚修炼，床不床的无所谓。此地驻扎5年，应该足够了。卖包子喽！一街灵卖大肉包，1块下品零食3个。哪6个？知识大人折煞小人了，你能吃小人的包子，那是小人的福分，哪敢收钱？拿着，玄苏门不差你这3瓜2枣。这里的底层生态全靠3宗垄断维持，水至清则无鱼，那些烂账我懒得管。老板，这飞剑什么价格？这位道友好眼力，此剑黑赤剑，乃下品法器中的精品，给您最低价100块下品灵石。这剑我要了，只是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御剑术？有御剑诀，家传的基础口诀，一并送您了。天火2清，你点一下。起！雾里太憋屈，施展不开。好宝贝，带我上去瞧瞧。100年了，做梦都缠着一口神仙做派。天上飞的仙人也不过如此，得赶紧想办法筑基才行了。唯有筑基，才有资格去找柳如烟夺回至尊骨。我操，搞什么鬼？这葫芦成精了！我炼气大圆满境看不透他，至少是个筑基中期。操，这石头难道和葫芦同源？道友，这七叶草怎么卖？100块下品灵石，拒绝还价。这七叶草还没成熟，灵力不足，有些贵了。稍等，可以给你少10块下品灵石把它带走。
我再看看，这黑煤球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随手捡的，感觉并非凡物。道友若感兴趣，买七叶草可以赠给你。也好，正好老朽可以研究一番。这是90块下品灵石，2件东西我要了。这石头有古怪。我操！吞噬了！难道这石头是玄灵湖的碎片？所有七星矿区玄素门弟子，火速来七星阁议事。有大事发生了。3年了，这还是头一次紧急集合。今天召集大家，是因为接到内部消息，初圣宗要对我们七星矿区不利，恐怕会暗中偷袭坊市和矿井。从现在起，打起精神，巡逻人员1天24小时全天候巡视，发现可疑人等立刻传讯。是。玄素门区域阵法全开，夜间除巡逻弟子，其余人等严禁上街，违者抓。做好战斗准备，散会。风师弟，等一下。赵师兄有何吩咐？也没什么大事。师弟你年迈体衰，我可以向主事请示，免除你夜间巡逻。只是嘛，每月需要上交50块下品灵石。不劳师兄担心了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。既如此，那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不需要。有灵力波动。散修虎殴，杀人了。明哲保身，不管。有情况，莫非他身上有那种黑石头碎片？你想把这玉牌给我，让我救你一命？丹田被废，五脏俱损，经脉尽断，回天访力。我可以帮你安葬，免得暴尸街头。作为交换，你身上的东西都归我，包括这黑玉牌。安心的去吧。果然，黑石头和黑玉牌都在修补葫芦，这恐怕是一件残缺的至宝。方师兄，方师兄，出大事了！我们死了好多人。胡师弟，莫慌，发生了什么？是初圣宗的，他们偷袭了我们的七星阁，我们的护山大阵已经破了，主事正带着人拼命抵抗。该来的总算来了。王浩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留你小命，否则，你们这些人全部杀光，抽筋剥骨。你们初圣宗是要与我们玄素门彻底撕破脸面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有停战协议。停战协议？你们玄素门如今已经没落，还霸占这么好的矿井，守得住吗？哼！既然你们不投降，那我就杀到你们心惊胆战为止，全部杀掉，所有的战利品归你们！快，组成战阵，
地狱外敌！王主事，咱们的援兵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3天之前我就已经将求援信号发出去了，可是宗门太远，来不及了。赵雷，拼了！小看你们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，一个活口都不放过！打不过就自爆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！这初圣宗有备而来，必须快速离开。你个老东西也跑过来送死！这天地灵乳终于到手了！天地灵乳，每1000年才诞生一滴的天地灵乳。欧阳锋，你个鼠胆贼子，也配觊觎我们玄素门的宝物？是他，叶红游，他只是筑基初期，怎么斗得过欧阳锋？吆喝，原来是玄素门的叶仙子，还不错，突破筑基了。你的修为正好给我用。欧阳锋，你在找死！把东西放下，滚回你们初圣宗，否则死！还是这么辣，我喜欢。看剑！你妈个疯子！砍断了老子的手臂，你就不怕一会儿老子生擒了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？放老子走，老子把东西给你。完了，凤凰三变头！我操！你个小贱人，老子干死你！百鬼夜行！束手就擒吧，今日便让你消散于魔能之中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拼了！炼气期大圆满，他身上的灵力波动，竟比我这个筑基初期还要强几分。叶师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的修为，风金狼，你一直在隐藏修为。不是隐藏，
是这些年有些机缘而已。可不可以把那东西交出来？那天地灵乳是宗门至宝，希望你不要说了，你也清楚，如果没有我，不要说这天地灵母，恐怕你的清白和性命也早就没了。实不相瞒，这东西我看上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上报师门，他与我两败俱伤，被我拼死反杀。至于那天地灵乳，被他毁掉了。叶仙子，你引我入仙门，今日之事甚是感激。这宝物对我有大用，我可以拿出一部分与你共享。如今你身受重伤，我先带你找地方养伤。也好。叶师姐，这丹药……不要说话，我助你运功疗伤。多谢师弟。师姐，此地还有危险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得罪了，别动。想要活命，一切都按我说的来。剑来！师姐，把丹药吃了。风师弟，你是否该给我和宗门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师姐想要什么解释？你这一身修为从何而来？还有你手里的丹药，出手便是极品，按常理，即便换作宗主，也拿不出2颗极品还魂丹。有些事情何必较真？我运气好点儿，得了些机缘，捡到一些极品丹药，这就侥幸突破了。极品捡的？你当极品丹药是田里的大白菜，随处可见。上次的筑基丹加这次的2颗还魂丹，足足3颗。师姐，这见识得长长。这些全都是极品，你怎么说？30多颗极品丹药，当堂斗倒，这小子打劫了上古仙府吗？既然是你的仙缘，我不问了。只是你这随手掏极品丹药的习惯得改改，太吓人了。江湖险恶，被有心人盯上，有你受的。这次，多谢救命之恩。师姐使不得，你引我入道，咱们扯平了。只是师姐，我修为暴涨这件事，以及这些极品丹药，还需要你帮我隐瞒。你就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我不会跟第三人讲的，只是你不能做出对宗门不利之事。师姐放心，这些极品聚气丹都是你的，另外我再给你5颗极品还魂丹，50颗极品碧血丹。这么多，你不会真的打劫了上古仙府吧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只是我有个条件。极品丹药你不能送人，更不能透露是我送你的。好，我明白。那你继续疗伤，我这2天为你护法。风师弟，师姐的伤势基本恢复了。你身上的天地灵乳还是要尽快服用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我为你护法。也好，我已经分出了1半给你。算了，我用不着，用了也是浪费。那有劳师姐了。这等神物，一滴一滴品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当这是凡间的烈酒不成？一口闷，你怎么不直接去死？麻烦，秉性诀。这家伙毅力倒是不差，就是脑子不知怎么长的。感觉如何？还好，身体生机恢复了。要是再有1瓶，也许我能修复受伤的本源。你当那天地灵蕊是大白菜，
几百年才攒下那么几滴。你能脱胎换骨是你的机缘造化，不要太得寸进尺。呵呵，师姐教训的是我奢求了，能有如此造化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既然你已经炼化了天地灵乳，那我们回宗门吧。七星矿区怕是你待不下去了。师姐请慢，我还要在此地突破筑基期，还望师姐为我护法。好吧，看你压制的也很辛苦的，是不是早就到了突破的瓶颈？师姐好眼力，之前一直没机会，现在正好有师姐在，我突破的时候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。随你吧。妖孽！痛快！跟我回宗门吧，七星矿区那边估计已经被初圣宗的人占了。我会跟师门解释，让他们给你换个任务。好，都听师姐的。师姐稍等，我先把这身气息压一压。老狐狸，你就喜欢扮猪吃虎。低调低调，还请师姐为我保密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怕麻烦。知道了，走吧。真能装。风师弟，师姐，你如今修为已在我之上，可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要我引荐你拜入我师父门下？以你的天资，定能得到更好的培养。师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拜师一事我暂时还没想好。其实我有个想去的地方，不知师姐能否帮忙引荐？我想去炼丹房，师姐你也知道，我年纪大了，打打杀杀不是长久之计。想着学门手艺傍身，思来想去，炼丹师这个行当比较体面。笑死我了，风清兰，你可真是总能给我惊喜。还请师姐帮忙，哪怕是去做个清理丹炉、挑拣药草的杂役弟子，我也愿意。让你去当杂役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清理丹炉、处理废丹，这些活计倒也确实适合你。至于炼丹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我帮你去跟炼丹房的李师叔打声招呼。多谢师姐成全。行了，你明天直接去炼丹房报道吧。炼丹府，从明天开始，整个玄素门的废丹都将是我一个人的资源库。你好，师兄，我叫风惊兰，叶红瑜师姐介绍来的。你就是风惊兰？叶师姐塞进来的那个？如假包换。哼，这把年纪不在家等着入土，跑来丹房折腾什么？换上衣服去西偏定，那里堆积的药渣、用过的丹炉都归你清理。手脚麻利点，别耽误了炼丹师们的大事。还真是个老头子，我还以为叶师姐眼光多高呢。我可听说了，这就是当年那个至尊体，可惜核心根骨被毁，成了个废人。有什么可惜的？没那个命罢了。要是叶师姐，怎么会管这种闲事啊？嘘，小点声，人还没走远。怕个鸟！一个炼气后期的老废物，寿元都快干了，听见了他还敢动手不成？就是，咱们丹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撒野的地方。这帮家伙，我可是来寻宝的，不是来置气的。这股焦糊的药渣味里，好像夹杂着一丝别的东西。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些用过的炼丹炉都清理干净，抓紧换好衣服干活吧。师兄，这些废料的清理转运工作就交给我吧，我熟。哼，随便。倒是忘了，
你之前看管废丹房，门儿清。快看，是炼丹大师裘大师！哇，他终于来了！据说每3年他都会来选一名关门弟子。肃静，大家安静些，继续你们手中的工作，不要停。这药汁是你提炼的？回大师，正是弟子刚刚淬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风金兰。你就是那个100岁的至尊体？没错了，看你的年龄应该差不了。让大师见笑了，正是弟子。有意思，当真有意思。说说看，何为炼丹之道？裘大师这是气不顺，想找个软柿子捏捏，当众给他难堪，8成是了。这老东西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要倒大霉。弟子以为炼丹之道与修行之道并无二异。哦，说下去。心念通达则心静，心静则火稳。何谓心诚？并非口头说说，而是将自己的精气神全部倾注入这一炉丹药之中。我们练的不是丹，是自己的道心。欲速则不达，无论是修行还是炼丹，求的都是一个熬字。熬火候，熬药性，更是熬我们自己的心性。明天一早到3楼3号丹房报到。3楼3号丹房，那里肯定有更多高品质的废弃丹药。话说回来，不知我这玄灵菇可否直接当做炼丹炉使用呢？大师，还叫大师？把门带上，别让火气跑了，也别让外边的俗气进来。站一边看。是，师父，弟子遵命。知道我为何选你做这关门弟子吗？弟子不知。弟子年迈体衰，筋骨定型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。哼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没错，你这把年纪，黄土都快埋到脖子，可外面那些小年轻，一个个心比天高，以为拜了我为师就能一步登天，丹药当饭吃，蠢货！只有你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不争不抢，不急不躁。老夫问你话，你还爱答不理。修道先修心，炼丹尤其如此。心不静，气不平，一炉丹就可能变成一炉炸药。老夫看中的就是你这被世事打磨过的心境，这份天塌下来也懒得抬眼皮的豁达。这老头简直是个人形贪心器，连我当时那点无所谓的懒散劲儿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弟子愚钝，还请师父悉心教导。不急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活计照旧，熟悉灵草药性，清理丹炉，还有把这些废料提纯一下。你可以在一旁看我炼丹，但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碰丹炉，不准私自动火，听明白了？弟子记下来。这不正是我想的吗？那些废丹废料可都是宝贝呀！臭小子，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去把地火的火势调小3成！不好！
炸炉了！师傅，这是……还看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炸炉吗？滚滚滚！把这破炉子给老子清干净，看着就烦。好的，师傅，您慢走，消消气儿。紫韵龙王丹，哪怕是半粒废丹，也是元婴修士都眼红的宝贝啊！裘大师在呢。宗门里最近有一批内门弟子要冲击筑基，这是5份筑基丹的材料，还请您老出手。知道了，放下吧，5日后来取。老小子，过来。弟子在。把这些材料按药性分门别类，清洗干净。下午老夫要开炉炼制筑基丹。老夫炼丹从来不教人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能学到多少是你自己的本事。要是敢出声打扰，就给我滚出去砍10年柴！弟子遵命，绝不敢打扰师傅。小子，好好看，记住我的投药顺序，还有掐诀要领。最重要的是时机，火候。还不错，一路出了5颗，只可惜都是下品。刚才的炼制手法都记清了吗？只记住了下药顺序，手法和时机火候没记住多少。还凑合吧。你以为炼丹这么简单？最为关键的是实操。慢慢学，我这一次操作慢一点。接下来这最后一炉你来炼，炼废了也不要紧。我练？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我还没记住那火候。废什么话！炼中学，又不要求你必须成功。筑基初期巅峰，这哪里是炼气后期？这么多天，我一个金丹中期的师傅，愣是被这小子当猴耍了。火力再猛3分，投药的顺序和时机脑子里没数吗？紫荆草，现在！终究是修为差了些火候，就差那么一点啊！第一次炼制筑基丹，能到熔丹最后一步才失败，这小子比当年的我可强太多了。成了，最后一步我其实有10足把握。只是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，第一次就炼成筑基丹，传出去太惹眼。修仙这条路得先活着，稳住，不能亮。你小子跟我装？师父明鉴，弟子无根无基，若是锋芒太露，恐怕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请师父莫怪。怪？我怪你个锤子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藏得好，老子也有筑基期的徒弟了。看以后丹堂那帮老东西，谁还敢在我面前摆谱？行了，说说吧，这炉丹怎么回事？最后一步功亏一篑，不像你的水准。回师傅，弟子想，问题还是出在修为上。到了药力融合的最后关头，灵力续不上一口气了。孺子可教，丹已凝形，药香未散，说明你的火候手法没问题，就是最后灵力爆发不够。你现在的修为还是太勉强了，别总琢磨着炼丹，先把修为提上去。到了筑基中期，炼制这筑基丹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去吧，把丹炉清了，最近别开炉，专心修炼。弟子遵命。有了这废丹，只需丢进玄灵湖温养，就是标准的下品筑基丹。200块下品灵石到手，接下来可以去坊市淘换好东西了。极品筑基丹药力霸道，7颗一起吃，怕是能把经脉撑爆。可我对力量的渴望压不住了。不行，万一动静闹得太大，引来宗门里老家伙的探查，麻烦就大了。
师傅，弟子想请几日假下山。弟子曾在山下收养过一个义子，这几日心神不宁，眼皮乱跳，怕是他出了事，想回去看一眼。人之常情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准你1个月，速去速回。多谢师傅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灵气怎么突然变多了？感觉像是极品丹药外泄的。我看不是，应该是天才地宝出事了。废什么话！我们好好找找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大机缘呢。终于筑基中期了，可惜不是巅峰。哼，哈哈哈哈哈！变年轻了。咦，外边有人来了。师兄，你感觉到了没有？刚才那精纯的灵力，就是从这瀑布后面发出来的。快跳进瀑布看一看，里面一定有古怪。还真是冤家路窄，4年前的宿敌。哟，老狗，原来是你在搞鬼！少废话，在这地方闹出动静，得了什么宝贝？乖乖交出来！再给爷爷磕3个响头！4年前你让叶红宇那娘们告状的旧账，本少爷今天就当做善事，一笔勾销了。4年前受的屈辱，总算有机会清算了。现在身在这无人之地，我还装什么？刘汉平啊，刘汉平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你也是筑基期？不可能！你这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废柴，怎么可能筑基？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我叔叔可是宗门的执法长老，金丹期大修士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他非扒了你的皮点天灯不可！金丹期好吓人啊，很可惜这里荒无人烟，死几个人也没人能查到是我做的。分头跑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万有3重了！你不是筑基初期，你比我想的更加强大！快放我离开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已经捏碎魂牌，我叔叔知道我出事了，正好这边赶来。你废话真多，记住下辈子不要随便欺负人，尤其是老头子。你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操，这下子玩火玩大了，看来也只能日后结丹了，再回宗门了。平啊！一下子四门上不得刘叔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刚才好像喊什么平儿，8成是刘汉平出事了吧？出事也正常，他一向飞扬跋扈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小声点，他刚突破筑基期，何况还有金丹期叔叔撑腰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血印术，给老子出来吧！溯本追源，现！好个狂妄至极的家伙，竟敢杀我的宝贝平儿！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该死的符文，都怪我手贱！靠，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，那是金丹期修士！前方不远处就是金碧藏神院，传真是死地，可那是我唯一保命的机会。老东西，不好，血遁术！
进了葬神渊，这辈子就别想活着出来！60年啊！操！人死鸟朝天，老子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鸟地方？骷髅僵尸，常规攻击对他几乎无效，麻烦。又来！你他娘的比我还硬！刘闯，你最好好好活着，等我凝聚金丹那天，第一个拿你开刀。难不成真就是个破戒指？吞天雀，上古凶兽榜第1。如果这只吞天雀能为我所用，接下来面对的麻烦就不叫麻烦了，这简直是天赐机缘。欧阳锋，你真是大好人，我太感谢你了。不够，还得突破。好。这手感，筑基后期，刘闯老贼，等着老子出去的那一天，定让你万劫不复。想要突破金丹境，最快也得3、5年。这鬼地方我耗不起，得想个法子。主人，主人，我饿了，要吃饭，要吃饭。真是个饭桶。还有，行，今天管够。契约传来满足和感激的情绪。下品灵气硬生生被这巴掌大的鸟一嘴啄穿了。就这么点就饱了？我靠，果然是个饭桶，还没饱。主人，这糖豆好吃，比那硬邦邦的废铜烂铁好咬多了，我饱了。中品灵师成糖豆了，这败家玩意儿。喂，我肩膀不是你的床。筑基中期，这成长速度太变态了。只要喂得够，这家伙搞不好比我先步入金丹。行吧，小祖宗，回头给你搞点好的。既然你能吞噬万物，那出去自己觅食呗。猫叫，
小鸟，干活了，把那几头怪物收拾掉。你才是小鸟，本大小姐是上古凶兽吞天雀，名叫云氏。行，云氏大小姐，麻烦您动动嘴，把那几头骷髅头解决一下。不吃。谁让你吃了？打碎就行。完成任务有奖励，2块中品灵石。就2块，打发叫花子呢？3块。5块。成交，赶紧干活。不够，再来10颗糖豆。10颗？你管中品灵石叫糖豆？说好的5块，干完活就5块，哪来的10颗糖豆？加8费。云氏，前面带路。绕过僵尸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战场中散落的灵气。这是中品灵气。你个吃货，送你了。主人莫怕，方圆5里，本小姐无敌。主人，前方50米，电锯僵尸，实力堪比筑基后期大圆满。他们在看守一把宝剑，主人过不过去？上品灵气，保存完好的上品灵气。云氏，玩把大的，你去逗逗那2个铁疙瘩，动静越大越好，我趁机摸宝贝。好剑！我靠，还有个老粽子！这玩意儿绝对是金丹期的老粽子！我靠，跑呀！操！属狗的嘛，追这么紧！于是，救命！云氏才筑基期，跟金丹期老怪物硬碰硬，迟早吃亏，必须撤。云氏，回来！这大家伙脑子果然不好使。又得辛苦你了，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古怪。仪式有宝物。上品灵气，无限接近极品的好东西。10万年，终于有人仍来此地了，不必如此警惕。贫道只是一缕残魂附在这副灵骨上，数万年了，如今时日无多，还好等来了你。是谁？与大量僵尸围困，重伤陨落于此。元婴大圆满被僵尸围杀，这里到底藏了多少怪物？前辈醒来，所谓何事？今日道友至此，便是有缘，确有一事。教育门主，10万年了，林隐门还在不在？都两说。你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今有玄素门弟子风金兰对天道起誓，若为此事，形神俱灭，永入轮回。哦，谢谢，这些你拿去吧。法海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大方鬼！100万年前神魔大战者，10万年前血魔宗占据此地炼活人为傀儡，死人为僵尸。后来正道讨伐，血魔宗覆灭，那些失去控制的僵尸就游荡世界。多谢了。法海还留了离开的方法和血魔宗灵石矿脉的图纸，这趟赚大了。按照图纸，矿脉入口就在正下方。云氏，分头找。叫你呢，这家伙又饿了，惦记着那把上品飞剑。不行，那是我飞行用的，吃了拿什么御剑？用脚跑。别磨蹭，找到了给你加餐。应该是这里了。怂什么？你飞在前面探路，
我在后面跟着，找到月影时，先给你吃2块。这些人和兽死在同一个地方，是战斗中死的，而且是腹背受敌。喵！月影石。说好了2块，多的归我。你先把这层全部探完，确认没有危险。于是继续吃啊，争取突破到金丹期。突破你妹呀！还不是被你这个主人拖累的！你的修为限制了我的成长。靠，还有这说法？你这不废话吗？我是你的灵宠，修为最高与你持平，这是天道法则。云氏，你继续在矿洞中寻找灵石吧，我要修炼了。枪来！好枪！那白毛僵尸过来了。于是，偷袭！这修为差距也太离谱了。来吧，2个月没打架了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我的个乖乖，铁剑比他身体都大，怎么塞进去的？主人小心！你大爷的！于是继续上下夹击。收到。走，赶紧撤！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不会是僵尸群吧？操！行吧，真气用完了，就这些家底了。主人，洞口有一头僵尸在破坏阵法。我去，这边走！我操！挖你祖坟了，还是睡你老婆了？完了，退路被彻底堵死了。主人，这里别有洞天，可以下来。终于能直起腰了。怎么样，本大小姐厉害吧？这种地方都能被我嗅出来，这门后面必有宝物，所以我们5-5分。钥匙在这儿。你这人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？往里面灌灵力呀！这种机关锁开门条件就是灵力触发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叔叔，你先进去。不是5-5分吗？分归分，探路归探路。你是主人，你优先。
元婴气，而且还活着。100万年了，终于有活着的同类走到了这里。晚辈无意冒犯，求您放我离开。离开？你可知道本尊在这里等了多久？100万年，100万年啊！要不是靠着阵法苦苦维持，老夫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好不容易等来了你，一具肉身，万年难遇的先天至尊体，就是可惜了，至尊骨被人挖了，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不自量力，筑基大圆满，你的修为太低了。暴殄天物，这么好的先天至尊体被你糟蹋成这样。这具肉身到了本尊手里自然不同，至尊骨没了可以再造，根基毁了可以重铸，本真重回巅峰不过时间问题。不要，前辈，我这身体不行的，至尊骨被挖，根基全毁，都100多岁了，你做了没用的。100多岁，对于先天至尊体来说还是个婴儿。你以为至尊骨被挖就废了？天真！先天至尊体的根基在血脉里，在骨髓中，至尊骨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。别挣扎了，放开你的尸骸！天助我也！没想到啊，你手里居然还有混沌仙壶，先天大宝啊！100万年前本尊都不曾见过的东西，居然在你这小娃子手里！老天爷怕本纪重生不够顺利，把好东西都送来了。这葫芦居然直接吞了100万年的元婴，混沌仙壶，先天至宝。行了，别抖了，死的不是咱们。万年元婴老怪的家底，差点被你夺了舍，拿你点东西不过分吧？发财了！操控门槛居然有金丹境以上，强行连接灵魂会被反噬击碎。2具金丹后期的傀儡，先欠着，早晚的事。又升级了。果然堪比天地灵乳，炼化元婴所得的10来滴灵液，价值连城。云氏，把这棺材吃掉。咦，装了死人的东西，本大小姐才不吃呢，要吃也得吃你的中品灵气。这把剑给你了，前提是先把棺材吃掉。你能不能给点力？你突破不了金丹境，我就没法继续成长。我都吃了多少好东西了，全浪费。
怪我又不是你属猪的，吃了睡，睡了吃就能长修为。其实吧，办法不是没有，你把契约解了呗。你不受天道限制了，我自然能无限成长。到时候我变强了，还不是帮你打架，双赢。你该不会想跑吧？我跑什么跑？本小姐善良美丽，骗你个糟老头子有什么意思？契约解了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得先发天道誓约。第一，不得对我不利；第二，依旧听从我的指令调遣。那跟梅姐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你不受压制，自由成长。至于听话，你什么时候真听过？淼淼，老头儿，你上当了！终于突破了金丹境，这算什么？等我到了金丹后期，就能化形了。老头儿，把你的化形草给我10颗。别装，我早看到了你储物戒指里的鸡，再给我100块上品灵石，我现在就要化形。100块，你杀了我吧！100块上品灵石，这败家鸟人一顿干掉我1/30的家产。老头儿，看傻了吧？哼，是不是觉得本姑娘天生丽质？你就不行了，又老又丑。操你个鸟人！你发过誓的，不能伤害主人。这叫亲近，懂不懂？哼，换别人我还不揪呢。金丹后期化形成功，100块灵石花的值，以后看谁敢欺负我。笑什么？这老了，嘴角抽筋。走，老头儿，找那些僵尸干架。我现在浑身劲儿没处使。你在前面扛着，我在后面指挥。不用我们去找了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于是，回来。看来快要出去了。老头，前方有强敌的气息。金丹后期巅峰的旱魃，开了灵智的狮王。活人，好吃。绝世，打得过吗？老头儿，本大小姐好歹金丹中期，对付她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。在这之前，本大小姐得变回本体。嘿嘿嘿嘿嘿，上古凶兽，可惜还没长大，肉不够吃。太快了，根本无法躲。极品灵气，可惜人太菜了。于是，快逃！不能拖了，再拖下去我们都得交代在这里。于是，伤得重不重？老头，皮外伤，给我1枚凝金丹。老头，够意思，你抵挡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这小鸟在搞什么鬼？战场突破，休想得逞！想都别想！小小之辈就知道偷袭。老头，你刚才是不是偷看我突破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盯的是旱魃。哦，那2颗凝金丹味道不错，下次多给几颗。这是药园和丹房的地图，距离不远，不知道里面的丹药失效没？哪怕是废丹，
我有玄灵壶也能化为极品丹药，以后修炼和养吃货都需要资源，必须走一趟。怕个鸟，人死鸟朝天。老头就知道自己吃，本姑娘的呢？先来5块上品灵石。给你。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僵尸气息，安静的过分。云氏，去四周转一圈。老头，你就会指使我。本姑娘是上古吞天雀，不是你养的看门犬。靠！有阵法禁制，直接把本小姐弹回来了。布阵的人修为很高。这是什么级别的阵法？土鳖，这至少是化神期大能的手笔。云氏，过来。几十万年，总有扛不住的地方。药香还在，品阶绝对不低。是活的，活人！吞天雀还化形了，可惜了，修为才金丹后期。一眼看穿云氏底细，这老怪物绝不简单。500年了，这副皮囊是真不中用了。在藏神约待了500年。道友，既然有缘来此地，何不上来一叙？筑基后期大圆满，根基扎实，身边带了一只金丹后期的上古凶兽当跟班，排场不小，还有2件极品灵器，有意思。被扒得底朝天，看不出他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多也没用。前辈既然相邀，晚辈自当奉陪。别拽了，真要跑也跑不掉。胆子不小，老夫无悔。500年前为寻机缘入了这藏神渊，这位道友如何称呼？风惊兰。筑基期，一个筑基期的修士能活着摸到这里？小子，你杀了多少东西才走到这儿的？道友来此地是冲着丹药和药源来的吧？没错。那你来对了地方。这丹房和药园里头好东西多得很，各种丹药少说上百瓶，800年以上灵草不下200株。可惜呀，可惜这些丹药和灵草都被设了禁制，相当厉害的禁制。若是不懂门道硬来，轰的一下丹毁人亡，什么都剩不下。这老东西随手一挥就破了阵，这是什么级别的阵道修为？前辈阵道通神，晚辈佩服。不过前辈主动亮底牌，想必是有条件的。别急，别急，老夫若是没本事，又何必跟你费这些口舌？500年了，老夫还没闲到跟个筑基小子聊天解闷的地步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带老夫离开藏神渊。前辈在藏神渊困了500年，以前前辈的修为和阵道造诣，想走早该走，何必等一个筑基小辈来带路？实不相瞒，当年我来到这里时身受重伤，5脏6腑碎了3个，经脉断了大半，凭最后一口气布下这座天地大阵，阵在人在，阵灭人亡。我若强行撤阵离开，必遭反噬，当场暴毙。单凭我一人之力，走不出去。这老狐狸的话有几分可信，但也可能是在算计我。我观道友身具大气运，只要你答应带老夫离开，这里的一切丹药灵草全部是你的，一颗不留。凝金丹20颗，素英丹10颗。20颗凝金丹，10颗素英丹，这手笔太大了，越是用我越要冷静。那前辈如何保证履行承诺？保证？什么保证？你都已经进了老夫的阵法禁制，你觉得你还有别的选择？这老狗边谈边下套，既然还在谈，说明他真需要我带路。好，我答应带你出去。还算你识时务。丹房和药园的阵法枢纽
就是这个祭台，急不得，我需要些时间。有问题，你身上怎么会有他的气息？说，是不是你把宗主害死了？宗主是化神后期的至强者，你一个筑基期的蝼蚁，怎么可能？化神后期宗主，8成就是棺材里被玄灵狐炼化的那个元婴老怪了，他自己找死的，怨谁？好，好得很，你今天走不出这道门，就凭你，筑基后期就敢对老夫踉跄！我算错了，这老东西刚才是装的。不知小儿。老夫就算只恢复了当年1半的修为，要你的命！哼，一只小鸟也敢在我面前逞能？先弄死你，再碾碎你主人！于是，小心！看你还小鸟，死吧！去世！附身战甲！别废话，全吞了它，别浪费。很好，你们成功让老夫动了真火。这老狗占尽上风却不补刀，他在传信，他为西剑只有全力出手，消耗极大，他在拖延时间。等会儿我跑，你别松手。怎么还没放弃？这间丹房是我的地盘，你们跑不掉的。谁说我要跑了？老子不跟你玩了！找死！给我留下！小子，你敢！怎么怕了？你与这阵法一体，我毁这祭台，你应该不好受吧？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你疯了！你毁了这大阵，你也逃不了！是吗？反正死也能拉你垫背，够本了！快停下！我答应放你离开。不够。好，你赢了，丹药、灵草全给你，行了吧？你在跟我讨价还价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丹方、炼丹术一并交出来。我给。东西都在里面，你自己查。算你痛快。等一下，你身上有宗主的气息，他死了。他要夺我的肉身，我凭什么放过他？也是。那人执掌宗门多年，终有落幕之时。你走吧，走吧，我留不住，也不愿再阻拦。前辈，分我2颗素英灸，你不必多问。你身上伤势尚未养好，为何这般心急？方才吸纳了大量灵力，此刻突破正是绝佳时机。
别把我衣服抓破了。终于要出去了，是刘闯，这老狗竟然在出口等了1年，而且修炼到了金丹后期。老头儿，本大小姐突破元婴境了，你先干谁？我帮你。命够硬的，不过也就到这儿了。嘿嘿嘿，吓傻了吧？什么？小子，跪下，认本大姐为主，饶你一命。吞天雀，上古凶兽怎么可能？吞天雀不是绝种了吗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行了，云痴，玩够了没？还没呢，再让我嘚瑟2句。赶紧的！老头，你真没意思，哼！血鹰3重风狼，血鹰断！他要跑！哼，跑？问过本小姐姐了吗？我刘家不会放过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听不见。就这，金丹后期就这水平，浪费本大小姐的时间。刘家，怕是麻烦要来了。上品还魂丹，很好。乐豪，你还吃谁呢？这破铜烂铁，狗都不吃。逃了整整1年，被追杀，被围堵。如今刘闯的事总算了结，该回玄素门了。不过得先把金丹境突破，去绿溪谷最合适。老头，你盯着我干嘛？莫非你看上本大小姐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太老了，一股老人味儿，隔着3丈远都闻到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干嘛？你拉我手干嘛？云芝，给我护法，我要凝聚金丹。凭什么？给我1颗还魂丹，我就护法。不行，突破金丹需要还魂丹辅助凝练神识，1颗都不能少。那我不干。你是我的灵兽，灵兽也有人权，不是有兽权。突破之后如果有剩余的，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要是没有剩余呢？把你那把火焰枪给我吃了吧。那极品的灵气，我闻着味儿就馋。想都别想。又不给丹药，又不给灵气，就知道白使唤使唤人，欺负小孩，你有本事！唉，哼，本大小姐出去自己找吃的，爱突破突破，卡在筑基一辈子才好。10公里，神识直接翻了5倍。哼，死老头肯定在偷看我。10公里外有人在快速移动，来者不善，难道是刘家的人？交出炼魂果，免你一死。爸爸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去死！这小短腿个子真不高，不过那句八嘎，难道他也是穿越过来的？听着真膈应。老前辈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这2人是魔道之人，无恶不作，你快走，别被卷进了。老东西，不想死就赶紧滚蛋！你叫白珊珊，你手里那个炼魂丹还在吗？哈，
老家伙，你也想打炼魂丹的主意，真是搞笑！先等我把这个贱人宰了再说。刚才那句八嘎，谁说的？八嘎呀路，你的死啦死啦！好，看来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了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多管闲事？我是你祖宗，放下武器，自废丹田，可免一死。这位道友，白珊珊偷到我们的宝物，我们只是奉命追回，请给个面子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没有，前辈，这炼魂帛是我的家传之物，他们杀了我的全家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。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纠葛，就凭你们刚才那几句不该说的话，你们就该死10000次。阁下真的打算与我们黑氏家族开战？前辈，黑土族族是附近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，族中族长是更是金丹后期的大使，千万不能放他们走。是吗？那就更要留下来了。一起上，弄死他！前辈小心，刀尖有毒。哼，聒噪。你是金丹境。晚辈白珊珊，多谢前辈搭救。罢了，老夫我只是单纯看这2个王八蛋不爽而已。这就是炼魂果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么珍贵的灵果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前辈，晚辈修为低下，白家上下也没有什么高手，这东西放在我手上，迟早还会招来祸端。与其被人抢走丢了命，不如送给前辈，也算物有所值。你伤得不轻，这2颗丹药拿去，补血丹治你的内伤，筑基丹留着后突破用。前辈，这太贵重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哭啼啼的，赶紧找地方疗伤去。这2个东西身上的储物袋也归你了，没什么好货，加一块也就几百块下品灵石，勉强够你花销。前辈，黑土家族行事阴狠，最记仇。今天死了2个筑基后期，他们族长不可能善罢甘休。听说黑土家族的族长已经金丹中期了，手下还有好几个筑基后期。金丹中期吗？来的话不会只来1-2个。金丹中期，几个筑基后期，全是小短腿，正好给云氏练手。储物袋肯定比这俩喽啰丰厚。无妨。5颗极品凝金丹，1颗极品还魂丹，1000年炼魂果，还有大量灵石，突破金丹，绰绰有余。药力层层叠加，屏障终于松动了。前辈，有情况！真晦气，散了小半颗极品凝丹的药力，心疼死我了。前辈，是黑土族的迷雾森林，这东西有剧毒，元婴气碰上的掉层皮。山谷就这一个出口，他们摆明了瓮中捉鳖。这物不仅有毒，连我的神识都能吞噬，有点棘手。张嘴，避毒丹，吃。这位前辈的储物间里到底就还藏了多少好东西？云师，出来干活。老头儿，上次答应我的还魂丹呢？又要丹药？什么叫又？你少在那装穷！1颗还魂丹换1个元婴期打手，你上哪儿找这买卖去？先下肚，省得你这老东西反悔。少废话，前面侦查去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老头儿，你得罪这帮小矮人了，阵仗不小啊！1个金丹中期巅峰，带10个筑基，就为了赌你1个筑基后期大圆满。这些小短腿真是看得起你，还是看不起我？前辈，毒物快要封洞口了，再不走真走不了了。
你先退到洞里去。陨石，那个长得也太磕碜了。少废话。行，老头瞧好吧，本大小姐就喜欢搞偷袭。没杀死。急什么？一下弄死多没意思。你看他那表情，笑死我了。老头追不追？把他们全部消灭不留。小半颗极品凝灵丹，总得找个地方报销。得令。光领头的有5000多灵石，其余的全是破阵期，连一颗疗伤丹药都没有。搭进去半颗极品凝丹，我亏大了。把尸体处理干净，痕迹也一并抹掉。长生诀凝丹。他在凝聚金丹，不对，之前他碾压筑基后期那么轻松，居然只是个筑基期。你就是那个贱人，把炼魂果交出来！不好，这小子突破的动静比我当年大5倍，绝不能让他突破成功。趁他病，要他命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炼魂果。炼魂果已经被我吃了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惹恼了前辈，你们想走就来不及了。休想！找死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跟洞中那个家伙一起陪葬吧。白珊珊，你爹欠的债没还，你又偷我炼魂果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只断你一条胳膊。你做梦！不识抬举，那就结丹，他在结丹，给我杀进去，让他成功！金丹初期，5天时间耗尽资源，总算成了。神识范围扩大了10倍不止。洞外的一切，我感知得一清二楚。恭喜前辈喜结金丹。老头儿，你也太磨蹭了。要不是本小姐姐在面镇场子，就凭这几个歪瓜裂枣，早冲进去。不知道友在此清修，多有打扰。在下黑参杂族族长黑木石，这白珊珊偷了我族中的炼魂果，还请道友不要插手，日后定有厚报。炼魂果我吃了，怎么想从我肚子里掏出来？八嘎！老东西，你这是想要找死吗？我看找死的是你们。老子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小反对。怎么可能？你才刚结丹。老头，这2个杂碎留给我玩吧。这是化形的元婴金灵兽！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你们自废丹田，可免死。同归于尽。老东西，你以为跪着就是征服了？老子是在等机会。
精进大能的剑符，这可是我黑土家老祖亲手炼制的剑符，元婴后期巅峰的全力一剑，你受得起吗？辛苦了。哼，老头儿，你也太抠了。才1万灵石几把破剑，真穷。前辈杀伐果断，晚辈佩服。白小姐，危险解除，你打算何去何从？晚辈已无家人，若是前辈不嫌弃，晚辈愿为奴为婢，侍奉左右。长得不差，信性纯善，还讲道义，留着当个丫鬟也不错。跟在我身边倒不是不可以。你都有什么特长？晚辈跟家父自小学习炼丹，能炼制筑基期的一些丹药。虽然都是下品，但成色尚可，丹纹完整。你多大开始学的炼丹？7岁。7岁就让你碰丹炉，你父亲倒是舍得。实不相瞒，老夫也是一名炼丹师。前辈，您是玄素门的内门弟子？不错，等你突破金丹期，可以来玄素门找我。多谢前辈。老夫有事先走一步，你自寻去处修炼吧。老头儿，那姑娘生得多好看呐，你怎么不带上她？找个暖场的丫鬟不好吗？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怎么不懂了？你就是怕连累人家嘛。怕就怕呗，还嘴硬。回风岭子村，去看看那个不孝的义子风飘飘。仙路漫漫，何其艰难！尘缘未了，红尘难断。张平安，见了爷爷怎么这么没礼貌？风爷爷，你真的是风爷爷？真的是你？你不是早就已经……我去，真是风爷爷！他不是7年前就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死什么死？他是被仙女接走了，修仙去了。你懂个屁！那他这是修成了？你看他这模样，这气派，那不跟画上的老神仙一模一样？神仙显灵了！真正的修仙者可没工夫坐在庙里等人烧香。都起来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拜什么拜？我义子风飘飘还在不在？在，他就住你那老房子里头。你走之后，那小子倒是争气，他媳妇儿生了1儿1女，大儿子叫风小虎，淘得很。飘飘，你快出来！你爹回来了！你爹才回来了！我没骗你，你自己出来看。看你个！爹！
起来吧，走，我们回家。爹，儿媳，给你磕头了，给你赔不是。当年都是我犯浑，不该把你赶出家门。这妮子灵气十足嘛，是个好苗子。这孩子有天赋，这枚玉佩带上防身。谢谢爹。这些年怎么搞成这样了？爹，实不相瞒，你走后的第2年，风铃子村大旱，连续3年颗粒无收。要不是你留下来继续，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。1万两，够你后半辈子花了。爹，这1万两，我们全村1年的缴用也不过100两，这也太……让你收就收着。这几瓶丹药，红瓶的延年益寿，蓝瓶的强身健体，1年吃1颗。这2颗聚气丹留着，等2个孩子长到10岁，1人1颗。往后若有机缘，说不定能走上修行路。凡人村落，要是拿极品丹药给他们，反而是害了他们。爹，这回能多住几天吗？明天走。爹，你是不是还记恨我？当年我说的那些混账话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跟你没关系。修仙者和凡人寿命不同，就算没矛盾，我也不能久留。可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心里不好受。也好，爹有爹的大事要忙，我一个种地的拖累不了您。20年的父子情分，真难放下。飘儿，你想不想修仙？我能行？试了才知道。自古凡仙有别，谁也改变不了。饭好了。爹，这是50年的女儿红，我们爷俩今晚一醉方休。这烧鸡做得很地道，好吃。爹，喜欢吃就多吃，明天我再给你做。爹，修仙苦不苦？不知我们凡人生活如何？苦上1000倍。那真的值吗？应该值吧。如果我不修仙，恐怕现在已经是白骨一堆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看着你结婚生子，承欢灯下。爹，我都活了30多岁了，至今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意义何在？你知道的，我是孤儿，是您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口饭吃。从小到大，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，我就要出人头地，升官发财。可我把日子都过成了什么？连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还把你赶出家门。我真不是爷们儿。飘儿，你打自己有什么用？打100下也不顶事。每个人活着都有意义，又都没意义，看你怎么选。爹，你真的是活神仙吗？算不上，我现在才金丹期，离成仙远着呢。那你能活多久？理论上500到700年。多少？500到700。不过要是突破不了元婴期，照样得死。死在半道上的人多了去了。有修士过来了，大半夜的，为何会有修士靠近这个小山村？救命！老狗，给我滚一边去！
老大，把这老东西弄死！跟他废什么话？杀个凡人而已。还有这个女人，割下她的头带走。问过我了吗？前辈，饶命！前辈，我们这就滚！想跑？前辈，我们是初圣宗的人，奉命清除门内叛徒，这是宗门内务。初圣宗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前辈是若是与初圣宗有旧冤，大可去宗门说法。我等不过是外门弟子，做不了。轻飘飘的，估计也没什么好货。蚊子再小也是肉。多谢前辈救命，晚辈王雨嫣，桃花坞弟子。初圣宗的人追杀你，为什么？晚辈8年前偶然发现了一处洞府，原以为隐藏的够好，没想到消息还是泄露了。初圣宗的人追了我3天3夜，就是为了这个洞府，什么等级的？元婴境。元婴境洞府，那里头的存货可不小。这是进入洞府的令牌，还有地图。据说令牌不止1枚，初圣宗手里应该也有。前辈要是用得上，拿走就是，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了。噬魂散，初圣宗的招牌毒药，没有解药的。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。前辈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死之后能不能找个干净的地方把我埋了，有山有水的那种就行了。小的时候师父说，人死了要葬在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这样灵魂就不会迷路。荒漠元婴境洞府，初圣宗已经派人过去了。我如今是金丹期，资源不缺，犯不着去冒险。但元婴境洞府吸引力太大了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灵石丹药是不少，可功法和武器太差。长生诀只是黄阶，修炼到金丹后期就到头了。这死鸟饿了3天似的，不看紧点，这枪就进他肚子了。元婴期大能的洞府，随便漏点什么都够受用，怕死还修什么仙？必须去。走啊！飘儿，为父今天要走了。知道了。过来。这2本，一本霹雳掌，一本迷踪步。霹雳掌大成，一掌1000金力；迷踪步练好，真到危急关头跑路好使。爹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跑路怎么了？你爹我活到今天，一半功劳归跑路。这个储物袋也给你。极品碧血丹10颗，每次1颗泡100斤酒，每天喝1小口。10颗，够你用50年。什么东西？行了，起来。傀儡，
筑基巅峰修为，能守封家几代人。飘儿，这些东西传出去都是祸，你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吐出半个字，懂吗？儿子明白。把武功练好，别偷懒。等为父回来，亲自揍你。爹，儿子记住了，一定不辜负您。飘哥，爹爹这是走了吗？小凤，这些都不要说出去，否则会死人的。我知道。初圣宗灭了桃花坞，夺了坐标，洞府周围少说埋伏了几10号人。我一个金丹初期落单，被围上就乐子大了。这样秩序。云氏，你感应一下周围有多少人？方圆30里内，探到17道气息，最强金丹中期，元婴太远，探不真切。听说了没？这次出生主派了一位元婴期的长老亲自坐镇，桃花坞全家被灭了门，反倒便宜了这帮畜生。元婴期一位，金丹境数个，比预想的热闹。人越多越乱，越好浑水摸鱼。妈的，老子在这蹲了2天了，出圣宗把我们堵在外面当猴耍。你们出圣宗仗势欺人，这洞府人人有份儿。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，3息之内，滚！3、2、1，好，既然不走，那就永远留下。山河宁，那是山河宁！他来这了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道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那家伙是个疯子！我知道，有意思。几个筑基期的蝼蚁，到底哪来的胆子？放！老东西，好阴沉的心机。不过，你以为金丹初期就无敌了吗？本座可是元婴中期。仙人洞，见者有份，各凭本事。出圣宗逾矩了！你这区金丹初期的散修，也敢在元婴面前叫板？那是上古凶兽吞天雀，能化形的灵兽至少堪比元婴境吧？废话，这玩意儿发起疯来，咱们加一块都不够他塞牙缝。师弟，既然这位道友想进去，不妨就让他进去嘛。王师兄，这位道友，不知师出何门啊？无门无派，散修。散修，有意思。道友，实不相瞒，这座仙人洞府禁止层叠，机关遍布，元婴境进去也得小心。与其各自冒险，不如你我联手，共探洞府，所得之物按贡献分配，如何？这老狐狸10有8九想拿我和云志当炮灰探路。没关系，谁当炮灰进去了才知道。没问题。好，道友果然爽快。今夜子时，月圆之时，洞府入口会完全显现，正是破阵最佳时机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。多谢前辈刚才出手。是道友造化大。快看，那漩涡就是时空传送门。各位，入口马上开启，
请大家做好准备。有人想要捷足先登，一道金丹后期的隐晦气息正朝漩涡抹去。空间传送门已经成型，上面还有最后一层禁制，单凭一人之力怕是难以破开。诸位，一起动手！王伯当这狐狸，每一击力道控制的极准，他在藏针。师弟，你先带门下弟子进去。跟紧了，踩我的步点，差一步都不行。至于这位道友，不如随本座一起殿后。行。想抢先得宝，那得有命才行。跟我步伐走，眼睛放亮些，脚下每一块砖都可能要命。急什么呢？这才刚进门。这是元婴镜的遗骸，快退！那飞剑产生了气灵，能自动护主，富贵险中求。散开！都他妈散开！废物！这剑有古怪，大家联手，再各打各的，全都得死在这儿！飞剑不攻击他，他身上绝对有能避开气灵的秘宝。老东西，看你死不死！道友，你怀中这小鸟竟然能驾驭气灵！云氏，这把剑感觉很厉害，能不能收服？老头儿，你这是越活越抽抽，这可是诞生了气灵的极品灵器，我要吃点它，一定很香。不行，你先帮我控制这把飞剑，杀了这些人。你可真够阴险的，唉。不要！师弟！这位道友，请饶命！这里的宝物全归你，所有的都归你，放我一条生路！这人刚才想杀我的时候可没这么客气。我靠！老头儿傻了吧？这把灵剑的气灵能通过杀人来升级，在场2个元婴期，10几个金丹期，全变干尸了。这玩意儿还挑食？金丹以下的看不上，哼！几10万块中品灵石，成堆的丹药灵器，发财了！云氏，我想要这把剑，怎么收服？老头儿，你还真是贪心不足。说好了的，这把剑归我，我要吃了它补补。不行，这可是诞生了气灵的极品灵器，你吃了那不是暴殄天物？大不了我拿极品飞剑跟你换。你别想忽悠我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把剑叫辟邪剑，你修为达到元婴境才能勉强驾驭，否则反噬起来够你喝一壶的。你管我反不反噬，我乐意。这样，火焰枪也给你，2件极品灵器，换你手里那把辟邪剑。少废话，换不换？成交！老头，你上当了，不许反悔啊！少给老子甩脸色！你原来的主人骨头都烂了，跟着我，好歹还有肉吃。于是，帮我镇压他，
老头儿，你这叫没苦硬吃。早就说了，这辟邪剑需要元婴期才能驾驭。那没有办法了。我可以帮你收服他，让他认你为主，1万块中品灵石。你个死丫头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这是打劫！哼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不能！你以为灵力是大风刮来的？别告诉我你没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枚储物戒指里头12万中品灵石，50多把灵气。你要是不舍得，就算了。给你，真服了你了。你说你这鸟人怎么比人类还狡猾？老头，每次干活的是我，收钱的是你。你说你不是资本家，谁是？那个，其实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们不分彼此。行了，说正事。这辟邪剑到底怎么让他认主？这个嘛，无齿金龙，这麒麟居然是无齿金龙！它不就是小虫子吗？你看，它正在抖呢。这个老头以后就是你的主人，也是你的爷爷。快叫爷爷！不叫，那本大小姐今天就加个餐。哈哈，这手感，这灵力反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比我之前那把破剑强了何止10倍！老头儿，你真是太菜了！这气灵是被人强行封印进去的，有人抓了一条活的五爪金龙幼崽，抽了他的魂魄，硬塞进这把剑里当气灵使，你说狠不狠？小金龙，我知道你想要自由，等我足够强大，会为你重塑金身，还你自由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得配合我。元婴后期，化神不出，有这小魔头压阵，我往后出门岂不是横着走？老头，盯着本姑娘看什么？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！死丫头就知道欺负老人家。切，要论老，本姑娘比你老1万岁。这套剑法来的正是时候。干什么？提醒你，本姑娘的口水快流出来了。臭老头！剑事竟成了。加把力，把阵法打碎！老大，你说大长老他们不会出事吧？这都4天了。大长老和七长老是元婴境，谁能奈何得了他们？不对，我觉得那个老头隐藏得很深。你们忘了，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那飞剑唯独不攻击他。怕什么？就是他拿到了宝藏，也要原原本本的给我们吐出来。这些人都是冲着宝藏来的，说的冠冕堂皇。各位道友，老头，你是何人？我们大长老王不当在哪里？死里边了。彭道友，初圣宗弟子10万，长老无数，不如商量个法子，宝藏均分，如何？不如何？给你脸不要脸！6个金丹，100筑基，你算算打得过打不过？云氏，杀！
风金兰，这岁数了才筑基中期，哼，颐养天年不好吗？师兄说的在理，不过老夫改不了。超期12个月，扣除80%阅历。刘闯长老魂灯灭了，上面查得紧，你最近老实点。多谢师兄提点。死哪儿去了？1个月的假你给我请了1年多，老子还以为你在外面被野兽叼了。师傅，先松手，衣服要扯烂了。瘦了，进来，有批药材等着你处理。别的杂役弟子炮制的东西狗都不吃，下次再玩失踪就别回来了。至少在我有能力掀翻桌子之前，这依然是我最好的伪装。修为又长了一小境界，侥幸而已。我当年也有个儿子，大道无情，既然选了这条路，有些东西就注定握不住。皮大师，运送途中遭伏击，冰晶兰损毁，药力流失过半。药性流失，神仙难救，承担率不足1成。师傅，我有办法修复。你有把握？弟子想试一试。一个筑基学徒也敢大放厥言，毁了良药，你赔得起吗？这药送到我手上时就是坏的，成与不成，锅都扣不到我头上。你有几成把握？2成，前提是没人在旁边聒噪。2个时辰修好了记你一功，修不好，这辈子别想进丹堂一步。师傅，我需要公鸡血、黑狗血和灶台土。终于找到了，成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不少奇人异事，但黑狗血加造心土能修复灵药，这事儿说出去谁信？你真的是用那3样东西修复的？是的，师傅。公鸡血、黑狗血、造心土乃至阳之物，配合秘法可锁药性。不过时效仅12个时辰。12个时辰足够了，2个时辰后开火，连夜炼制凝剑丹。你留下来看护这批灵草，不得有误。弟子领命。这次做得不错，给为师长脸了。都是师傅教的好。凝金丹主要7味，服药13味。你在旁边看着，看懂多少算多少，不懂的回去自己琢磨，别问我。失败了。全是废丹。这可是好宝贝。叶师姐，裘师兄不在。师父今天身体不适，在屋中休息。我去找他。师姐，等等，什么事？我帮你转达也行。奉师父之命，前来求取一瓶固元丹，用于稳固境界。2个月后宗门大毕，我需要提前备好。固元丹，库存不够，我跟师傅说一声，帮你重新炼一炉，2天后来取，行不行？可以。筑基中期，你进步进这么快？运气好。2个月后宗门大比，你若有空可以来看看。
谢师姐。炼丹术学得如何？筑基丹能炼吗？只练过聚气丹，筑基期的丹药师傅没让我碰过。7年前你在矿区杀他的手段，还有那些极品丹药随手就拿出来了，你瞒着我什么？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，藏着掖着，怕是连最好的资源都落不到你头上。我在宗门只是个杂役，出头的人死得快，我只想多活几年。当年救我，我感激无尽，可你对我却永远隔着千山万水。你让我找的柳如烟，你的老情人，2年前已经突破金丹境了。急不得，再等等。丹药送到了吧？送到了，叶师姐亲自收的。5日后1级炼丹师考核，去不去？考砸了有罚。弟子条件够吗？宗门规矩是入门满3年的学徒都能报名。你目前只练过最低阶的聚气丹，运气好出了一颗极品，勉强算是踩在报名的线上。去不去随你，我不干涉。丑话说前头，你要是报了名，考核没过，那就得受罚。什么惩罚？还没想好，等你考砸了，我再慢慢想，不急。弟子想试试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看到没？就是他，叶师姐引荐进来那个疯老头。哪个？就那个，走路最慢那个。我的天，这也太老了吧！万年难遇的至尊体呀、年纪大的都能当我太爷爷了。靠尤大师走后门报的名，哼，脸皮真厚。当我爷爷都绰绰有余。爷爷，你想多了，当你太爷爷差不多。万年难遇的至尊体嘛，万年难遇，理解一下。他能报名还不是靠裘大师？换个人试试，这才学了几天丹术，就敢来考1级炼丹师，脸皮是真厚。嘘，小声点，万一裘大师听见了。怕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安静一下，老夫逍遥子今日负责1阶丹师的考试。规矩很简单，跟以往一样，每人可以领取3份材料，5个时辰内至少炼制出1炉成品丹药，成丹率不能低于50%，或者炼制出5颗以上中品，1颗极品都算通过考核。当然，若是3炉都废了，那这些材料的耗损需自行掏腰包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各位开始吧。封师弟一把年纪还考什么丹师？不嫌丢人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成了。3颗，全是极品。哈哈，3颗中品，10颗下品，我这第3次总算过了。冯老头，你出来这么早，哟，该不会3炉全炸了吧？还是炼出一堆废丹没脸摆出来？风晶兰，第1炉5颗下品，1颗中品；第2炉4颗中品，第3炉上品。啊，不对，是极品，7道丹纹的极品还是3颗？极品，真的是极品，太完美了。
简直是太完美了！极品聚气丹怎么可能？他学习炼丹不到3年，这不可能！一定是走了狗屎运，眼皮们连眨都没眨。对，就是走了狗屎运。看他作弊了，应该是从外边高价买的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炼丹时是不是用神石淬炼的药液？弟子也记不清了，只感觉最后一炉冥冥中跟丹炉产生了一丝联系。感觉，就凭感觉就能炼制3颗极品。弟子真的是感觉。对，他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狗屎运爆棚了！你给老夫闭嘴！有本事你也炼一颗极品聚气丹出来！风景兰，从现在起你就是1阶丹师，阅历翻倍。多谢前辈。风大师，这是甲子77号丹房的玉牌，您收好。甲子号，他一个刚晋升的1阶丹师给甲子号，那地方地心之火最稳，灵力浓度是丙字号的3倍都不止，历来只有2阶丹师才有资格使用。77号虽然排在末尾，那也是甲子号啊。我师傅练了12年丹，到现在还在乙字号窝着呢。萧大师，你这不公平！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一个废物亘古的家伙，凭什么住甲子号？我炼丹强的9年，凭什么？就凭这3颗极品聚气丹，你有本事炼出1颗极品丹来，甲子号剩余的丹房随你挑，炼不出来就给我闭嘴！我。叶师姐，风师弟，恭喜！多谢师姐，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3颗极品聚气丹，你管这叫运气？整个宗门多少丹师一辈子都炼不出1颗极品丹来。不知师姐来丹房这边是找师傅有事？来找你的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跟我来。50日后宗门大比，前3名可进秘境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前3名可以进入宗门秘境参悟，并且允许携带1人同行。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清楚，若我能拿到前3，我带你进秘境。你为什么帮我？秘境机缘何等珍贵，带我进去。就是想帮你，不行吗？那我就等师姐的好消息。不过50天时间，师姐有把握？你觉得呢？这次比试什么规矩？跟往年差不多，随机抽签决定对手，擂台淘汰制，战到最后的人赢。功法、灵气、符篆、阵法、灵宠，什么都能用，只要把人打下擂台就行。每场限时1炷香，超时双方都算数。师姐信我吗？接下来你看到的、听到的，烂在肚子里，谁都不能说。你搞什么名堂？臭老头，你是不是想把本姑娘闷死在里面？快1年了，你把本姑娘塞在戒指里快1年了，那破地方又小又闷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咦，老头儿，你挺行啊！啥？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你哪里拐来的？不会是你媳妇儿吧？你不讲究啊！这年纪差距，搁你们人类那边叫什么来着？闭嘴！对，老牛吃嫩草。
姐姐你可长点心，这老东西最会装了，一肚子坏水，面上跟你装可怜装孙子，背地里……我说闭嘴！这化形的灵兽，他的气息比师傅都要不强太多了。元婴镜，姐姐你眼光不错，本姑娘等同于你们人类修士的元婴后期，以后谁欺负你，报本姑娘的名号，不好使的话，叫我去揍他。对了，姐姐，你别被这老头的修为骗了，他明明金丹中期，非要把自己压到筑基中期的样子，忒虚伪了。金丹中期，你一直瞒着我。侥幸突破的。侥幸？我这些天担心你在宗门里被人欺负，想着法子帮你铺路，结果你金丹中期，你比我整整高了一个大境界。让云氏做你的灵宠上场。你认真的？规则允许灵宠助战，又没说灵宠不能太强。那是元婴后期，对手全是筑基期，你让元婴进去打筑基期，你管这叫助战？打架的事我最擅长了，姐姐你放心，我下手有分寸，保证不把人打死，顶多打个半死。你给我安静！你俩还挺默契。师姐，你是想要公平，还是想要前3？云氏能不能收着点儿，别一上来就把人打飞出去。好歹演2招再赢。这个可以商量。云氏，干嘛？把修为收敛到筑基后期，这几个月你跟着叶师姐，她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不准惹事，不准暴露修为，明白吗？切，行吧，勉勉强强。不过你可想好了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说戒就戒，都不问我一声。少废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位姐姐长得真好看，比那老头子好闻多了，一身老人味儿，熏都熏死了。你我什么我？以后我就跟着你这个漂亮媳妇儿啦，总比跟你那个糟老头子强。媳妇儿？谁的媳妇儿？我什么时候成风金兰的媳妇儿了？姐姐你不知道，这老家伙平时看着挺正经，其实……够了！再多说一个字，禁你3年口粮。那个，师姐别听这个鸟人瞎说，他嘴碎得很，脑子还没进化完全。怎么？觉得本姑娘配不上你？不是，师姐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总之，云氏先借师姐一阵，有她护着，这次大比前3稳了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师姐引我入仙门，再造之恩大过天，封某不敢忘。风金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所以你别想跑，否则就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还有，大比后我带你进秘境，说好了。闭嘴！多谢。既然你招惹了我，这辈子就别想把我甩。考核过了吗？过了，都是师父教导的好，弟子侥幸通过。你老小子倒是很谦虚，我可是听说你第3炉炼出了极品聚气丹，这玩意儿我可教不来。机缘巧合，运气好而已。对了，叶红宇找你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把你单独叫走了。叶师姐说了，宗门大比，若获前3，便带弟子进秘境。人美心善，配你这老脸真滑稽。你如今已经是1阶丹师了，有些东西也该提上日程。
从明日起，我教你炼制筑基丹和固元丹。筑基丹，那可是筑基期修士突破瓶颈的关键丹药，价值极高。固元稳固修为、夯实根基的上品辅药，同样价值不菲。也就是说，师傅要直接教我跨级炼丹。这2种丹药炼制难度比聚气丹高出不止1个档次，火候、投药顺序、灵力节奏，半分差错都出不得。你天赋不错，悟性也够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浮躁。给你3天时间把丹方背熟吃透，不懂随时来问。弟子遵命。还有，宗门每月有炼丹任务，你作为1阶丹师，每月要出15炉1阶丹，成丹率不低于40%。丹殿提供材料，你炼丹，9成归宗门，1成归你。弟子记下了，只要把控4成成功率，那些废丹岂不是都进自己腰带？架不住量多，全是灵石。进来吧。风师弟在炼丹呢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知会师弟一声。下个月的任务量店里重新核定过了，你这边加了3炉。加3炉，原本15炉，现在18炉，同样的时间，凭空多出2成。行，干脆的有点奇怪。师弟倒是好说话，不过师弟放心，多出来的这3炉，药材那边我会打个招呼，不叫你白费功夫。有劳李师兄了。风师弟啊，你这不行啊，成丹率有点低，虽然品质还凑合，但你看看这个数，也就在行业里算个中下的。行业，一个宗门炼丹房的小管事，张口闭口行业倒是挺有排面。我记得考核的时候，你炼制了3颗极品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怎么1颗极品都没有？你不会是故意私吞了吧？私吞，这个帽子扣得快。李师兄，按照宗门规矩，我达标了。你说我私吞丹药，可有证据？没证据的话，这种话不要乱说。什么规矩？我就是规矩。我说你不达标就不达标。本月的月例最多发8成，若是不服，你可以向上反映。老头，别以为你是裘大师的徒弟，还攀上了叶宏宇那条线，就想为所欲为。搞清楚了，这炼丹房始终是我们几人说了算。李师兄慢着，据我所知，你的职责是负责材料的发放和丹药收集，至于丹药的品质鉴定和评级，归逍遥子萧大师的弟子负责。你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刚才跟你开玩笑的，这丹药我会如实收录，月例当然全额发放。只是，老东西，你听好了，炼丹房的水深得很，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不要淹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水深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深水浅水，他还真没怕过。李想最后那句话，威胁的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。新人好拿捏，但我可不是泥捏的。师傅，前天和今天，李想都来找过弟子。他为难你了？把弟子每月的任务加到了18炉，还要扣月例银子。弟子搬出规矩，他没讨到便宜。走的时候撂了狠话。这个人是丹殿副主事李旦的侄子。李旦跟我不对付，你拜在我门下，他找你麻烦不奇怪。弟子，行了，少啰嗦。炼丹能保你衣食无忧，但保不了你的命。想不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就把修为提上去。你不够强，我替你挡得了1次2次，挡不了一辈子。
太想成功了，越到最后关头越紧，灵力控制就出了波动，急不得。2颗下品，不过只是暂时的。风师兄，丹房李主管有事找你。李代副主事，正是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听说你刚练成了凝魂丹，不到1刻钟，消息就传过来了。这是在盯着我，还是盯着师傅？回主事，弟子刚刚侥幸成了2颗，可惜都是下品。入门不到5年能出2颗下品，天赋不错。既然你能练了，从明日起，每月任务15炉，成丹率不得低于20%。做不好吗？弟子领命。下去吧，明日开始，材料自会送到。求千镇给丹方李丹加任务，把我当棋子2头受理。我从来不怕当棋子，但想让我认命，绝不可能。20%成丹率极难，那我就拿时间磨，拿精力推。师姐，后天宗门大比，我看你一直闭门不出，特来告诉你一声。我记着呢，不知师姐准备的如何？有你的云氏孝助，应该万无一失。我的目标是第1名，你放心，进入宗门秘境的名额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你争来。这场比试，他主要为了我才去拼命，这份情谊，我说不心动是假的。听说这次前3名奖励特别大，谁知道哪年都说奖励大。大家肃静，现在宣述比赛规则。此次宗门大比规则不变，先抽签对决，采用擂台战，胜者晋级。30岁以下筑基期弟子均可参加，不限功法，不限兵器，灵宠丹药、灵符阵法，只要你有本事，都能拿出来用。不限灵符，那凌霞峰的人岂不是又要作弊了？嘘，你小点声。但有一条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若有违反，宗规处置，绝不姑息。最后，公布此次大比的奖励：前3名除丹药功法外，可携带1人进入宗门秘境。秘境？哪个秘境？还能是哪个？肯定是那个先天化灵池！我老先天化灵池，我体内的至尊体破损严重，若能泡上一次，修复速度少说快10倍。不过急不得，得先打进前3再说。我怎么第1轮就要上？听说了吗？5号擂台头一场，青鸾峰那个叶红鱼，他筑基才2年吧？分到钱穆那组选。钱穆那对通天锤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上回宗门演武，一锤把对手的护体连光都给砸碎了。 5号擂台第1场，青鸾峰叶红羽对阵武当峰钱穆。比赛开始。叶师妹，你突破筑基不过2年，奉劝你一句，主动认输，我可不想辣手摧花。钱师兄威武！钱师兄，废话少说，手底下见真招。 那就别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好重的锤！这力道，一般筑基中期硬扛，怕是护体灵灵都得碎。 这丫头剑法不错啊，以柔克刚，聪明，跟钱穆比蛮力，那不是找死？不是不错，是相当老练。这距离把控，哪像是筑基2年的新人？别跑！有本事跟我正面来！看剑！好快！叶师姐这剑真不讲道理啊！叶红羽，你这招够阴的！擂台上分胜负，不分前后。
你若嫌背后不稳，可以转过去打。牙尖嘴利，借我2锤！钱穆这锤子怎么到了叶师姐手里？跟砸棉花团似的。别乱说，棉花团没这么会炸人。钱穆出招慢，越急破绽越多，但叶红宇看着战巧，实则每一剑都在极限拉扯，极耗心神。只要钱穆稳住，胜负难料。够了！今日若败给你，往后还怎么在内门抬头？抬不起来就低着，省得撞门框。叶红宇！这一击已经摸到筑基后期门槛了。钱穆这是要拼命啊！左右退路都被封死，逼他硬接，逼他输，够狠，也够蠢。叶师姐动真格了！给我败！破！你好剑法，我败了。承让。灵的矫醒，若是钱穆稳扎稳打，他不动用吞天阙的力量，胜负真未可知。第8轮，青鸾峰叶红宇对战凌霞峰大弟子黎洛。叶师妹，你能胜过钱穆，靠的是心思快、剑法活，还有烈焰剑品阶不低。可这些，在我这里都不占便宜。你我差了一个小境界，现在认输不丢人。黎师姐好意，红鱼心领了。不过大比前3，我想争一争，有骨气。一个筑基后期巅峰，只用中品灵气，他根本不需要靠灵气压人，灵力厚度和出剑速度就能碾压对方。比赛开始！发挥兵将无比，在众芒顶人救我，用不上个我，有魂！剑法不错，可你灵力跟不上，剑到后半截已经虚了。若拼招式，我不怕，可他每一次出剑，都在逼我多耗1分灵力，境界差距没法靠嘴补上。快看，叶红宇要到边上了，能撑到现在不容易，换我上去第一剑就该躺了。叶师妹，放弃吧，你赢不了我。黎洛留手了，可红玉这丫头若想往上走，就得拿出能让对方拔剑尽力的东西。黎师姐，请不要留手，若我连你真正的本事都逼不出来，前3、2就是笑话。叶师妹，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，接我8成力。来得好！这还打，命不要了。叶师妹，到这里就够了。还没够，你这人怎么比擂台石还硬？石头劈碎了还能换，你这条命换不了。10成力，叶红宇，我不会再收招，能不能活下来，看你自己的造化。叶仙子，认输吧，别死撑了。你若现在认输，还来得及。这拿鸟挡剑，
我师尊赐下的中品灵器被一只鸟一嘴戳断了。这是什么灵兽？他平时只吃饭，不太干活。你管这叫不太干活？还打吗？当然要打，打不就是筑基后期的灵兽吗？一把残剑，我照样能赢你。堂堂元婴后期巅峰吞天雀，竟然要压着境界装成筑基后期！要不是风金皇提前交代过，我早就一口把这破剑连人一起吞了。云氏，打败他，不要伤他性命。主人婆，你好吧？这破鸟吃我的用我的，还乱叫称呼。风金兰把它借给我，绝对是来讨债的。咔嚓，就这。硌牙，你们宗门不给弟子发点像样的兵器吗？云氏，够了！没伤他，主人婆放心，我下嘴有分寸，别乱骂，本大小姐是有家教的。这死鸟要是啄我的经脉，我早废了，剑也断了，再打下去只会更难堪。李师姐，还打吗？我不是这灵兽的对手，叶师妹，这场我认输。叶红宇正，主人婆赢了，有奖励吗？没有。那我回去找主人，说你克扣灵功。此鸟是你的灵宠。回师说，是弟子无意中得到的。无意中得到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上古凶兽吞天雀的幼崽。你倒是好机缘。怎么可能？刚才那一瞬，那只小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，竟然比我元婴后期还要强大。方才那小鸟现身的一刹，我体内灵力竟本能的避让。吞天雀，这绝迹100万年的凶物，竟落到了红鱼手里。这上古凶兽早已绝绝100万年，师侄，你从何处得来？回师伯，1年前，弟子外出历练，误入荒漠一处地下洞府，见到一枚被符链封住的黑卵，破境时险些丧命，后侥幸以残阵秘法与他结气。何处荒漠？洞府开在？荒漠无名，弟子当时被妖兽追杀，慌不择路，破境后洞府坍塌，只败出了他。严师妹，你这弟子倒是福缘深厚。红鱼能活着回来已算重大，至于福缘，福祸相依，谈早了。既是造化，便好生把握。吞天雀凶名在外，若管束不住被反噬，也不是没有先例，莫要辜负了。谨记师伯教诲。别闹！刚吞了令箭的凶兽，这会儿跟抢糖吃的小鸡仔没区别，谁敢信？梅超风问得太细了，他看着云氏的眼神，透个想据为己有的贪意。秘境名额一旦定下，红鱼离开宗门，这老太婆怕是会下黑手，得提前做点准备。吃这个，别逞人。你现在要是倒了，后面2场就只能让那只鸟替你上台报幕了。多谢。这是疗伤丹，不是给你当零嘴的。别说话，运功化药。你今日赢得漂亮，但后面才是硬仗。去查一查叶红宇1年前出宗的记录，尤其是西南荒漠那段。第3场比试结束，叶红宇胜，进入前3。下一场抽签定序。叶师姐，接下来不管抽到谁，先保命，再谈赢。说能赢的，那就赢给他们看。第1场，叶红宇对战徐松。等一下，我弃权，我认输。徐师兄认输了。
筑基大圆满啊！这就不打了？命都没了，争什么名次？那小鸟一啄，谁扛得住？叶师妹，若只论修为，我倒想与你打一场。可你这灵兽，我挡不住。万一他醒来给我脑袋来一下，我师父还得给我收尸，麻烦。多谢徐师兄成全。第一局，叶红羽胜。叶师妹，你这灵兽很强，但排名赛毕究是弟子间的较量，靠灵兽赢上来，旁人心里未必服。你一路走到3强不容易，现在认输，第2名不丢人。若真动手，我不会留余地。灵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出手。疯了！不用灵兽跟王彪硬碰。你确定不用他？王师兄，请赐教。有胆量。决赛，叶红羽对战王彪，开始。叶师妹，不动用那只小鸟，你接不下我10招。现在让他出手还来得及。好，我接王师兄10招，接下了算我赢，接不下我认输。痛快！第1招你已经接了，还剩9招，赶走！中品灵甲，他居然挡住了第2刀，有意思。第3招，你可别眨眼。猎山刀，王彪连压箱底的绝招都用出来了。以血引剑意，这丫头不要命了！第9刀，放屁！第10刀了！你们2个别吵。唉，我从第3刀就没跟上。赢，这是第13招了。叶红羽，你失诈！可恶！从刚才开始，他就在牵着我的节奏走，每一次闪避都是在逼我继续出刀。我堂堂霸道，竟栽在了数招这种小事上。使诈，是你亲口说的。我接你10招，你认输。台下这么多人听着，王师兄不会打算赖账吧？那只祖宗真要逼近了，一嘴下来我命都没了。认输丢人，赖招更丢人。王师兄刚才说话的时候，可比他刀还响。你小点声，你想试试第14刀啊？好，算你赢了。本场决赛，终于完了，第一，终于到第一。本次大比至此结束，前3名：叶红羽、王彪、徐松。2日后，宗门秘境开启，你3人可各带1人同行，名额不得转让，不得买卖。若有人私下滋事，执法堂自会请他喝茶。今日站到最后的人，值得你们记住。师姐，你还撑什么？快走快走！再站一会儿，我都怕你当场表演一个原地入土。第一总比第2好点。伤不肚轻，但根基未乱。这丫头确实够拼。听说进去的人只要活着出来，最低都是元婴。废话，不拼命哪来的机缘？我要有名额，死也要进去。徐师兄带的那位是厨修，厨修怎么了？会吃的人命都长。此次秘境之行，我带的是我弟弟王浩。徐师弟，你带的这位是？我师弟连三胖。哼，叶师妹，你的人呢？让让，老人家腿脚慢。我带裘大师亲传弟子1阶丹师风金兰。13年前那个废了的至尊体，100多岁了还能出来抢名额？他这
这身板，妖兽打个喷嚏都能把他送回祖坟吧？叶师妹，这么珍贵的机会，你要带他进去？他进去，未必能活过第一日。王师兄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别的不行，耐摔。风师兄，秘境里摔一下和山路摔一下不是一回事儿。兄长，若他拖后腿，岂不是害了我们？叶师姐既然选他，应当有自己的打算。名额归属，宗门早有规矩，旁人不好替他做主。不能带他进去！叶师妹，不要胡闹！这么珍贵的名额给一个废物，传出去让各方怎么看？李主事，这是要替我选人，名额是我赢来的，我给谁是我的事。他一个废掉的至尊体，寿元将近，经脉残破，让他进去除了送死还能做什么？你是不嫌危险，危险嫌你塞牙啊！叶师妹，情义归情义，宗门大事不能拿来任性。风清兰，你若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自己退出，别让玄素门丢脸。李主事，我记得丹殿有规矩，丹师名录一经录入，除非犯门规，不得无故剥夺宗门待遇。我是一阶丹师，裘大师亲传弟子。叶师姐选我入秘境，不违宗令。李主事若要拦我，拿执法堂手令来。你拿丹师令压我？不敢，只是年纪大，胆子小，出门办事喜欢讲规矩。李举事若不讲，那我就去请裘大师来讲。李师兄，你若只是来劝，我听完了；若要拦，拿宗主令。时辰已到，持名额玉牌者上前验牌，无关人等退后3丈。李主事放心，我若真死在秘境里，单练能少发一份月风。进去后跟紧我。放心，我惜命。跟紧我，我们先去先天灵池，里面的先天灵液可以洗涤根骨，修复你受损的至尊体。入池！哥，这玩意儿怎么跟下油锅差不多？闭嘴，忍着！白捡的机缘你还跳过？娘呀，这灵池脾气还挺冲。我们去那边。先天灵池洗髓固基，根基亏损越多，反噬越狠。若撑不住，别逞强。废物，废物也比熟了强。哥，你再泡会儿，回去能直接下酒。他不会睡着了吧？你睡一个试试。不出3息，你能把祖宗喊出来？这老家伙身边的池水居然毫无波澜。所有靠近他的灵力，在3尺外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这哪里是吸收，分明是吃的不剩碗底。我还是挪远点儿，免得被他顺手给吸干了。谁吸这么凶？这架势不像练功，倒像泡澡泡困了。你少说2句，别等会儿他醒了记你账。记账也得先醒啊！这哪是泡池子，这是在喝汤啊！能吸收的如此霸道，体内必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。可他至尊体不是废了吗？怎会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我亏了，池子吸了我2天，我还没吸回本。你那是饿的。放屁！我这是灵肉重塑。恭喜。同喜。你们同喜，我同饿。你看，我早说了，这么宝贵的名额，
就让这老东西浪费了。至尊体都废了，还想靠先天灵池翻身？做梦也得挑个晚上吧。叶红宇到底怎么想的？老哥哥，您要是醒了，记得给我们留口汤。走！哎呦！这一次，红鱼太冒进了。若是风晶行毫无突破，非议绝难平息。终于来了！什么动静？不会把灵池泡塌了吧？娘嘞！老家伙真把汤锅掀了！这气象，老夫只在古籍残图里见过。先天至尊体复苏，至尊骨被挖，根基尽毁，他竟硬生生拖着残躯熬到了重续根基的这一天。数万年的灵力正在填补我脊骨的空洞，新生的至尊骨虽然残缺，但也达到了半步圆满，足够了。至少现在足够我重新站起来。好家伙，我这张脸总算没给年轻时候丢人。师弟，恭喜重铸至尊骨！叶师姐，同喜，你这一趟也没白来。师姐，你这眼神不太对，该不会想研究我这块新骨头吧？放心，我没柳如烟那种癖好。柳如烟，你可亲手挖走我至尊骨的未婚妻，这笔账我刻骨铭心。不过说真的，师弟恢复年轻后倒是挺能唬人。什么叫唬人？我年轻时那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厚生。十里八乡，格局小了。那人真是风晶兰，怎么进去7天，出来比我还嫩？你们看他腰直了，真直了。诸位别紧张，原来的风晶兰又不吃人，以前是不是不好说？谁说的？出来，我请你吃饭。根基重续，气血回春，先天灵池没有白开。多谢宗主成全。不用谢我，你能熬到这一步是你自己的命。风晶兰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之前说我进灵池是浪费宗门资源，现在这池子被我吸空了，你打算怎么评价？这小子骨相重塑，简直比内门天骄还要扎眼。师门这些年外强中干，冒出个风兰未必是坏事。掌门师妹，你那徒弟眼光倒是英错，旁人插手反倒混一颗坏事。你倒是会说，若当年就该叫把他拐去云霞峰，给我烧炉子都行。你云霞峰的炉子3天炸2回，那是炉子不懂事。至尊骨还未彻底成事，却已压不住锋芒。小家伙，你若能活过这一劫，玄素门倒真要热闹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风晶这么招人讨厌？你管这叫招人恨？我看你是酸了。我酸什么？我就是替天道不公喊2句。还要多谢师姐，若不是你当年把我带回师门，我10年前大概就埋在荒山里了。别把功劳扣我头上，我只是顺手救了个人，谁能想到捡回来一位老祖军人？你可得当心，今日过后追你的女修，怕是能从内门排到山门。我都快120岁了，哪家女修想不开？我怎么样？这怎么嫌我修为低？不是，嫌我脾气不好？也不是，那就是嫌我穷。师姐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行，不逗你了，再斗下去，某位新晋天骄怕是要御剑逃命。我看你灵力圆融，距离结丹不远了，凝金丹可备好了。市价5000下品灵石，我买不起，师傅那边大概会替我想办法。拿着，凝金丹。极品凝丹药，收好，此事绝对不要让第3个人听见，传出去，你我都麻烦。我记下了，有事来红鸾峰找我。你现在名头大了，麻烦也会跟着来，别硬扛。师姐放心，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至尊骨正在复苏，旧伤正在愈合，可这些年受尽的白眼我没忘。李诞、李想，叔侄俩的这笔烂账拖得够久，以前我没力气讨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该还了。呀！你个老小子，早不进晚不进，偏挑老夫凝丹的时候进。师傅，是炉火先动的手。至尊体修复了，基本修复。基本？你不会把先天灵池喝干了吧？
差不多。李执事，先天灵池那边已经传开了，风星兰的至尊体真的修复了。活了100年都没筑基，泡一次灵池就想翻身。听说几位长老都很看重他，若再让他占着甲字丹房，只怕……他现在还只是1阶丹师。乙字23号给他。可调换甲字丹房，需要先补执事堂文书。先让他搬，文书以后再补。哼，他不是想往上爬吗？先断了他的火。至尊体修复是好事，也是催命符。2阶丹药筑基丹，1个月成丹率不低于30%，做得到，我便举荐你参加2阶丹师考核。弟子成为1阶丹师还不到3个月，所以才值得试。你现在最缺的不是修为，是一块能让别人按规矩低头的牌子。哼，你还是1阶丹师，理想就能在任务药材丹炉上卡你。等你成了2阶丹师，他见了你得先行礼。弟子明白了。别只说明白，能忍则忍，真到了不能忍的时候，先把规矩攥在手里，再动手。拳头只能把人打疼，规矩用得好，能让他疼了都说不出口。弟子记下了。记下就滚，别刚把至尊体修好，又把脑子修坏了。就是他，那个活了100岁还没筑基的废铁，还敢叫废铁，先天灵池都让他。落魄时人人都敢踩一脚，翻身时倒都学会闭嘴了。哟，这不是先天至尊体吗？听说风师弟在灵池出了大风头，可喜可贺。李执事有事？哼，当然有。你今日擅离丹房，名下1炉聚气丹无人看好，按丹房条例记过一次，扣本月药材比例30%。去先天灵池是宗门安排，离开前也向师父报备过。裘大师管你修行，丹房事务归执事堂管。还有甲字77号丹房，今日起由丹殿收回。乙字23号，今后归你。乙字23号，那里的地火一天能断3回，这哪是换丹房，分明是要断他的丹师路。风师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执事刚才说要按丹房规矩办，自然。哼，那就好。师父刚交给我一张新丹方，让我在77号丹房试炼，换了火脉、药性、火候和成丹率都会出现偏差。李执事只需在这里写明，因强行更换火脉造成的所有药材损耗，由李执事承担。签完字，弟子现在就办。你让我替你承担筑基丹的损耗。李执事不敢担，为什么敢换？你少拿裘大师压我！弟子没有压谁，只是照李执事说的按规矩办。请。好，你不是喜欢讲规矩吗？我这就请副主事亲自来跟你讲。弟子恭候。李执事，乙字23号的玉牌记得捡起来，丹殿财物遗失了要赔。小心些，已经缺了一角，再摔坏赔得更多。去请我叔父，就说凤京兰木屋执事堂拒不执行丹房调令。这77号住着确实不错，火都比人讲道理。1个月30%成丹率，那就控制在30%。
这也能成？这样不行，考核的时候要是练成这样，李想怕是能当场把椅子啃了。难道别人练筑基丹也这么省事？谁？风师兄，是我。李副主事让你现在去一趟执事厅。找我做什么？说是丹房登记有误，要核查，还有几位丹师也在。几位丹师？张丹师、赵丹师都去了。弟子风金兰见过李主事。老东西，丹房里不是挺硬气吗？到了执事塔厅，还不是得低头？风金兰，可清楚本主事为何叫你过来？弟子愚钝，请主事明示。愚钝！本主事听说你占着甲子号丹房，却不办正事。本月炼丹任务迟迟未交，反倒在丹房里鼓捣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。丹焰资源不是给你养老的。回主事，本月任务15炉聚气丹，弟子已完成12炉，成丹4成。距月底尚有5日，按丹方规矩，任务并未逾期。15炉？可本主事听到的是你主动领了18炉，怎么少了3炉？打算糊弄过去？风金兰，你自己在丹房登记时说的好好的，要替丹殿分忧，现在主事问起来，你倒会装糊涂了？李执事口头传达的是18炉，弟子也未推辞，只是丹殿任务增减，向来要有执事堂文书盖印入册。若李主事这里有文书，弟子今晚便回丹房补炼3炉聚气丹，耽误不了。若无文书，弟子只能按宗门旧规办事。这老东西嘴是真损，18炉本就是李想私下加码，真拿台面梁让查账，谁签字谁倒霉。文书之事，回头再论。弟子听主事安排。先说丹房，你一个1阶丹师，长期占用甲子号丹房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明日把甲子77号丹房腾出来，你去丙子号，那里也有丹炉，够你炼聚气丹。丙子号虽偏了些，可也清静。风师兄年纪大了，清静点好，免得练着练着还嫌丹火太旺。李几是体恤弟子，弟子心领了。不过甲子77号丹房是逍遥子大师当时亲自分给弟子的，若要调换，还请主事先问过逍遥子大师。风金兰，你别拿萧大师挡事，丹殿日常调度本就归执事堂管，难道主事还动不得你一间丹房？逍遥子脾气古怪，我若越过他收回带有批注的丹房，便是亲手打他的脸。李执事这话，弟子不敢认。主事自然管的只是萧大师分下来的丹房，调换前问一声不算过分。若执事堂觉得无需问，那也简单，请李执事在调房文书上写明，甲子77号丹房原由逍遥子大师分配，今由执事堂收回。弟子拿着文书搬走，半句怨言没有。你在拿萧大师压我？弟子不敢，弟子只是在陈述旧案。旧案？老东西，你少在这里咬文嚼字。主事问你话，你绕来绕去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李执事说弟子心里有鬼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你占着甲子号丹房，任务长，任务拖延，撕裂不明物件，这些还不够？任务未逾期，丹房有萧大师批注，
至于私炼不明物件，这是弟子本月申报的废丹回收试炼，执事堂3日前已收了备案。丹殿鼓励丹师改良废丹利用，此项规矩，李执事可翻《丹物杂例》第3卷26条。主事，确有备案。好，好得很。主事若要责罚弟子，请列罪名，弟子认罚。若本主事今日非要你搬呢？那弟子只能去拜见萧大师，请他老人家给个准话。老东西，你敢威胁主事？弟子只是请时上逢。你放肆！这姿势挺标准啊！少说2句，李执事还在呢。狗东西，我弄死你！李想，退下！老东西刚才借力打力，落点极准。我若亲自出手，明天丹房就能传遍我以大欺小，这张脸我丢不起。风景兰，你既然非要占据甲子号丹房，那规矩就要按甲子号丹师来。从本月开始，每月任务炼丹20炉，成丹率不得低于60%，少1炉或成丹率不够，降回学徒。到时候别怪丹房不讲情面，杂役弟子就滚回杂役院待着。李主事这刀下得狠啊！5天8炉，睡觉都得抱着丹炉睡。抱丹炉不算啥，别把自己炼进去就行。好，装什么？5天8炉？你以为炼丹是蒸馒头？蒸馒头也得会揉面，你刚才连路都没走稳。你既然答应了，那就按规矩办。5日后交丹，若少1枚，亲自把你的牌子摘下来。可以。李主事，若我超额完成，有没有奖励？丹房规矩，超额按贡献点算。那就好，我还怕白干。5天8炉，换成别人确实要命，可对我而言，聚气丹药性温和，成丹率稳得很。李代想用2阶丹师的担子压我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又领10份，不是已经领过15份了吗？风师弟，你这是要把炼丹房当家？差不多。你真接了每月20炉任务？接了。李诞摆明为难你，你要是撑不住，先去找长老说说，别硬扛。唉，丹炉这玩意儿，脾气比人还差。多谢提醒。唉，这倔老头啊，气性真大。换我，早躺地上鹅里响3块零食了。轻炉温炉投药。谁家炼聚气丹炼出酒楼味儿了？5天8炉已成，成丹率90%，不能太惹眼，藏出一部分，对外控制在60%即可。风师弟，你先等等。怎么？你这成丹率真是新晋1阶丹师？牌子是新的。执事大人，
风金兰她20炉成丹率60%以上。20炉，成丹率60%以上，不止，上品丹占了大半，验丹处那边已经封存入库，单瓶上都有印记，绝对错不了。会不会是他提前练好的？丹房封签、药材领取、炉房记录都在，你当验丹处那群人是摆设？那个被我看不起的杂役弟子，正在一步步往上爬，而且爬得这么快。就是他，5天交了10炉聚气丹那个，听说成丹率高的离谱。真的假的？别是吹出来的吧？哼，验丹处都记到了，吹什么？你当丹殿那些老头吃素的？可他才晋升1阶丹师多久？这就考2阶，脚底抹油也没这么快吧？这些话听多了，跟丹炉底下的灰差不多，扫了还会有。风金兰参加2阶丹师考核。新进1阶丹师，3个月内申请2阶考核，你是今年第1个。听着还不错。不错是不错，就是容易招人记恨。丹殿里有些人最见不得别人跑得快。已经招了。那祝你好运。风金兰，你还真敢来。你都敢来，我为什么不敢？希望你待会儿炼丹的时候，嘴也这么硬。那不行，炼丹靠手，嘴硬没用。你要是靠嘴炼丹，今天倒是稳了。逍遥子，丹殿负责考核的长老，他做考核台，谁的面子都不好使。2阶丹师考核第1轮，变药。每人10种药材，写出名称、年份、药性相克之物，错3项者出局。第2轮炼丹题目，考核开始后公布。长老，今日参加考核者众多，未免有人提前押题，不妨从备选丹方中抽取。你想抽哪一种？回春丹太常见，不足以分出水准，不如抽宁脉丹。宁脉丹，2阶丹药里出了名的磨人，压得轻不成丹，压中了直接葫芦。第1位青文草37年性温，入炉前需去根须，忌与寒霜液同煎。第2位赤藤子22年，火性偏烈，需以玉泉水浸半克。第3位，这人怎么连根须颜色都写？风景兰10位全对。这也太稳了吧！既然李执事提议抽签，那便抽签。宁脉丹，还真抽中了。这签筒怕不是认人，少说2句，丹殿地砖会记仇。7号炉，这数字跟我挺有缘。快看，7号炉那个风景兰，就是那个1个月前还是100岁老头的，现在倒好，嫩的我都想问他要驻颜方。少扯，人家是裘大师举荐来。裘大师举荐也不能替他炼丹啊！宁脉丹这玩意儿，一炉不冒黑烟都算祖上积德。火可慢，不可虚，是须根入炉前，须先断其造性。凝药时莫贪快，快则裂纹，慢则散气。切口略干，火性会比常规强半分。装的挺像，宁脉丹不是聚气丹，背几句丹诀就能成。你说的对。
所以你少背几句，省点力气，待会儿炸炉也能跑快点。考场之内不得喧哗。规矩不变，6个时辰内承担1炉，承担率4成，且每炉不得低于2颗中品，方算通过。考核期间，外人不得提醒，考生不得离位。若丹炉损毁，药材尽废，视作失败。宁脉丹难在稳，谁想逞快，先想想自己赔不赔起丹炉。7号炉左侧火口略窄，若不提前调火，后半程药液受热会偏。哼，还真按书上来，连眼皮都没抬了。点火！计时开始。这控火手法不像新手。他在干嘛？削菜呢？闭嘴吧，削菜都比你懂蛋。不能散，也不能闷，这是宁脉丹真正的关口。装什么稳？来了来了！谁说祖上积德的？这位明显没积够。现在将换会不会太早？看下去。承担的前兆。师兄，你手不酸吗？他才学炼丹没多久嘛，这叫的把我也塞过去行不行？你先把药材名字背全吧。裘长老藏得够深啊！哪里，弟子随便练练，诸位别当真。随便练能出6颗中品，那我们门下弟子练的黑渣是在祭灶王爷。不可能，他一定是蒙的，对，就是蒙的。李师兄，你平日里蒙丹能蒙出几颗？你少得意，丹药真假还没验，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？有道理，那便请逍遥长老验丹。若我动了手脚，按宗门规矩处置。说丹药无误，李师兄也别光张嘴，多少给大家听个响。什么响？道歉的响。风清兰，承担6颗，皆为中品宁脉丹。
成丹率60%。2阶丹师考核通过。风景兰还不谢过逍遥长老？多谢逍遥长老。你这控火手法谁教你的？回长老，弟子跟师尊学过些皮毛，剩下的是自己炼废几炉后琢磨出来的。炼丹一道，贵在悟性，悟性也不能悟成这样吧？方才你说他作弊，丹药一验无错，考核场上质疑可以，但无凭无据污蔑同门，按规矩要赔礼。风师弟，方才是我失言，以后少蒙。风景兰，这是2阶丹牌，从现在起，你是2阶丹师，享2阶丹师待遇。甲子号专属独立丹房，有权调遣丹房内所有执事及其杂役弟子。谢萧大师。丹道之路，任重道远，戒骄戒躁，好自为之。多谢教诲。风大师，恭喜风大师晋升2阶丹师，往后在丹房还请大师多多照顾。风大师，恭喜！以前是我眼拙，没看出大师有这等本事，惭愧惭愧啊！风大师，以后若有跑腿的活指示我，我腿快，嘴也严。你嘴严？上回是谁把赵师姐买驻颜丹的事传遍半个外门的？那是意外。风大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仰慕您。您今日炼丹那一手，真是让我开了眼。这世道很现实，没本事是嫌你挡路，有本事了，打个喷嚏都有人夸一句灵气十足。大师，恭喜风大师！今日之后，丹房又多一位栋梁。李执事客气，以前你叫我风师弟，我叫你李师兄，倒也顺口。不敢不敢，风大师如今身份不同，叫我小李子便可。小李子也行。小李子，我们老家也有个小李子，挺出名。也是修士？不是，宫里伺候人的太监，没男登。风大师说笑了。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现在是2阶丹师，按丹房规矩可独占1间上等丹房。明日起，我炼丹前后，你负责打扫丹房，清理丹炉，检查地火口，药渣也一并处理干净。我？你。风大师，这些活向来由杂役弟子做，我是执事，平日还要管理药材出入、登记丹方、核对炉房。这些事急吗？倒也不是每日都急。那就不耽误。何况你办事仔细，先前我用丹房时，连我多领半份灵草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样的人不用来清谷子，可惜了。我堂堂筑基中期执事，以后别人见了我，岂不是全喊我李如霜？怎么，小李子有难处？我这人用炉讲究，炉壁不能留药灰，地面不能有碎草，蒲团摆放要正，香灰盒每日清一次，若不干净，我会上报丹房。那就好，明日卯时，我要用3号上等丹房，你提前半个时辰过去。卯时？嫌早？不嫌。那就这样。对了，清炉时别偷懒。你以前最爱查我的错，我也想看看李执事做事有没有错。明白。风大师，3号上等丹房的地火最稳，不过丹炉旧了些，要不要我替您换一尊？可换？能换。库里还有一尊青铜玄文炉，平时没人敢申请，怕李执事怕手续麻烦。那就按规矩申请。我去办，别坏规矩。明白。风大师，裘大师找你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师傅，进来，门没栓。坐。你个老小子，今日可给为师争了大脸。全靠师傅栽培。栽培？少给我脸上贴金！
为师教过你变药养炉温火，可没教过你在考核台上把一群人噎得说不出话。宁脉丹那一炉落药顺序没错，火候转折没脱，收丹也稳，尤其最后那一下压火，很多二阶丹师都不敢那么干。你小子藏得够深呢。今日考核我已经收着了，可骗得过外行，骗不过师傅。说是蒙出来的，连我自己都嫌寒碜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破入金丹期了？师傅多虑了，弟子仍是筑基后期巅峰，今日考核也算是平日练得多，临场没掉链子。哼，没掉链子？你这叫没掉链子？你这是把链子拆下来，顺手打了旁人2下。罢了，你不想说，为师也不逼你。修士谁没点压箱底的东西？真要把裤腰都翻给别人看，那也活不到今天。不过有句话为师还得说，你现在是2阶丹师了，在炼丹房里，旁人再想轻慢你，就得先掂量掂量。可丹师这身份，能护你一程，护不了你一世。弟子记下了。不是记下，是要去做。别学那些老丹师，整日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，最后炼得出丹，打不过狗。药园那条黄狗你见过吧？跑得比他们都快。拿着，这是为师这些年研究凝丁案的心得，里面有丹方，也有几路失败记录。别嫌失败记录晦气，丹道这行成丹那一页好看，真正值钱的往往是炸炉那一页。凝金丹，3阶丹药，这可是金丹大道的门票。为了一枚凝金丹，无数敢去拼命。若能炼出它，连宗门长老想动我都得先想想后果。凝金丹是3阶丹药，你现在去炼，10路里10路都得废。为师给你不是让你逞能，是让你提前摸门槛。丹方里有3套火路，第1套稳，成丹慢；第2套险，废药多。第3套是我自己改的，还没成过。别这么看我，没成不代表错。丹道不是抄书，谁都照着古方走，哪来后人的路？多谢师傅。别来虚的，真想谢我，就把修为提上去。等你能炼凝金丹那天，为师也好出去吹2句。吹什么？哼，吹我裘千仞教徒有方，难不成吹你天赋异禀，让为师一点功劳都捞不着？那弟子争取让师傅吹得响亮些。少贫，回去吧，别乱给人看，尤其别让执事堂那些人闻着味儿。那帮人鼻子比灵兽还灵，闻见好处就来。弟子明白。等等，凝金丹的主药里有味紫纹金枝，宗门药库未必肯批。若有人拿这事卡你，先别硬顶，回来找我。紫纹金枝，这位主药若真被人卡住，还没开始就要先过一道门槛。理想不足为患，他仗着李诞撑腰恶心人，但我已是逍遥子钦定的2阶丹师，李代再蠢也不敢明着伸手。谁敢第一个撕破明面上的规矩，谁就得先挨刀。灵力已到中期巅峰，再往前便是后期。等我踏入元婴境，丹堂这些弯弯绕绕便会少去大半。修仙界从来不缺道理，缺的是让别人听道理的实力。不错，这地心火焰火蛇不燥，足够3阶丹师凑好用了。逍遥子给东西确实不好。风大师，丹房已经布置妥当，药材按您的要求分了类，炉火阵盘也重新校过，您看可还合用？火眼谁教的？弟子请镇房的人来校过一遍，又按2阶丹师标准多加了2块中品灵石。药价呢？灵药按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2类分放，年份不足的已经剔出去。你要炼凝金丹的几味主药，单独放在左边第3排。风灵符是新的。今日办的还行，口头表扬一次。我堂堂副祖师的侄子，被人当杂役使唤了1上午，最后只捞到口头表扬4个字，偏偏还不能翻脸。
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，药材少一株，阵法差一处，炉火乱一分，我都算在你头上。弟子记下了。记下就好。丹房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久留。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老东西，你别得意太早。二阶丹师又怎么样？丹堂里能让人栽跟头的地方多着呢。狗改不了吃屎。若你真老实了，我反倒不好下手。既然还想着巡视，便等于把把柄往我手里送。凝金丹是3阶上品，极难炼制，绝不能贪快。每一次控火分药都是修行。好家伙，5000块下品灵石，就听了2声闷响，一连2炉凝金丹全炼成了渣。这玩意儿急不得，先炼常规丹药攒贡献点，比起拿银子砸，这才是过日子。这3个月，我刻意将常规丹药成丹率压在60%上下。凝金丹也试了几炉，终于成丹。不过闷声发财才是正道。进来。温大师，萧店主有令，请您前往议事大厅。议事大厅可出了什么事？弟子不清楚，只传令说几位3阶丹师也被请过去了，裘大师也在其列。师傅也去了。议事大厅平日不轻易开，连3阶丹师都到场，多半有大事。前面带路。狗急了会咬人，先让他以为绳子还松着。弟子风金兰见过店主、诸位主事、各位大师。坐。风师弟来得正好，今日怕是要定人了。定什么人？丹道会。中州丹道大会50年一次，各宗秀只分抢资源的场子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为2年后的中州丹道大会。此会50年一次，由中州12宗轮流主办。上一届在天眼宗，这一届轮到初圣宗。柳如烟所在的宗门，当初被挖苦的旧账还没清。按照旧例，我玄素门需派一支队伍前往。丹殿这边出1名3阶丹师领队，5名2阶丹师，10名1阶丹师。内门另派筑基弟子20名，外门炼器弟子20名随行。店主，初圣宗这次主办怕是不会太安分。裘大师有话直说，上次丹道会我玄素门排名第7，不算好，也不算太差。可这50年，初圣宗在丹道上投入不少。听闻他们新出了一位丹道天才，未满30，已经能炼2阶上品丹药。此次他们坐庄，必会借大会压各宗一头。人比人真闹心，我29了，还在跟聚气丹掰腕子。2阶上品，若只是这样，初圣宗这位天才还压不住我。不过丹道大会看的是台面上的本事，现在还不适合翻底牌。大师说的没错，初圣宗这些年势头很盛，此次大会，他们多半会把规矩改得更偏向年轻丹师，所以丹殿需要提前选人，给2年时间准备。1阶丹师好选，2阶丹师却要慎重。大会上不会只考常规丹药，临场变药、残方补全、控火比斗都有先例。只会照着丹方炼丹，去了也是坐冷板凳。名单不急着今日定死，2年时间，丹殿会每半年考核一次，成丹率、品质、变药、控火药理全都算。最后选5名2阶丹师。风金兰，弟子在。这3个月，你在2阶丹房的表现，诸位主事已有记录，60成成丹率，中品居多，上品不缺。
这个成绩放在2阶丹师里排得进前列。还行，就是太会藏，中上品丹药教的少，滑头。弟子穷，怕练坏了赔不起，只能稳着来。少哭穷！你这3个月贡献点攒的不少，丹殿账册不是摆设。那弟子下次哭得含蓄些。从今日起，风晶兰列入2阶候选名单，其余候选由各峰主事推举，月底前报上来。此次大会地点在初圣宗，路途不近，牵扯也多。诸位回去后不得外传未定名单，若有人私下生事，丹殿不会轻饶。老小子，师父有吩咐。初圣宗不是好地方，你若想去，2年内别只盯着常规丹药，残方、古方药性冲突都要碰一碰。弟子记下了。还有，丹道大会不是只斗丹，到了别人地盘，斗的是人心。初圣宗，柳如烟，2年时间，够我做很多事了。风大师，丹房已经收拾好了。议事大厅的事，你听说了？弟子不敢打听。不敢最好。风晶兰也去，他才入丹殿多久？会不会写错了？我记得他前阵子还在1阶丹师那边晃。写错？谁敢在这种名单上写错？除非嫌自己丹炉不够炸。裘大师护短，也不能护到中州去吧？你少说2句，裘大师脾气可不算好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天赋归天赋，资历归资历，总不能练过几炉极品丹就把名额给他。你行你上，你要能练出极品丹，我天天给你擦丹炉。去不去都行，我对出风头没兴趣，何况柳如烟也有机会出现。翻出旧账，那是真要命。萧大师，风晶兰有天赋，这一点弟子不否认。可中州丹道大会非同小可，让他参与，是不是太冒进了？他入丹道时日尚短，根基未稳。宗门若真想历练弟子，换个场合也可。中州那边，药王谷、青木宗、万丹楼都会派人，哪一家不是老牌丹师？方金兰若在会上失手，外人不会说他年轻，只会说我丹殿识人不明。裘师弟，风晶兰是你的弟子，也是你力荐的，说说吧。丹道讲年头，可不只讲年头，并非只看年头。那你看什么？风晶兰炼丹时间短，这不假。可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炼出极品丹，也不假。2阶丹师里，你挑一个出来，能做到几次？极品丹也有运气成分。有，那你也运一个给我看看。裘大师，我只是为丹鼎名声考虑。丹殿名声不是靠藏人藏出来的。你们总说年轻人要磨，可真有个能磨的，又怕磨坏。丹殿若只派些稳妥的老面孔，中州那帮人不会高看我们，只会说我们没新东西。李丹，你担心的并非没有道理，但名额不是凭资历排队。风晶兰能入选，是因为他有成绩。丹殿不缺手炉的人，缺的是能在关键时候拿出东西的人。就这样定了，
名单我会即刻上报门主，诸位回去准备，3日内不得再为此事争执。哼，年轻人气性大，丹火没控明白，先学会控别人名额。你少拱火。哼，我这是讲道理。唉，你讲道理时，别人通常更难受。丹方残了，府药缺漏，火候记录断裂。最坑的是成丹前最后一步，只写了成丹前需。需什么？需斋戒沐浴，还是需把炼丹师一起塞进炉子里？说是按残方硬炼，炸一炉的损失够我肉疼半个月。丹方残缺，药性却能对上。破障类丹，成丹前以温火收药，即烈火淬丹。若丹纹未稳，需以灵液点炉锁其散形。灵液点炉，原来缺的不是药名，是手法。有意思，四丹方的人还挺懂行。风师弟在吗？名单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一点。外面吵得挺凶，他们吵他们的，我捋我的。这是我以前整理的中州丹道大会资料，你可以看看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劝你退出的。你不反对？反对没用。再说你能炼极品丹，我反对也没底气。不过中州那地方嘴毒的人不少，你去了别太客气。丹师之间很多时候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，是谁炉子里出的丹更硬。谢了。你在研究新丹？破障金丹。你说什么丹？破障金丹。风师弟，你去中州前，能不能先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？练的时候离我丹师远点儿。师傅，请坐。此次找你来，是有事要嘱咐你。弟子听着呢。实不相瞒，你丹道上的确极有天赋，但丹道一途，光有天赋是不行的，还有眼界、信性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。此次大会，据说初圣宗会拿出几个上古残方，供12宗一起参考研究。弟子记下了。此外，初圣宗向来与我们玄素门不太对付。听说他们3年前新晋升的那个金丹圣女柳如烟，传闻曾获得过大机缘，不仅修为高深，就连丹道造诣也颇善。又是柳如烟，传闻获得过大机缘，那分明是抽我的血，挖我的骨换来的。金丹后期大圆满，只差半步便可碎丹成阴，可这半步难如登天。每到破境关头，我识海里总会出现那张脸。嫣儿，等我18岁，便去你家提亲。风哥哥，你还活着吗？90年了，一个被挖去至尊骨经脉尽废的人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嫣儿，是你要的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被逼的。宗主拿我李家376口性命，拿我母亲魂灯逼我。别误了吉时。对不起，嫣儿有苦衷。圣女，宗主请您去太初殿。何事？听说南域那边有异动，天机阁送来一封密信，宗主召各峰长老议事，也点了您的名。
南域，密信上说南域出了个怪人，连跳7座宗门，专找当年参与过至尊谷之事的人。那人出手狠，打完还留字。留了什么？千古者还古。圣女，会不会是有人借旧事生乱？90年前那人，应当早就没了吧？你要带他去太初殿，可宗主若看见……看见便看见。我修了90年无情道，却没修成无情人。初圣宗要我忘，我偏忘不了。这洞府真不是人住的，狗来了都得喊一声晦气。说得对，以后少来。嫣儿，你来得正好。此人疑为风惊兰。风大师，风大师来了。风大师今日怎么有空来执事厅溜达？风大师，今日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这小地方来了？在下王刚见过风大师。李主事，我今日来是问洞府之事。店主先前亲口许诺，让我想2阶丹师全部带入。按宗门规矩，我该有一处独立洞府。此事自然记着。主事厅已经替你备下一处，就在北峰，那里灵气尚可，占地半亩，离丹房也不远，来往方便。不够。怎么？风大师嫌小？我现在是2阶丹师，修为也到筑基后期巅峰。李主事说的北峰半亩洞府，是炼气期内门弟子的规格。若我没记错，那一片连独立药园都没有，只有几块共用灵田。风大师倒是做了功课。住处关系修行，总不能糊涂。宗门律册第3卷丹师供奉篇，2阶丹师与筑基修士，洞府占地不得低于5亩，另配10亩药园。药园可荒可修，但不得以弟子居所替代。风大师，宗门山头紧张，不少老牌筑基修士也还在等洞府。规矩归规矩，实情也要体谅。王大师若愿体谅，可以把你的洞府让一半出来，我没意见。风大师说的没错，可宗门眼下确实没有合适洞府，此事难办。你总不能让我凭空给你变出5亩地、10亩药园吧？有。何处？红鸾峰西侧有一处空植山靠，占地6亩有余，旁边连着5亩旧药园。药园荒废多年，杂草高过人腰，但地下灵脉还在。镇基残了3处，修一修便能用。我去看过，不占现有弟子洞府，也不碍宗门规划。红鸾峰西侧接着灵脉直流，灵气极佳，若不是女弟子多，早被人盯上了。这等好地方怎能给他？哪里不妥？劳烦添杯茶。执事厅待客，总不能让2阶丹师干坐着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哪里不妥？红鸾峰多为女弟子，你一个男修住过去，传出去容易惹闲话。李主事虑得周全，不过我选的是西侧荒地，离红鸾峰女弟子洞府最少隔着2道山梁。真要论近，执事厅后院离女眷居所还先些。难道李主事也要搬？这是非要那块地？不是非要，按规矩搬。若李主事觉得难，我可以去找店主。店主若也觉得难，我再去门主那里问问，宗门律册是不是只给弟子看的，正好也能问个明白。店主当日许诺在前，到了上头少不得挨训，上面未必会为了这点地偏袒执事厅。既然风大师看中，那便按你说的办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那处洞府荒废多年，宗门只划地，不拨修缮灵石，洞府药园阵法禁止，全由你自行承担。修一座合格洞府，少说也要上万下品灵石。风大师刚进2阶，手头若不宽裕，不妨再等等。多谢王刚大师挂念，别的不好说，下品灵石我还凑得出。这是禁制令牌，凭此牌可入地界，明日起可动工。阵法建成后，需来执事厅备案。
多谢李主事，今日这茶不错，就是杯子不太经用。李主事往后少捏。老东西，仗着会炼几炉丹，就敢骑到老夫头上拉屎撒尿！师叔何必动怒？红鸾峰规矩多，闲话多，他住过去未必安生。修洞府耗费巨大，万把灵石只是起步，够他喝一壶的。你当他是寻常2阶丹师？此人滑得很，赶来要地必然是有备而来。那就让他修。红鸾峰那几位师妹可不好相遇，西侧皇帝早被他们当成采药晒衣的后院了。风景兰一去，少不了冲突。倒是闹起来，师叔只需按规矩秉公办事便是。既然他要住红鸾峰，那就让他好好住。明日动工前把消息放出去，只说风大师看中了红鸾峰西侧，执意无碍。师侄明白。2阶丹师符都认不出来，你也瞎呀？2阶丹师怎么来咱们这破地方了？难不成是来找人废丹重炼的？咱们能练个屁的国会！闭嘴吧你，别把贵客吓走了。2阶丹师指缝里漏点渣子，都够咱们吃半年了。这位大师，不知来我们杂役店有何吩咐？我需要10名手脚利落的杂役弟子，去帮我修建洞府和药园。原来是风大师，您快请稍坐，我去请主事师兄出来。风大师，您先坐，这椅子今早刚擦过，绝对干净。今早明明是你拿袖子抹灰的。外门杂役店主事杨潇见过风大师。杨主事，我要修建洞府和药园，需要10名杂役弟子，要求很简单，不偷奸耍滑，手脚干净，身份清白，最好是贫寒出身，肯吃苦的。修士挑杂役大多挑灵力会来事的，他却要贫寒肯干的，倒是不常见。风大师放心，肯干活的穷小子杂役店里有的是。只是修建洞府耗时费力，人手若太差，反而耽误进度。待遇不是问题，宗门该给的月俸照给，我这边另算工钱。活干得好，重重有赏。若有人敢偷奸耍滑或者手脚不干净，直接退回杂役店。另算工钱？我现在去把祖坟翻过来还来得及吗？你先把你欠食堂那2碗0百饭钱还了再说。风大师，您稍后，我亲自去把最干净利索的10个人挑出来。那些油滑爱占便宜的废物，一个也不往您跟前送。我不急，但人一定要对。来人，把外院名册取来，把近半年无违纪记录的先挑出来，家世清白、无依无靠的也列一份。风大师，这30人我都查过，家世清白，穷苦出身，手脚勤快，没那些乱七八糟的牵扯。您挑10个便是。风大师如今地位非凡，这人挑的好是情分，挑砸了就是给自己找晦气。这小姑娘灵根寻常，可这眉眼竟有几分像上一世那个放不下的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仙人，我叫谢念青。谢念青，你算一个。我刚进宗门1个月，连水桶都拎不稳，本以为只是凑数，竟然第1个被选中了。还有你们9个，出列。从今日起，你是他们9人的头，洞府修缮、药园清理、日常杂物都由你统筹。干得好，我不亏待你；干得乱，我也不听你喊冤。仙人，我没管过人。那就学，管人不难。谁偷懒，记下；谁干活踏实，记下；谁敢欺负同伴，也记下。你记得清楚，我赏罚就不会错。这规矩简单管用。我在杂役房最怕干活被抢功或者背黑锅，有这话我就安心了。你们所有人的月例按外门弟子标准发放，辟谷丹灵米一样不少。另外，药园若管得好，
每月额外发零食，表现最好的可得聚气丹。外门弟子阅历，聚气丹，灵石，那可迈进修炼门槛的钥匙。多谢仙人！多谢仙人！行了，别喊得像我已经飞升了，以后叫大师就行。杨主事，手续你办好，明日辰时，把人带到红鸾峰西侧洞府报到。工具、种子、基础阵齐，该走宗门账的走宗门账，该从我这儿扣的你列明细。还有，别给我塞些破铜烂铁，我识货。弟子明白，绝不让大师费心。大师说笑了，弟子哪敢？恭送大师。破归破，灵脉还在。东侧荒药园土质不错，北面枯井还有湿气。最完美的是西半角这处被藤蔓遮住的山洞，清理出来布下阵法，比重建院落省事多了，省钱省时。这处洞府是你占了？此处是我的新洞府，已经登录在册。若是走错了路，趁早离开；若是故意整事，也请想清楚后果。你的洞府？这个地方我蓝玉5天前就看上了，李主事亲口应下，批复迟早是我。你一个刚搬来的，拿块破牌子在这吓唬谁呢？蓝玉，这名字我听过，筑基后期巅峰，天赋好，脾气臭，什么都争。还拉帮结派把水搅浑，今日倒是撞上了。再说一遍，这座洞府已经归我，手续齐全。你若不服，去找登记处，别堵我们。老东西，别拿手续压我。你是2阶丹师不假，可别忘了，这里是凭实力说话的宗门。论修为，我筑基后期巅峰；论资历，我入门50载；论人脉，内外2堂都有熟人。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这座洞府，我势在必得。但你持剑堵门，口出辱言，意图强占已登记洞府，这个事够不够执法堂记上一大过？执法堂只看证据，李丹那句口头答应根本没用。这事来得太巧，我刚从李丹那儿登记完，蓝玉就带着口头批复打上门。这分明是李丹那老狐狸借刀杀人。拿个蠢货来试探我，成了我吃亏，不成蓝玉结怨，他2头干净。这老家伙竟然不按套路出牌，不拔剑直接摆门规。2阶丹师地位尊崇，对丹师令动剑，轻则扣功勋，重则逐内山。蓝玉，是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按门规，2阶丹师令除，金丹期以下弟子需守礼。你不喊我风大师也行，我不爱听这些虚的。蓝师兄，要不先去问问李主事？怎么不走？那我现在传讯执法堂，正好让他们看看宗门里什么时候多了个洞府王，指哪儿站哪儿。洞府王，风惊兰，你好得很。今日这梁子算结下了。梁子别乱结，你若真有批复，去拿文书，拿不出来，就别在我门口演。咱们骑驴看账，走着瞧。蓝玉心眼小孩记仇，今日吃了饼，必定仇。不过我并不惧，门规就是刀，能压人不用牌不用，经手执事禀弹，信息都没错，错的只能是人。先留底。修仙界很多麻烦不是打不过，而是没凭证，灵气浓郁，设施齐全。这地方我必须尽快完全掌控。山洞背靠山壁，前方开阔，左侧细泉汇成小潭。药园土质松软，埋聚灵纹能省灵石。唯一的问题是太空，这要是不围起来，哪天灵药被人顺手薅了，我还得夸他手法干净。山洞做修炼洞府，洞口建小院，
外围建杂役屋舍，药源布迷阵、防阵、聚灵阵、杀阵。红鸾峰不是荒山野岭，杀阵太凶，若误伤了师姐，叶红玉第一个找我算账，能拦人示警就行。普通阵法凑合，可护住整座洞府少不得阵盘。我手里阵气不够，自己炼制又来不及。穷果然会限制一个人的前途。师弟，动作挺快啊！师姐怎么来了？恭喜你拿下这块洞天福地，我特地去师傅那里替你要了几套阵盘。师傅听说你要自己修洞府，骂了句败家，然后给的比谁都痛快。阵纹细密，灵力顺畅，出自阵道高手之手。低阶阵法防不住蓝玉那种人。这阵盘来得太及时了。师姐，帮大忙了。你缺什么丹药？我这里还有些存货。咱们俩什么交情？哼，分这么清做什么？不过你既然非要谢，那就再给我2颗极品凝金丹吧。师姐刚才不是说不分这么清？我说的是交情不分清，丹药可以分得很清。极品凝尖刀这东西，放谁手里都烫手。放我手里不烫，我替你分担。师姐这份心意，师弟记下了。布置的还算有章法，洞府、药园、杂医院分开，免得以后乱。就是你这外层防阵太薄，真有人从上头闯进来，容易被撕开口子。所以才头疼。头疼什么？我都来了。36天罡阵旗，摆成天罡锁灵阵，外可遮掩气机，内可困人，再接一套小聚灵阵，把药源灵气压住。你平日修炼也受益。师姐懂得不少。少拍马屁。阵盘是师傅给的，我只是会用。真让我自己练，我能把阵旗练成烧火棍。外墙向外扩3丈，圈住全坛。药源单独留小门埋禁止，杂医院放东侧，方便看守。左偏1寸，再深半尺，别省灵力。阵旗埋浅了，改天被山鼠拱出来，你这洞府就成笑话。红鸾峰的山鼠这么厉害？你别不信，上次有个师妹刚种下3株紫纹参，第2天只剩3个坑，最后查出来是药园里一窝灵鼠成了精。那窝灵鼠后来被师傅抓去守仓库了，嘴比人严。滴血认主。阵内每一处变化，灵气浓淡，尽致薄弱，尽在掌控。有了这座阵，洞府才算真正落在我手里。成了，以后寻常弟子进不来，金丹以下硬闯，够他在里面转半天。若是金丹出手，阵法会示警，你拿玉符就能察觉。师姐，这阵盘不便宜吧？别问，问就是我疼你，再问就是我替你挨了一顿骂。这瓶回灵丹，师姐拿着。算你有良心。太阳落山了，我先回去，有事找我。此地荒废太久，倒不算坏事。荒没人打主意，破圣宗正后也难瞧出本地。2年后中州丹道大会，总要碰面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或者说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怎么毁了我？仇不是念出来的，得一步一步走。风大师，外门杂役店杨潇求见。都进来吧。请。大师，您要的杂役弟子带到了。有劳。
大师客气了，这点小事本就该弟子来办。2颗聚气丹可是半年份奖励，这大腿抱对了。先念清。弟子在。从今日起，洞府外院花草药园由你统管。这是地形图。第一，清理杂草；第二，围墙圈界；第三，修整小院。里面有炼气诀和建造诀。建造诀先由你参悟，再教他们。别急着求快，修错了还得我费丹药救人，不划算。炼气诀，这足以改变我们一辈子的命运。15块下品灵石，每人1块，剩下公用。饭食工具从里支，账记清楚。多谢大师，弟子会把事办好。杨主事，你可认得建造大师？我要建一栋7层阁楼，净室、丹房、库房等都要齐全，地基要稳。7层阁楼，大师若信得过，弟子这就去请人，材料我也能去访视问价。500块下品灵石，你先买材料，不够再找我。500块，连敲打都没有就直接交给我，越是这样越不敢乱来，伸手就是断路。大师放心，材料进出我都列账册。有半块灵石来路不明，弟子自己去执法堂领罚。账册交给先年轻，他负责登记。是。谢师妹，往后劳你多费心，材料进出我都找你签字。杨主事，按规矩来便好。今日先清理外院，午后我会划出禁区，不要擅闯。活干得好，月底有丹药；偷懒耍滑的回杂役店。都听见了吧？谁敢丢人，我第一个把他拎回去。杨主事，您拎得动吗？拎不动就拖。风大师，人给您请来了。这位是韩立韩师兄，这位是叶帆叶师兄。他们2位以前替外门修过楼阁，也接过执事堂的院舍活计，手上功夫没得挑。弟子韩立，见过风大师。弟子叶凡，见过风大师。劳烦2位跑一趟。我这边要建一栋7层阁楼，草图杨潇给你们看过了吧？看过。风大师这阁楼不只是住人，底层要宽，2层到6层分室，7层留作静室。若按寻常木料建，3层还成，7层就不稳。遇上山风，时间一久，梁柱会失力。还得加阵基，不是防御大阵，至少要有稳固、避潮、隔火3样，否则炼丹炉一炸，阁楼先替人升天。说的实在，我要的就是稳，不是好看。材料该用什么，你们列清楚。风大师，7层阁楼用材不少，主梁最好用青纹林木，柱脚用陈山石，屋基加青林瓦，再算人工运输、镇基刻录，少说5000下品灵石。工期2个月，若遇雨季，还要往后拖几日。5000下品灵石，我要是听见这个数，腿都得先软半截。这里面6000下品灵石，5000用来买料请人布阵，多出来的1000是你们2人的酬劳和周转。账目不用太细，但大项要写明白。6000，真是6000！像这样先给足灵石还多给一笔的雇主，少见。风大师这活儿干着舒坦。我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材料必须用好的，别拿空心木冒充青纹林木，也别把边角料塞进梁柱里。修行之地，根基最要紧。第二，2个月可以，但不能拖，能提前另有赏。风大师放心，若材料明日能齐，后日就能开工。我们再叫4个熟手轮班赶工，不耽误。不过有件事要先说，7层楼阁动静不小，运料上山要过外门几条道，执事堂那边最好打声招呼。若有人卡手续，工期会受影响。大师放心，这事儿我去跑。外门管杂物的周执事，我认识，他爱喝灵茶，我带点过去，话好说。只带灵茶？叶师兄，话别说太直，大家都是修士，要体面。办得不错，明日把执事堂那边也跑顺。多谢大师赏赐，您放心，我今晚就把路铺好，保管后日第一根木头准时抬上来。杨师弟，你这话说的比我亮指还准。吃饭的本事，见笑。风大师，我们今晚回去重画一版图纸，7层承重、楼梯走向、进屋隔音都得改。明日午前，我把材料清单送来，您看过之后，我们再采买。
按你们专业的来，只要楼建得好，灵石不会少。还不去办事？去，这就去。周只是今晚若睡得早，我也得把他喊醒。大师建楼，怎么能等他睡醒再说？再过2个月，炼丹室、静修室、待客厅都会立在这里。有了地方，许多事才方便铺开。大师，还有件事忘了说，我请韩师兄他们时，外门不少人都听见了。您要建7层楼阁的事儿，怕是已经传开了。仿事吗？修仙界最忌讳漏财和漏地，外放的强大灵压被层层内敛，最终变得如同普通炼器弟子一般微弱。这位帅哥，要不要大力丸？1块下品灵石1瓶，童叟无欺，吃了都说好。还有进阶版，可助修行突破。你那玩意儿，凡人吃了都上火，别祸害修士了。小兄弟，看我这上好的辟谷丹，1颗管3天，不噎嗓子。聚气丹，刚出炉的聚气丹，炼气3层吃了冲4层，冲不上来你来骂我。这位小帅哥，欢迎光临天机阁，我是这里的掌柜，姓柳。您想买丹药、法器还是灵草灵种？这些灵种有货吗？小帅哥要的东西不少，七星草和汉白莲还好说，烈焰花对火灵气要求高，灵种保存也麻烦，价格比普通1阶灵种贵3成。至于青玉藤，那是2阶灵植，单颗灵种就得10块下品灵石起步。品质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去后库把甲字柜第3层的灵种取来，别拿错了，要玉盒封存的那批。请看，都包起来。全要？清单上的有多少要多少。小帅哥痛快，我也不绕价。清单上的灵种，我这里能凑齐8成，共计326块下品灵石。您买的多，抹零320块。可以。有没有3阶紫纹金枝幼苗？紫纹金枝，那可是3阶灵草，培育难度不低，低于50年药力不成形，寻常药源种不活。这些我清楚，有没有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只有3株幼苗，价格不便宜，而且丑话说在前头，买走后若养死了，天机阁不退灵石。先看货。这3株是半年前从一处秘境里移出来的，移植时伤了根，我花了不少灵石才稳住，现在长势还算可以，不过离成材早着呢。伤根不假，但不是致命伤。配上我的灵泉水，养回来不难。开价，3株一起1200下品灵石。幼苗伤过根，3株里有1株灵纹断续，最多撑2年。你卖1200，是把我当冤大头，还是觉得我长得很富贵？这可是3阶灵草幼苗，伤根的3阶幼苗950、850，外加前面灵种一起结账。若不行，我去别家看看。回来，880，不能再低，再低我真亏本，今晚都得少吃2碗饭。筑基修士还吃饭？吃不吃是一回事，亏不亏是另一回事。小帅哥，你这刀砍得太准，掌柜也要脸。成交。紫纹金枝离土不能超过2个时辰，回去后尽快摘下，3日内不要施肥，也别用烈性灵液催生，催得太急，叶子长得快，根会烂。多谢提醒。若你真有药源，以后灵草成熟也可以卖给天机阁，价格未必最高，但账干净。你们天机阁开门做生意，总不能把好东西都藏着吧？我刚才可听见了，有人买走了紫纹金枝幼苗，让他拿出来，本少出双倍。风大师，巧了，这紫纹金枝本少也看上。我已经付了灵石。付了又怎样？东西拿出来，再把储物戒交上来。你若识相，今天能少吃点苦头。你这是想明抢？明抢？你说对了，本少今天心情不好，偏偏你又撞上来。
风清兰，你一个靠丹道混口饭吃的二阶丹师，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兰少，你消消火，紫文金枝若是你要，我再替你选。3日不，2日之内，我一定给您送到府上。这几株已经卖给客人。你是怕我砸了你的店吧？老东西，敢不敢出去？别躲在女人后面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本少陪你练练。在店里动手麻烦多，他主动求个清静，实在贴心。走吧。还真敢！你不是急着送我上路吗？想跑？会挑地方，有山有水，还安静，给你当墓地不算委屈。你废话一直这么多，风清兰，你不会真以为凭你筑基中期的修为能跟我动手吧？跪下，把紫温金枝交出来，再磕3个头，本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你们兰家的人都这么会替别人安排后事？找死！8成力，不可能！别急，你还有2成，别浪费。装神弄鬼！你刚才说要碾死谁？你隐藏了修为！你竟然是金丹中期！很意外吗？我本不想杀，可是你非要上赶着找死，好好活着不好吗？干嘛总喜欢惹是生非？你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我师父绝不会放过你的！废话真多。这蓝玉死得不冤。修仙界杀人不难，难的是别留下尾巴。大师回来了。做你们的事。谢年轻，弟子在。这3株紫纹金枝单独开辟一块灵田，用中等稀上培植，不许直接浇灌灵泉水，必须先稀释3成药力。你亲自盯着，若出了半点差池，扣你3个月月俸丹药。谢师姐，这回你睡觉都得睁着半只眼了。少废话！今晚你给我在药园守上半夜。去吧。速来丹房执事厅一趟。师父亲自传信，少有这般简短。蓝玉的事暴露了，还是丹房那边出了别的变故？大师，可有吩咐？药园看好，任何人来都别让进。若是丹房的人来取药，让他再次等我回来。弟子记住了。蓝玉死在荒山野岭，尸骨不存，储物袋和身份令牌都已焚毁，现场没留下斗法痕迹。按常理，执法堂就算把那片山翻3遍，也翻不出一根毛来。麻烦在于修仙界从不讲常理，魂灯熄灭，能定时辰。宗门内有些法器，还能牵出陨落前的方位。若他们顺着这个查，蓝玉最近的行踪和我有多处重合，洞府一事又闹得不算小。蓝玉那张嘴也不干净，得罪人不稀奇，可我刚好和他有冲突，这就有点扎眼了。最要命的是那把中品飞剑，储物袋能烧，令牌能毁，飞剑我却舍不得。一把中品飞剑而已，我怎么就下不去手？穷兵害人。不过执法堂办案讲证据，何况我如今是2阶丹师。师傅，进来，把门带上。
执法庭的人来了。武当峰蓝玉，上午魂灯灭了，执法庭查到你前些日子和他争过洞府，按宗门规矩要问话。洞府之事，弟子不否认。那日不少人都在，蓝玉咄咄逼人，弟子只是按规矩争取。这话可以说，但多余的一个字别添。弟子这几日都在洞府忙修建，叶红鱼师姐、仙剑七，还有几个杂役弟子都见过。至于蓝玉去了哪里，弟子不清楚。记住，是未曾与他私下见面，也不曾起过第二次冲突。执法堂问什么，你答什么，别抢话，别解释太多。修士最怕什么？不是嘴硬，是嘴碎。弟子明白。你明白个屁！你们这些年轻人炼丹时手稳，遇事嘴比丹炉还冒烟。执法堂那帮人吃的就是这碗饭，3句话里能埋2个坑。要是自己往里跳，为师捞你都嫌费劲。蓝玉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武当峰那边也未必真心替他喊冤。可死了人，宗门总要有个交代。你是丹房的人，又是2阶丹师，他们不敢乱来，但你也别给人递刀。师父放心。放心？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张看着老实的脸。走吧，人在偏殿等着。那是温养的草，你给他跳混呐！裘大师，风大师，人带来了，该问就问，丹房不拦执法堂办事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问话归问话，别拿审犯人那套往我徒弟身上招呼。裘大师言重了，只是例行询问。风大师，蓝玉陨落前与你有过争执，此事可属实？属实。因何争执？洞府，弟子晋升2阶丹师后，按丹房规矩，可选一处更好的洞府。蓝玉也看中了那处，言语不太客气。弟子有玉牌，洞府早就归我。之后可曾再见过蓝玉？没有。私下传讯呢？没有。他可曾威胁过你？当着众人的面说过几句难听的。修士争资源，嘴上输不起的人不少。说这也算威胁，那外门斗舞台每天都得立案。蓝玉魂灯熄灭的时辰在今日上午4时末到5时初之间，那段时间风大师身在何处？洞府，叶红鱼师姐来过，谢念其也在，还有几名杂役弟子。风大师近日可曾离开宗门？修建洞府所需材料多由外门弟子采购。若是问今日，我去过坊市采购丹炉辅料，这在丹房不算稀罕。去坊市做账，买些灵药种子。丹房库里的东西贵，品质还不见得好。哼，这话你回去写成条陈，交给库房管事。弟子食言。有人提到蓝玉陨落前，你也曾离峰外出，那该问见过他的人。风大师不关心他去了哪里？我与他不熟。若宗门规定丹师必须关心仇人的行踪，还请执事给我一份新规，我回去背。问重点，丹房今天还有3炉丹要开，耽误了，你们执法庭赔灵药。风大师，还有最后一事，这是执法庭从蓝玉魂灯灯座上取下的残息符，残息牵引，指向丹房一带，能否解释？什么解释？莫非2位觉得我一个筑基中期能杀得了半步金丹境的蓝玉？2位只是查案，查到我炼丹房来了。若只是问话，老夫开门迎客。若是要扣帽子，麻烦先把帽子做大些，别戴到一半掉地上，丢人。风大师误会了，我等职责所在，例行问询。蓝玉执事死的蹊跷，凡与他有牵扯之人，都需记录在案，还请大师见谅。是见谅。上午我的确去过坊市，买了些药种。2位若要查，尽管去问摊主。不过我没见过蓝玉。风大师确定？确定。
我还没老到连人都认不清，蓝玉也算人物，走哪儿都有人让路。我若见了，躲还来不及，哪会凑上去给自己添晦气？我记得蓝玉出入时，身边常跟着2个小弟，两位不妨去问问他们，蓝玉近日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。若问我这个买药种的，怕是问不出单方来。风大师言之有理，此事我等会再核查。那就好，若还有需要，我在炼丹房，只要不耽误开炉，两位随时可来。多谢大师配合，今日叨扰了。问完了？问完了，问完了。老夫的弟子不是谁想冤枉就能冤枉的，回去告诉该听的人，手伸太长容易断。你刚才动怒了？是，弟子只想本分炼丹修炼，不想招谁，也不想惹谁。可这些人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。有人在给你使绊子。洞府之争不是蓝玉一时兴起，蓝玉在宗门混了几10年，不会闲到去为难一个刚冒头的丹师，除非有人给了他好处或者许了他东西。但李想没有证据，说出来只会让人抓住把柄。蓝玉死了，对方未必心疼，这样的人本就是拿来挡刀的，死了还能顺手泼你一身脏水，一点不亏。倒是会做买卖。修仙界的烂账比药渣还难清，药渣还能沤肥，有些人连肥都不配。但蓝玉那位师傅，你要留神，那人护短且不讲理，若认定你和蓝玉的死有关，就算没有证据，也会来找麻烦。弟子该如何应对？这几日别单独外出，房师先别去了。需要什么药材，让杂役弟子代买。平时从你账上扣。炼丹房内有阵法，他不敢硬闯，真要来也得先过老夫这一关。多谢师傅。谢什么？你叫我一声师傅，我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按进泥上。不过你也别高兴早，麻烦挡得了一时，挡不了一世。你境界太低，是个大短板。单练得再好，拳头不够硬，别人照样觉得你好捏。弟子明白。明白就去修炼。还有，别光修炼，今日这炉丹你盯着，若炼废了，你就把药渣吃了，别浪费。刚才还师徒情深，转眼就要我吃药渣，果然，温情炼丹房里活不过3句话。还有一事，查蓝玉的人不会这么快罢手。今天这2名执事只是探路的，后面来的未必这么好打发。那就让他们来。弟子也想看看，背后那只手到底有多长。蓝玉那位护短的师傅李长生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金丹后期而已，我手里有吞天阙云式和辟邪剑，真要拼命未必不能周旋。只是底牌亮出来，价值就少了一半。修仙界最不缺自以为命硬的蠢货。真正让人投鼠忌器的，从来不是拳头，是价值。只要我练出3阶凝金丹，谁想杀我，就是在砸宗门的饭碗。凝金丹得提上日程了。风大师，7层根楼所需材料都购齐了，青钢石3600块，火漆木800根。灵砂玉粉、镇机铜片都按您给的数目买了。您要不要过一遍？你倒是记得清楚。花的是大师的灵石，弟子不敢糊涂。叶凡师弟还嫌我抠，说我买个木头都要掰开看看年轮。我那是嫌你跟摊主砍得太狠，人家最后差点把摊儿收了，说再卖下去祖宗都要托梦骂他。省下多少？一共省了273块下品灵石，零头我也记在账上。不错，以后你管账。大师，那我呢？你盯施工，有人偷懒就扣工钱，有人手脚不干净，先打断手，再来告诉我。这个我熟。大师，您先验材料。材料没问题，明日开始动工，先打地基，再立主架。7层阁楼不求快，稳字排第一。大师放心，弟子请了3名熟手，
主体1个月内可成，后面的内饰、聚灵阵、防护阵，还得您亲自定。按你的章程来，灵石不够找我，不要为了省几块灵石坏了根基。盯紧些，尤其是阵基位置，谁敢乱动，别客气。大师放心，我今晚就睡材料堆旁边，谁敢偷1块石头，我让他背着石头去执法堂。执法堂未必收，那就先打一顿再送。大师，幼苗移栽的如何？都按您的吩咐种下了。3株紫纹金枝生机还稳，根须已经入土。灵叶今日浇过一次，未敢多用。做得不错，都是大师教的细。别把功劳推给我。灵芝最怕粗心，你每日记录长势、叶色、灵气波动、用液多少都写下来，出了问题不要硬扛。我会记清楚。夜里药园要留人看守，这几张示警符贴在4角，若有虫兽靠近会有反应。你修为不高，别逞强，先喊人。多谢大师。我修为长得快，手段却太少，辟邪剑和云石不能乱用，保命秘法必须补上。黄阶功法也有黄阶功法的活法。这要是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洞府闹鬼，专闹没头没尾的那种。大师，大师您在吗？什么事？您这功法挺适合查岗。所以别偷了。大师，主体完工了。从今日起，这里就是我的地盘。大师丹殿执事送来的，说是丹房那边有加急任务。方大师，凝神丹的任务接不接？奖励翻倍，有人急用。店主特意吩咐让我先问你一声，若你接，材料马上送到。凝神丹，这丹药在2阶里极难炼制，成丹率极低，丹殿如此催促，定是大人物急用。任务我接，材料送来，出办2日后交货。方大师，这是5份材料，店主交代，务必2日内炼成2炉，成丹6颗。若能多成1-2颗，丹殿会按规矩另算灵石，不让大师白忙。 5份材料2炉，你们丹殿对我还挺客气。风大师见谅，实在是急。丹房那边已经问过几位2阶丹师，他们都说时间太紧，怕误了事。急成这样，何人要用凝神丹？弟子在殿中听了半句，应当是武当峰的王彪师兄要结丹了。就是那个在擂台上连挑7人的王彪，正是他。听说武当峰那边已经封了净室，护法长老都到了，只等凝神丹送过去。那他倒挺会挑日子。回去告诉丹殿，2日后取丹，若提前炼成，我会让人传话。方大师，店主还说，若这炉丹成得好，后面宗门会给你补1份贡献。补多少？这个，弟子不敢乱说。那就让店主别说的太玄，丹师也是要吃饭的。5份材料，若只交2炉，丹殿高兴；若交3炉，他们睡觉都得消息。
开炉。5份材料，承担4炉。交任务的10颗装在这2个瓶里，剩下的3颗极品和几颗上品我自己留着。极品丹药放在外面太扎眼，自己留着最稳好。风大师，丹药炼好了，拿去。 5颗上品，5颗中品，风大师出手真叫人开眼。2阶丹师里，您这水平放哪儿都能坐上首席。少拍马屁，你再夸2句，我怕你回去少给我报1份赏赐。哪儿敢啊！谁敢克扣丹师堂的东西？裘大师能把他挂炉边烤3天。那就赶紧回去交任务，赏赐别忘了带来。风大师，这次任务完成的漂亮，上面多半会记你一笔功劳。功劳可以记，麻烦别记我头上不行。 风师弟，来我这里一趟，有急事。师姐一向稳得住，哪怕天大的事也不会用这种说法，这回不太对劲。来了，坐。师姐这么急找我，出什么事了？ 先把吞天雀还你。臭老头，你总算想起本姑娘了！这几个月憋死我了，吃也吃不饱，玩也玩不好。叶姐姐的储物戒干净的跟新洗过的碗一样，连块能啃的破铁都没有。你少在这儿胡说！叶师姐的东西你敢乱啃，她没把你炖汤，已经算欣赏。本姑娘堂堂吞天雀，谁敢动我？臭老头，你这是偷袭！快把宝贝拿出来！本姑娘是3天3夜。里面除了那几件极品灵器，其他的随便吃。敢碰极品灵器，我就把你送去丹房看炉火。师姐叫我来，不只是为了还她吧？蓝玉的事，执法堂查过你。前些时来过2个执事，问了几句，说是例行问话，没拿出实证。李长生呢？蓝玉是他最喜欢的弟子。裘大师提过，李长生会起疑，但查不到证据，明面上动不了我。明面上动不了，不等于他会咽下这口气。今日我从师尊那里得来消息，李长生去找过他，还亲自去了执法堂，翻了蓝玉那案子的卷宗。那2个找你问话的执事被调去了黑木峡3年。黑木崖是险地，筑基弟子去是拿命换功勋，2个执事只因问了我几句就被扔去那里。李长生这是在杀鸡儆猴。这位李长老脾气不小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不然呢？我总不能现在冲去执法堂跟他说蓝玉不是我杀的，请他信我。他要真信了，我反倒睡不着。风师弟，别把这事儿想轻了。李长生在内门根基很深，执法堂、外务堂都有他的人。蓝玉死在外面，尸骨无存，线索断了。可只要他认定你有嫌疑，你以后出宫门便处处是刀。师姐今日找我，是宗主的意思？不是，师尊只提醒我近期不要与蓝玉之事牵扯太深。那你还叫我来？我欠你一份人情。况且，云氏在我这里待了几个月。李长生若查的细，未必查不到我身上。与其各自装糊涂，不如把话说开。师姐倒是坦诚。坦诚不值钱，活着才值钱。风金兰，喊全名，多半不是小事。你我相识15载，从我接你入仙门，到7星矿坑你拼命救我，再到后来，你一次次拿出极品丹药助我破境，这些事我不是木头。你的修为为何这么高？你身上为何总有用不完的底牌？你不说，我便不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，我叶红鱼还没下做到刨人根草。别打岔，我今日只问你一句，你的心里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
有没有我？不要装哑巴，看着我。你可愿与我结为道侣，彼此共言大道，生死相托？道侣是命契，是生死相托。换做旁人，我早打哈哈混过去了。可眼前是叶红鱼，是嫌我根骨差，却仍给我玉牌的人，是矿坑里挡在我身前的人。风金兰，你若不愿，直说便是。我叶红鱼拿得起，也放得下。师姐，你贵为宗门天才，天资、人望、容貌，哪一样都压我一头。我不过是个100岁老登，平日里还不爱洗澡，一身老人味儿，何德何能得你青睐？少来这套！你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给个痛快话。好，既然师姐不嫌弃，那我这个老登便厚着脸皮，老牛吃嫩草一回。算你识相，本姑娘便宜你了。是，叶师姐吃了大亏，回头若有人问，我就说是我死缠烂打，哭着求来的。你敢？那我说你慧眼识珠，这个还能听？以后别叫师姐了，那叫什么？红鱼，只许你这么叫。红鱼，没有天地见证，也没有宗门大礼，今日只有一盏茶，你若嫌简陋，日后补我。我不嫌，今日这盏茶比什么礼都重。那便敬道侣。敬道侣。老风，你以后若敢辜负我，我便把你那些极品丹药全收走。只收丹药？还要把你赶去看守灵兽园，让你天天给仙鹤产粪。那我这辈子都不干了。还有，过几日我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。为何离开？可是宗门任务。宗门任务，与几位师姐妹前往幽暗森林，采集幽灵石和几味灵草。快则2月，慢则半年。幽暗森林是中州西北出了名的险地，妖兽成群，阴气极重。凝金丹的主材幽灵石更是白日不显，极难采掘，非去不可。凝金丹不能只靠宗门分配，幽灵石这东西越早备下越安心。再说，这也是宗门任务，推脱不了。那你多留个心眼，遇见3阶妖兽别逞强，能绕就绕。幽灵石没了还能再整，人要是没了，我上哪儿再捡个老婆回来？你这话听着像在咒我。我这是善意提醒。善意提醒能不能别这么晦气？要不我让吞天雀云氏跟你走一趟。那丫头嘴是馋了点，脾气也怪了点，打架还算靠谱，至少能替你挡下很多麻烦。不了，云氏喜欢跟着你，让她留下吧，别跟我争。再说你身边别又被人堵门，我可不想听见你被人按在地上喊师姐救命。我喊救命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敌人先喊，这叫战绩沉淀。这件上品灵甲我无意间得来的，你穿上，不是元婴出手，挡几下问题不大。幽暗森林阴雾多，利爪毒牙防不胜防，有它护身，我也能少念叨几句。不错，师姐穿起来比我想的还合身。看哪儿呢？看灵甲。灵甲在衣服里，所以我在研究阵纹覆盖范围。你再研究，我就把你丢出去。固元丹、筑基丹、补血丹、疗伤丹，还有2瓶解毒丹。幽暗森林蛇虫多，别嫌占地方。老风，谢谢。谢什么？道侣之间分这么清干嘛？再说了，我别的不多，丹药灵宝还凑合。凑合？谦虚一下，显得我有格局。你还有格局？有，特别大，大到能装下一个叶师姐。行了，别臭美。你以为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年纪大？图你会贫？我分明图你空间戒指里宝贝多。
好啊，原来我只是个会走路的宝库。你才发现？那不成，宝库被人惦记，我得先收点利息。该回去了。再待会儿。再待会儿，你就不想走了？那我不走也行。你想得美！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老冯，别让我在幽暗森林还惦记你这边有没有闯祸。这话该我说你。若我遇险，会传讯。我的也拿着，别硬扛，真有麻烦喊我。你来了能怎样？能让对面后悔出门没看黄历。师姐，幽暗森林那边，别信陌生修士的话，尤其是那种开口就喊仙子，闭口要同行的。10个里面9个心术不正，剩下1个脑子不好。那你是哪种？我是例外。不要脸，保重。保重。这女子外表看似清冷，实则内心热烈如火。只是我们的关系，终究还是要被众多人误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只要我实力足够强大，老牛吃嫩草怎么了？只是眼前的麻烦，李长生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武当峰的人，风惊兰，你出来！柳大师，老朽武当峰长老宋黎民奉峰主之命前来调查蓝玉被害一事。我等查得，当日蓝玉身死之地距离你去过的访视不足50里，而那一日你正好外出。风大师不妨解释解释，这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？那日我确去访视采买灵草，青木藤、火枣、三叶参各买了几份。访视灵草铺有账册，摊主也认得我。至于蓝玉师兄，我没见过。没见过？风惊兰，你少在这里装糊涂！蓝玉师兄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。武当峰弟子孙占军。哦，继续。我们查过了，当日天机阁内，你与蓝玉师兄发生过冲突，随后你们一前一后离开天机阁。蓝玉师兄刚死，你就闭门不出，不是你做的，还能是谁？孙师兄是吧？你说我与蓝玉在天机阁起冲突，谁看见？哪位执事登记？冲突因何而起？几时几刻？你把人请来，我们当面对证。你既敢把话说到我洞府门口，想来证据齐全，拿出来，我现在就跟你去执法殿。若拿不出来，随口构陷2阶丹师，坏我名声，找我炼丹，按门规，轻则杖责，重则逐出内门。孙师兄，你是自己翻门规，还是我替你翻？我只是说你嫌疑最大。好，那就按嫌疑说。蓝玉师兄是筑基后期，我是筑基中期丹师，平日炼丹多过斗。你说我杀他，我认你急昏了头；你说我雇凶，那更有意思。雇谁？给多少灵石？从哪儿交付？杀人者何名何姓？孙师兄，你总不能张嘴就是一套戏，连个跑腿的都不安排。风大师息怒，他年轻，办事毛躁，话说重了。蓝玉乃我武当峰天才弟子，死得蹊跷，峰内上下难免急躁。方才那些话，你全当他脑子进了炼丹炉的烟。炼丹炉的烟也不背这个。风大师说的是，宋长老要查案，我配合；要问行踪，我也能答。可若有人借查案之名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那我也只能去丹殿请殿主评评理。丹殿的丹师虽不爱打架，但写诉状的手比炼丹还稳。风大师言重了，今日我等只问几句。问。当日你何时出门，何时归来？辰时出门，申时潜回。洞府阵法有开困记录，外务殿可查。途中可曾离开访视？去过西市散滩，买了2株年份不足的三叶参，亏了3块灵石。若宋长老愿替我追回，我感激不尽。可曾见过蓝玉？没有。可曾听闻蓝玉与何人结怨？宋长老觉得蓝玉师兄的脾气需要我来炼命丹。这是当日采购清单，灵草铺印记都在。宋长老拿去核验，若还要搜洞，请出示执法殿搜查令。没有令，我这镇府不开第2次。既如此，老朽便不打扰风大师炼丹了。
若后续还有疑问，再登门请教。孙师兄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我忘什么了？你方才站在我洞府门口，说我雇凶杀人，现在证据没有，人证没有，连故事都编不圆。道歉！你道歉！方才是我失言，请风大师见谅。下次编案子先把账本补齐。修仙界不缺莽夫，缺的是会动脑子的莽夫。他们能谈到访视，说明武当峰没打算轻轻放下。今日只是试探，下一回来的未必还这么好打发。里面有几样东西，本该早些处理。老头儿，这破玩意儿给我的。吃了，别留痕迹。靠！你把我丢给你老婆好几个月，我都饿瘦了，你就拿这破剑让我吃？本姑娘不干！再给你10块上品灵石。算有良心。这丫头的胃口越来越不像正经女孩。弟子风惊兰已能炼制凝金丹，愿于丹院开炉验丹。蓝玉背后的人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与其等别人把刀递到脖子边，不如先把我的分量抬上去。他这是准备拿灵石听效。凝金丹炸炉可不是听效，得听命。听说风大师要炼凝金丹。风大师，你这称呼改得够快啊！前几个月还叫人家风师弟呢。那不是人家升了2阶丹师吗？嘴甜一点，不寒碜。哼，一个晋升没多久的2阶丹师，还真把自己当天才了。凝金丹向来是金丹期丹师才敢碰的东西。他一个筑基中期巅峰，拿什么呀大胆货？拿脸？拿脸也得看脸硬不硬。我听说当年裘大师炼这丹时已经是金丹初期，还苦练5年才成了一乳。你别忘了，风惊兰可是至尊体，人家修炼邪门，炼丹也许更行。少来！修炼天赋和丹道天赋不是一回事儿。他要能练出来，我当场倒立拉屎。这话我记下了。你记个屁！我就随口一说。那不行，修士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滚！别给我上纲上线。裘师弟，你该拦着他。凝金丹不是寻常2阶丹药，便是现在的你我，也只有3、4成把握。他若失败，损失灵石倒罢了，丹心受阻才最麻烦。丹心不碰壁长不硬。师兄，你我当年谁没毁过几炉好药？我第一次炼凝金丹，炸的丹炉盖砸坏了师尊最喜欢的茶案，师尊追着我骂了半个月。你还有脸提？那茶案后来是我赔的。风惊兰不一样，他敢上报便不是一时冲动。这老小子平日看着不着调，真到要命的时候比谁都惜命。可他修为太低，凝金丹成丹前药力反冲极强，筑基中期的灵力底子撑不撑得住难说，所以才要看丹道一途，迟早得有这么一关，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。若他真能跨过去，丹殿以后就得换个眼光看他。若跨不过去呢？那就把他拎回去，关上3个月，让他把基础丹经抄100遍。你这是当师傅还是当狱卒？师傅难当，狱卒省心。第一转药性稳住了，这么快？不是快，是没走弯路。兄弟，宗门有没有规定公开场合不能倒立？别怕，宗门规定里没写不能拉。那老东西今天开炉炼凝金丹。回峰主，
丹殿那边传来的消息，今日开炉，丹殿封了几处偏殿，逍遥子亲自守在外面，弟子靠近不得。风金兰那老东西这回摆的阵仗不小，怕是想借凝金丹抬身价。此人狂妄得很，前几日当众落我武当峰面子，根本没把峰主放在眼里。属下怀疑蓝玉师弟之死八成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若他炼丹失败，丹殿也护不住他。到时我们正好借蓝玉师弟之事发难，逼丹殿交人，就算不能杀他，也得废他半条命，让他明白武当峰不是谁都能踩的。逼丹殿，你脑子里装的是灵米康？他便练失败了，也是2阶丹师。丹殿这些年是没拔刀，可不是没刀。你带人去逼丹殿，是嫌本峰主这些年过得太安稳。属下愚钝。愚钝？你这是找死，还要拉着整座武当峰陪葬。你可明白，那老东西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炼凝金丹？属下不明。哼，所以你只能当个跑腿的。凝金丹是什么东西？筑基后期冲击金丹的关键丹药，放在外面能让一堆老怪打破头。宗门里能炼此丹者，除却那几位3阶丹师，满打满算不超过5人。他若成丹，哪怕只有下品，从今往后宗门内外都会有人求到他门前。筑基后期的长老，哪个不想多一份结丹机会？到那时，他不用开口，自有人替他说话。你拿蓝玉的命去压他，蓝玉活着时是我弟子，死了以后只剩一具尸体。风金兰若能炼凝金丹，他便是一条能下金蛋的老狗。你说门主会站谁？那蓝玉师弟的仇就这么接下去？我李长生何时吃过这种亏？哼，明面上不能动，那就等他出宗。丹师也要采药，也要访友，也要参加访试丹会。他总有离开丹殿、离开护山大战的一日。传令下去，蓝玉之事先压着。武当峰弟子近日收敛些，谁敢再去丹殿门口闹事，本峰主先打断他的腿。峰主，这样一来，外面怕是会笑我武当峰怕了丹殿。让他们笑，笑声又不能拿来结丹。谁若笑得太响，你记下名字，日后找个机会让他闭嘴。属下领命。滚吧。还有，派人盯住丹殿，不许靠太近，我要第一时间得知成丹与否。滚！风清兰，你最好真有本事。若你只是虚张声势，本峰主会让你连丹炉都抱不稳。这种状态我已经持续了6个时辰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都过去了8个时辰了，我看8成他要失败了。英雄所见略同，也许下一秒就会砰的一声炸炉了。一个老瘪三儿冲什么大瓣蒜？炸炉了！我就说嘛，凝金丹哪有这么容易练？哼，风静兰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样样都行吧？这可是炼丹，不是打架。灵力雄厚没用，火候差半分都得认栽。难道真失败了？若他失败，事情反而简单；可若他成了，大师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万一风大师受了反噬？闭嘴！不对，没有焦糊味儿，飘出来的是药香，很淡，却很正。诸位先别急着笑，味道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若是炸炉，早该有糊味了。你们闻，丹方里飘出来的是凝金草、悬莲花的药香，而且药性没有散。炸炉还能炸出这种香，那我以后也想炸2炉。你炸出来的只有账单。这是丹成异象，成了，真成了！凝金丹啊，他不是第一次练吗？小金子，你准备表演倒立拉屎吧？我的老天娘哎！7道丹纹，极品凝金丹，还5颗。这炉丹要是拿去拍卖，元婴修士都得抢破头吧？丹练完了，
劳烦验丹。极品凝金丹5颗。风道友，老夫想问一句，你真是第一次炼凝金丹？算是吧。这话听着比炸炉还伤人。老夫没看花吧？极品凝晶丹，这是极品凝晶丹！老夫修丹道300年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整个中州能炼出这等成色的3阶丹师，掰着手指都数得过来。小金子，跑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风金兰要是炼出凝金丹，你就倒立拉屎！胡说！我那是修辞，懂不懂？丹殿文化交流。交流个屁！来，天殿旁边宽敞。原本只想炼出1颗极品堵住他们的嘴，谁料收慢了半拍，5颗一同成文。这事说出去没人信，听着欠揍。验丹完毕，今日炼制凝晶丹1炉，成丹5颗，皆为极品。按宗门规矩，风晶兰晋升3阶丹师。令丹殿诸位统正，3阶丹师之中，风晶兰当列第1。废丹房出来的3阶第1，我现在只想问一句，废丹房还招人吗？多谢大师。这声大师，老夫今天听着有点烫耳朵。按规矩，宗门取2颗入库，余下3颗归你。弟子明白。好啊，老小子，为师今日可算扬眉吐气了。你这一炉丹，顶得上老夫吹300年。都是老师教得好，若不是老师把弟子从废丹房带出来，也没有今日。听见没有？什么叫慧眼识珠？老夫看人，整个丹殿谁来都不好使。再吹2句，老夫就把你当药材炼了。萧大师、裘大师，弟子有一事不明。风师弟天资惊人，但极品凝金丹5颗同出，太过罕见。未免外界议论，是否该查一查丹炉和药材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徒儿作弊？弟子不敢，只是为丹殿名声着想。炉是丹殿的炉，药是当场发的药，火也是地火是引的火，他怎么作弊？提前塞进丹炉，再请你们看热闹。这作弊难度比炼丹还高。查，今日就把话说透，省得日后有人做文章。回禀大师，丹炉无夹层，火脉无异常，药材损耗与丹方相合，无异。听清了，退下。再有下次，先去戒律堂学3个月规矩。收好，别乱显摆，这玩意儿能惹来不少苍蝇。3阶丹师令，明日起你可入3层丹书阁，每月领3阶药材份额，宗门任务优先接取。3阶丹师身份到手，往后在宗门里，不管谁想动我，都得先掂量掂量丹殿这块牌子。谢过萧大师。这小子今日这一炉极品丹根本藏不住，与其让旁人瞎猜，不如让宗门高层先定个调，看谁敢动我丹殿的人。极品凝金丹在哪儿？拜见太上长老。免礼免礼，老夫不是来听你们喊口号的。就是他，拿来瞧瞧。丹香内敛，丹纹重环，药力锁得严实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老萧，你练的？我要能练出来，还用站在这里陪你废话？也是，你这老家伙要能出极品，早把丹炉供到祖师堂去了。夏老弟，这3颗极品凝金丹卖不卖？太上长老打算出多少？寻常上品凝金丹，市价2万下品灵石，极品1000年难撞。按老夫的规矩，翻5倍，3颗30万下品灵石。不过老夫手头没这么多灵石，灵石嘛，身外之物，可以拿功法、武技、上品灵气给你折算，保你不吃亏，嫌少。小子，做人不能太黑，老夫这张老脸在玄素门还能值点钱。哼！
弟子不是贤手，弟子想要高阶修炼功法、武技，若能进宗门藏经阁4层以上参悟一次，3颗丹药便归太上长老。这小子要的是修行大道，不是眼前的一时财货。有意思，你这小子比老夫年轻时还会挑。30万灵石听着吓人，可4层以上的一次参悟换成灵石也不好算。老夫可以给你做推荐人，不过藏经阁不是老夫家后院，门主那里还得点头。严丫头近来脾气不小，你自己去碰一碰，成不成看你本事。弟子谢过太上长老。先别谢太早，别用那种穷酸眼神看老夫。5万下品灵石已经是老夫1000年积蓄。多谢太上长老。老萧，这小子归你单殿？哼，现在想挖人？老夫是那种人吗？老夫只是提醒你看紧点，3阶丹师能炼极品凝金丹，外头那些老鬼可不讲宗门规矩。我有分寸，小子，今日你用3颗丹换进阶机会，不亏。可进了藏经阁，功法合不合身，比品阶好不好听更重要。弟子受教。老萧，回头告诉严丫头，老夫欠这小子一个推荐，谁敢作梗，让他来找老夫喝茶。别高兴太早，门主那一关不好过。颜若雪，总得去见一见。近日这炉丹，若非我悄悄加入了玄灵湖炼化的天地灵乳，绝不可能保住5颗极品。一旦玄灵湖暴露，麻烦比李长生还要大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麻烦也只能一个一个来。来丹房。进，坐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师父亲自坐镇。若非师父在场，弟子也未必能安心练完。少拍马屁，老夫可没你这么大的本事。老夫炼丹100余载，极品凝金丹1颗都没出过。弟子只是运气好，运气好能成5颗，那叫祖坟冒青烟。你家祖坟若真这么厉害，改天带为师去烧炷香。你有秘密，为师不问。能炼成是你的本事，能藏住也是你的本事。可风头一过，他若想找你麻烦，手段多得很。李长生，这笔账我早晚给你算清楚。丹道天才听着风光，实则烫手。以后有人送药材送人情，别见什么都收。丹药能救命，也能结仇，尤其是那些哭着喊着叫你师兄的最麻烦。你要学会拒绝，不然迟早把自己炼成药渣。师父经验很足。哼，为师当年年轻时也俊过。弟子信。你这停顿是什么意思？弟子在认真回想师父当年的风采。哼，滚蛋！这是为师整理的丹方和心得，里面失败的例子你要多看，别同一个坑跳进去3手，还嫌姿势不够俊。师父，这太贵重了。少来！你若哪天真成了丹道宗师，记得给为师炼一炉延寿丹，品阶不用太高，极品就行。师父要求还挺朴素，做人要有追求。师父，弟子若想进藏经阁4层，您可有办法？你小子绕来绕去就丹殿等消息吧。若有人问你要什么赏赐，不提灵石，不提丹炉，只提藏经阁4层，只提一次，别贪，别急。你越稳，他们越舍不得放你。弟子明白。回去吧，今晚别炼丹，睡一觉，给那群老家伙点时间缓缓。景兰，今日那炉丹漂亮。多谢师父。风大师，宗主有令，让你即刻前往楚风大殿。门主颜若雪会找我，这事不难猜。5颗极品凝金丹摆在那里，别说玄素门，放到外头任何一家宗门，都够丹殿老家伙把胡子揪秃。只是没料大半夜召见，急得跟库房走水一样。不行，颜若雪是叶红宇的师傅，我现在好歹也算红鸾峰的道侣，不能穿得邋里邋遢去见人。丢我的脸不要紧，丢他的脸就不太合适了。还行，至少不像刚从丹炉里爬出来。大师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门主召见，洞府的收尾工作务必尽心尽责，不得马虎。弟子明白。行了，别站得跟门神一样，夜里风大，自己也注意点。弟子晓得。入门15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登上玄素峰，灵气厚的能往经脉里钻，
难怪主峰弟子走路都昂着下巴，地段好，人容易膨胀。风大师，门主已在大殿等候，请随我来。有劳。风大师，请。这小子平时横得很，到了主峰大殿，倒是挺懂什么叫安分。弟子风惊兰见过门主，各位长老、店主。免礼。风惊兰，你今日炼出5颗极品凝晶丹，本座已经听说。门主过奖，弟子只是运气好。丹炉给面子，火候也听话。丹炉给面子，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头回听见丹炉还会看人下菜。若丹炉真会给面子，丹殿也不至于每年暴损那么多灵材。那可能是丹炉嫌丹殿人多，吵。运气也罢，造诣也罢，能练出来就是本事。周长老向本座提过，你想入藏经阁4层。弟子修为尚浅，丹道又到了瓶颈，若能参阅4层典籍，或能有所进境。藏经阁4层收录的不是普通功夫，未经允许，不得誊抄，不得外传，不得以神识烙印代出。若为门规，哪怕你丹道天赋再高，本座也不会姑息。弟子明白。凭此令，可入藏经阁4层3日。多谢门主。另有一事，极品凝晶丹一事暂不外传，丹殿那边会封口，今日在场之人也不会泄露。丹殿弟子已被约束，谁敢乱说，罚去看3年炉灰。本座要你再炼极品凝晶丹。门主需要几颗？不是本座要，是叶红鱼。红鱼闭关在即，若有极品凝晶丹护道，结丹把握能高出许多。他是本座弟子，也是玄素门这一代最有希望冲入元婴的人。小子，别装傻，你给别人练也是练，给那丫头练也是练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账很清楚。太上长老这话说的，好像弟子很会算账。哼，你不会？那5颗极品丹，老婆看你收的比谁都快。叶师姐若需要，弟子自然愿意出手。灵材由宗门提供，若成丹，按丹院最高奉给你；若失败，也不追责。弟子尽力。不是尽力，本座要你承担。弟子遵命。叶红雨是我媳妇儿，就算她不开口，我也会备好。但门主亲自点出来，这就成了宗门给我的硬差事。很好，若再出极品丹，宗门重赏。风惊兰留下，其余人退下。风惊兰，本座记得你入门已有15年了吧？15年零3个月。记得倒清楚。能不清楚吗？外门杂役都换了3茬，我还在筑基门槛外晃悠。当年是红鱼亲自引你入门，他传音说发现至尊体，本座欣喜相迎，结果你是100岁废胎。那时本座确有失望，也慢待过你。红鱼却认定你，始终护着你。现在看来，倒是本座眼中。如今你至尊体修复大半，又是3阶丹师，能炼极品凝晶丹，放在任何宗门都足够让长老们坐不住。弟子侥幸。侥幸二字，骗骗外人还行。本座不问你机缘从何而来，修仙界谁没有点压箱底的东西？问得太细，反而讨人嫌。还有，蓝玉之事，红鱼离开前告诉了本座，李峰主护短，睚眦必报。换做昨日，本座未必会插手太深，但今日不同，你已是3阶丹师，宗门不会让一名丹道苗子被内斗折掉。我会知会李峰主，让他收敛。修仙界讲勤奋，可勤奋从来要靠价值争争，没价值时连冤屈都找不到，有价值后咳嗽一声都有人地等。不过你也别觉得有门主一句话便可高枕无忧，仙界终究看实力。你若连金丹都达不到，凭什么站在红鱼身边护他？弟子会尽快破境。尽快二字，不要拿来糊弄本座。持此令，可入宗门药阁3层，炼制凝晶丹所需灵药，按规矩支取。别想着多拿药材私藏，药阁那几个老家伙，少一株能追到你洞府门口不？弟子不敢。
你最好敢在炼丹上多用些心，退下吧。弟子告退。记住本座方才的话。弟子记下了。颜若雪的话有认可也有敲打，宗门会护我，前提是我值得维护。这炉极品凝凝丹就是第2场考测。小兄弟，留步。周前辈，免了，免了。门主方才说的话，你都听明白了？弟子听懂了。听懂是好事儿，可真懂未必容易。这个世道，话说的再漂亮，底子也就4个字：有用则贵。你会炼丹，能炼极品丹，宗门才肯给你护身符，给你脸面。若你只是个普通内门弟子，今日大殿里那番争论，你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。凝金丹不好炼，极品凝金丹更难，难到什么地步？老夫当年见过3个3阶丹师联手耗了17炉，最后只成了2颗中品，拿出来时还满脸喜气，跟捡了祖坟似的。可你小子倒好，一出手就把门主吓得夜里都睡不稳。你说你是不是欠揍？弟子只是运气好。少拿运气糊弄老夫。炼丹这行，运气能帮你开炉，帮不了你控火，也帮不了你收丹。外行爱听玄乎话，老夫不吃那套。宗门中凝金丹的材料不多，只剩5份。5份听着不少，可落到叶红鱼身上，便少得可怜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孺子可教。叶红鱼是门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他若顺利结丹，将来冲击元婴，便有机会替宗门再撑500年门庭。500年啊，多少小宗门连牌匾都换了7、8茬，咱们还得靠一个后辈续命，想想也挺寒碜。不过寒碜归寒碜，该争还得争。你既应下此事，就得把本事全拿出来。哪怕只成1颗极品丹，宗门也不会亏待你。否则，若5份材料全废，叶红宇结丹受阻，宗门上下的压力会全压到我身上。有价值人人护，没价值人人踩。修仙界从不缺笑脸，也不缺刀子。炼丹一事，谁也做不到10拿9稳。弟子会尽力，成与不成，不敢空口许诺，但凭本心。不错，老夫还以为你会拍胸脯说包在我身上。那不是炼丹，那是骗材料。好，话中听。门主若在这儿，怕是要瞪你2眼。他最怕的就是有人骗他材料。拿着。老夫早年修炼的功法武技品阶算不得高，胜在扎实。你现在修为低，根基又薄，光会炼丹可不行。丹炉旁没人敢动你，出了丹房，别人未必讲规矩。缥缈剑左，这玄阶武技后面还附着周伯通多年的修炼心得，这不是随手给的东西，心得才是真正值钱的。多谢前辈赐法。别谢得太早，老夫这人记性差，欠人情不还，晚上容易睡不踏实。你那颗极品丹救了老夫一口气，这玉简算还一部分。只是一部分。你小子倒会顺杆爬。前辈亲口说的，弟子不敢装没听见。行，记账是吧？那你记清楚了，剩下那点人情，等你哪天被人追得满山跑，再来找老夫。前提是你跑到老夫面前，别半路让人剁了。弟子会尽量跑快些。这才对嘛，修仙先修命，命没了，
天阶功法也只能烧给你。缥缈剑诀别贪多，前3式练熟，够你现在用。炼丹之余抽空修炼，别把自己熬成药渣。还有，去丹房之前先查材料，火候、丹炉、正文，一个都别信别人嘴上说的。炼丹师的手得长在自己身上。弟子明白。明白就滚吧。对了，叶红玉那丫头脾气冷，心气也高，她未必会把希望交到你手里。若见了面，她说话难听，你忍一忍；若她动手，能躲就躲，躲不过就喊老夫名字。她多少会给老夫半分面子。半分？哎，半分不少啦。那丫头连门主的面子有时都只给3分。玄阶武技，太上长老的人情，5份凝明丹材料，一桩桩压下来，有压力，说明还有价码。轻点儿，那是电灵渠的石料，不是你家茅房门槛儿。你盯得比监工还细。穷惯了，能省一块是一块。风大师不差这点儿，我差。风大师，洞府和药园今日便能收工，镇基、水渠、炼工房、丹室、杂物间都查过一遍。您要不要亲自验收？要是哪里不合用，现在改还来得及。过几天泥石定住，再动就费劲了。不必了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。里面有些灵石和聚气丹，你们几个分了，算是酬劳。工匠那边也别亏待。500下品灵石，30枚下品聚气丹。我在外门熬了这么多年，都没见过这么多灵石。多少？别是空袋子把你吓成这样。空袋子能把你卖了？那看来不少。 500灵石，30枚聚气丹。多谢大师厚赏。这活以后还有，记得找我们，便宜耐用，不偷懒。你倒会给自己揽活，去忙吧。身先虚，剑后实，招不怕慢，怕死。练剑先练腿，腿不听话，剑再快也白搭。这批注8成出自周伯通。像在街边教人打架，细想却偏偏有理。难怪批注先骂腿。这也要拿回去烧火，会过日子。快不是乱，轻不是虚。若步伐乱，剑变强；若灵力乱，剑变浮。入门了。第一式流云渡影，第二式月影朦胧，月影王，虚剑藏锋。小成而已，离真正掌握还差恭候。风大师，15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已是本门最厉害的3阶丹师。虚名罢了。
倒是白仙子，多年未见，比从前更有风采。风大师这张嘴倒比当年会说了。那我问你，我比叶师姐如何？不如。你倒是半点情面不给。叶师姐当属第一美人，果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可惜我没叶师姐那等慧眼，早早把你这块宝捡回去，不然今日站在这儿的，说不定就不是来求丹的人了。师傅有交代，凝金丹材料只给2份，风大师务必炼出极品丹。2份材料换极品凝丹道，极品二字有多折磨人，懂丹道的都清楚，不过我除外。请回禀门主，弟子竭力而为。丹成之后传讯给我，我亲自来取。此事不宜拖太久，门内也有不少人在等结果。风大师，你如今名头大，盯着你的人也多。炼丹归炼丹，别太实诚。2份材料未必就得让所有人看见2楼火。这女人倒是比以前通透。又开炼了？废话，白仙子亲自送来的材料，8成是凝金丹。凝金丹那玩意儿能炼出上品就该烧香了。哼，你少拿别人跟风师兄比，人家现在什么水准？宗门丹殿的脸面。可极品丹哪有这么好处？上次成了，不代表这次也成。闭嘴！你不盼着点好，回头酋长老听见，先把你炼了。这是第5次炼凝剑丹，火候、入药先后，我早已烂熟于心。只要能成丹，哪怕品质差些，玄灵壶也能补上。若是炼崩了，我早备了3枚极品凝剑丹。丹道讲良心，但也要讲活法。大师，您坐会儿。做什么做？你练的是凝金丹，不是汤丸。你急也没用。我急了吗？你鞋底都快把地砖磨穿了。成了，这味道至少上品。如何？侥幸过关。一炉4丹，还有极品，这叫侥幸？那我这辈子岂不是全靠倒霉活着？老小子，好样的！可惜第1炉失败了，浪费了1份材料。其实我只开了1炉，另1份材料已被我收进储物戒。白仙儿提醒的对，有些事不必摊在太阳底下。不必自责，2份材料成4颗丹已是难得，换成别人能出1颗下品，都要摆3天宴席。听见没有？你这叫浪费，你这是给丹殿长脸。大师，您刚才不是说炼的是凝丹丹，不是糖丸吗？你再多嘴，我让你去灵药园拔草。哼，拔到下个月。行了，你回去休息。丹药由我和裘大师送过去。弟子告退。这气息如山岳般厚重规矩，压得阵法灵光剧烈起伏，
不是普通弟子迪拜帖，武当峰峰主李长生，难道是来寻仇了？元婴初起，这老狐狸突破了，那股气机不张扬，却让护府的金色阵纹如临大敌般急剧收紧，发出惋惜的嗡鸣。弟子风金兰见过李峰主。风大师，不必这般客气。峰主面前，弟子不敢托大。本座碰巧路过此地，见你这新建洞府灵气不俗，便来瞧瞧。碰巧，红鸾峰在西北，武当峰在东南，这叫路过。峰主既已到了门前，不妨入内喝杯茶。弟子这里没什么好东西，粗茶倒还有2盏。元婴老怪真麻烦，进门还顺手验阵。你的洞府见得到有些门道。杂役出身，住惯了破屋，忽然有了地方，总想折腾得顺手些，让风广见笑。听说你最近炼了2炉凝气丹，成丹6颗极品，3颗上品。侥幸而已。宗门给的材料好，师尊教的也好，换做旁人恐怕成色更高。过分谦虚便没意思了。弟子说实话，怎么还招人嫌？你入宗不过15载，从废丹房杂役到3阶丹师，此等跨越，玄素门没有先例。弟子运气好，捡了几本残卷，多熬了几夜。炼丹这东西手熟罢了。可惜我那不成器的弟子蓝玉生前也醉心丹道，他若还活着，定会向风大师讨教。来了，蓝玉是我杀的，尸骨无存，这老狐狸就是来探底线的。蓝玉师兄常与人谈丹道，若他来问，弟子自然知无不言。只可惜上次一别，竟成永别，此事弟子也深表遗憾。蓝玉死的蹊跷，本座痛失弟子，总要有人给个交代。峰主这话，弟子听不明白。当真不明白？弟子只会炼丹，不会查案。蓝玉师兄出事，执法堂自会追查。若查到弟子头上，弟子必配合。我现在是3阶丹师，背后有丹殿和门主，他若敢在这儿动手，就是打宗门的脸。峰主，茶要凉了。风大师胆子不小。弟子胆子一向不大，只是洞府新建，地板贵，打起来不好修。你说的对，擅杀同门，宗门绝不姑息。此事执法堂会查，本座也会查。弟子清白，自然不怕查。清白2字最怕脏手去摸。风大叔若有人找你当麻烦，可以来找本座。先拿同门之事敲门，再抛出橄榄枝，软硬兼施。这老狐狸是想拉我入局。多谢峰主抬爱，弟子受宠若惊。喝都不喝，还夸我洞府有门道。哼！老东西来我家串门，还随手贴小广告。每一句每一个停顿，确认没有破绽，但危机远未结束。李长生那句总要给个交代，说明他已把蓝玉之死算在我头上。这种人不出手是讲规矩，一出手便要命。金丹中期巅峰，在内门算少见，但在李长生面前差得太远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极品凝金丹，修为长得太快，惹人眼红，所以我一直压着修为。可眼下李长生已盯上我，慢一步便少一分活路。修仙界讲道理，可道理大多写在拳头上。大师，杂役弟子高广有问题。说，他借着外出采买，把洞府这边的消息送了出去。他报平安还写今日风大师炼丹3炉，闭关2个时辰。他家里人是开丹铺的。收信人绕了几层，最后落到李想那边，早就被人放在案板上数过一遍。不怪李长生来的那么准。高广呢？扣在外院了，他吓得腿都软了，一直说自己只是收了点零食。收的不多，也就300下品灵石，对杂役弟子来说挺多。风大师饶命，弟子一时糊涂，真没害大师的意思。你收钱时有没有想过，消息传出去，会不会出人命？废了他在药园的差事，交给执事堂处置。在门内杀杂役不值当，
容易落人口实。大师，以后浇水、除草、捉虫全靠我们两个。每月加1瓶氧气丹。药园清静点也好，人多手杂，虫子都不敢安心吃叶子。消耗了5颗极品凝金丹，修为仍卡在金丹中期巅峰，单靠丹药已经不够，我缺的是破境之法，该去藏经阁了。再不用门主给的青玉令，等李长商动手就晚了。内门弟子风金兰奉门主令入阁查阅典籍。青玉令少见，门主倒是舍得。第4层3日，记清楚，不得损毁典籍，不得私自拓印，阵法会记账。第4层有些功法写的玄，练起来要命，年轻人别贪多，拿不准别碰。多谢长老提醒。进去吧，3日后不出，阵法会把你丢出来，姿势不太体面，自己掂量。玄元归真诀稳，但耗时极长，我缺的就是时间。三阳化丹法伤经脉不合适，太阴抱元经适合女修更不合适。这些功法限制极多，有些连代价都显得含含糊糊。长生诀有反应。金丹久喘，非吞药之功，乃夺自身之暇。丹有杂质，竟有虚浮，欲破元婴，先洗金丹。我服丹太猛，修为拔得太快，金丹内里留下了药垢。若不洗丹，这些暗伤就是冲刺元婴的要命关卡。修仙界也讲欠债还钱啊！我有丹道底子和长生诀打底，许多晦涩法门都能对上。修此法者，需取一物为引，后面的内容被人刻意抹去了。没雨雾强行洗丹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金丹受损。长生诀入门慢，消耗大，普通修士不爱练，但对我正合适。冯大师可有收获？还行。能在第3层待满3日还说还行的人不多。年轻人，功法吃多了也噎。前辈放心，我牙口不错。走吧走吧，回去闭关时记得留条缝，别把自己关成石头。多谢提醒。大师回来了。大师，我刚才差点就抓住那道气了，他跑得太快。灵气不是兔子，不用抓。你越急，他越不理你。这段时间我要闭关，你们照常修炼，丹药3日一粒，多了伤根基。3日一粒？大师，我能不能2天半一粒？半天拿去睡觉。哦。大师闭关多久？短则数月，长则1年。洞府这边我会看好。眼下最该做的，就是把修为推到金丹后期，再想办法补全藏丹秘录的允字。剥离杂乱药料，这哪是修炼，分明是自己给自己刮骨。为父公子丹药，再转，灵气都被你转晕了。我高兴一下也不行吗？行，别摔。长生诀消耗真大，不过资源没了能再练，境界卡住才烦人。欲破元婴，先洗金丹。现在不处理，往后只会更麻烦。
早知修炼还得给自己洗锅，当初卖丹时就该多收一笔洗炉费。藏丹秘录里这残缺法门写的真阴损，过境前单购外服，错过一次便要等下次大关口。我不信邪，也不愿留后患。好家伙，平日吃丹叫享福，今日清账叫报应。不是皮肉疼，是金丹被人拿细针一点点刮。神识若退，黑点会重新沉入丹纹。这味儿，拿去喂丹炉，丹炉都得骂街。越刮越来劲，修士破境，最后那一下还得靠自己较劲。血，藏丹秘录缺失的玉物，难道和血有关？妖兽精血，修士本命血。若是拿人血祭丹，这秘录就该塞进茅坑镇300年。这秘录真够阴的，若不强行清理丹垢，根本碰不到这段残字。真正的门道偏偏藏在最疼的地方。写秘录的人8成不是炼丹师，炼丹师没这么生字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破境，连金丹后期都上不去，谈什么语物都是空谈。破个戒还吃零食，修仙界真是处处收费。难道真要血祭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辛辛苦苦洗了半天锅，最后让我往锅里倒血。写秘录的人要在面前，我非把他挂丹炉上烤3天。这第二字的笔锋若倒过来看，更像一个麦字的残边。血脉。难道是血脉之力？机缘这东西跟欠债的差不多，催急了反倒装死。闭关1年3个月，金丹后期稳固，灵力浑厚了5倍，遇上金丹大圆满，也未必不能碰一碰。该出关了。这修为不高不低，不惹眼。若顶着筑基中期挂着3阶丹师的矛头招摇，旁人不怀疑才怪。这血下的也太勤快了，再扫下去，我都能把自己扫筑基。公子出关了。这1年多辛苦你们。不辛苦。公子闭关期间，外边送来的传音玉符都在这里，我按时间放好了。老风，我回来了。老风，你怎么不回？闭关了，去找了你几次，洞府大阵关的结实，没出事吧？丹莲那边有人打听你，我替你挡了，欠我1炉好丹。师尊又夸你了。还说你比某些只会吃饭的弟子强。别问，某些弟子不是我。师门有新任务，归期未定。若你出关，回个消息。已出关，一切安好。欠你的丹记账，别把账本带太厚，炼丹费零食。进关就好好闭，别3天2头往外跑，丹火别荒废。若有人寻你麻烦，先忍不了再打。打不过，报为师名号。出关后来见我。灵田如何？七星草、寒叶莲已收割一茬，成熟372株，全封在玉匣内。3株紫纹金枝长势很好，没有虫害。公子放心，上个月有只雪鼠钻阵，被念青姐姐拎出去埋了半截，后来全族搬家，跑得比外门弟子领月邦还快。你倒观察的细。
公子，我不是偷懒，我是巡田。这是聚气丹，一人10颗，好好修炼，早些筑基。洞府里不缺扫雪的人，却能独当一面的人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我明日扫雪能快1倍。修炼去吧，别把丹药供起来。一天没有。这新功能简直是太好了！这玄灵壶竟可借天地灵乳开启灵值燧境，在壶中划出一小块空间，让药灵增长远超外界。如今阵纹残缺，每次只能容纳少量灵值。好家伙，原来你以前一直在装穷，真能提升药灵。这种功能太逆天，不能胡乱使，秘密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晓。有了这玄灵壶，这些灵药等于一座会下蛋的灵草矿。中州不太安稳，丹药需求暴涨。若再弄到几味主药，我甚至可以尝试炼制破境丹。到时候金丹圆满也未必遥远。臭小子，出关了还不来见为师？再磨蹭，为师亲自去你洞府堵门，到时候别怪为师给你阵法拆了。得，灵草矿先放一放，寨主来了。那位是不是风师兄？闭关1年多了吧？气息压得真稳。废话，裘长老的弟子能不稳吗？不稳早被骂稳了。师傅，弟子给你请安。行了，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，真孝顺。出关第1天就该滚过来，而不是等老夫传讯。弟子刚出关，正在稳固修为。稳固修为，少拿这话糊弄老夫。你洞府外那阵法灵气走向，比闭关前多了3道暗口。你小子8成又在琢磨什么赚钱的歪门路。弟子只是勤俭持家。勤俭？你把丹殿的废丹都能翻出3分价值来，还叫勤俭？你那叫雁过拔毛。老夫这些年见过抠门的，没见过你这般把抠门修成道心的。你这一闭关就是1年多，距离中州丹道大会还有1个月。出圣宗路途较远，需要提前出发。2日后丹殿集合，商议具体事宜。弟子知道了。修为到筑基后期了，根基没虚，灵力也不符，闭关没白闭。侥幸突破，少说侥幸。修行这东西，侥幸1次叫运气，次次侥幸那就是老天爷也懒得拆穿你。去了出圣宗，别把尾巴翘起来。中州那群丹修嘴上道心，背地里一个比一个会算。你若被人坑了，回来别说是我徒弟。若弟子坑回去呢？那也别留下把柄。路上用得着，别嫌少。丹殿最近穷。多谢师傅。还有，到了出圣宗遇见故人也好，先把丹道大会走完。宗门让你去，不是让你当街掀桌子的。年轻人有账要算，老夫不拦，可账本得拿稳，别还没翻到最后一页，自己先把命赔进去。弟子有分寸。你最好有。这是近几届丹道大会的规矩，回去看。
别临到场上才问老夫第一轮比什么，那时老夫会忍不住把你塞进丹炉里醒神。柳如烟当年挖谷时，手没有半分犹豫，那条命债也不该只用一句旧事已过来抹平。1个月后，中州丹道大会，人前炼丹，人后算账。修为提升到金丹后期，想必那故人修为应该也差不多，是时候报挖谷之仇了。柳如烟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你还欠我一条命！风大师来了。风大师，这是弟子偶然得来的一株百年寒灵芝，听闻大师喜好栽培灵草，弟子不敢私藏，特意献上。你舍得？舍不得也得舍。以前是弟子眼拙，做了蠢事，大师若还记着，弟子忍罚。东西不错，我不白你的。这2颗上品固元丹对你修为有用。多谢大师不计前嫌。过去的账到此为止，以后在丹殿做事手干净些，心也别歪。丹炉里练不出人情世故，练坏了只能糊自己一脸灰。弟子记下了。赵师兄，你再退就要站到1阶那边去了。风大师说笑了。此番前往初圣宗，路程20余日，途中会经过多处险地，也会路过几座宗门地界。出门在外，玄素门的脸面不是挂在嘴上，是落在每个人的举止里。本座只说一条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队，若因私事惹出祸端，不管你是谁门下，回来都要按门规处置。是。到了初圣宗后，交流大会为期1个半月，比试共分3场。丹道论道，现场炼丹变丹。丹道论道考的是见识，现场炼丹考的是真功夫。变丹最麻烦，给你一枚丹药，让你变药令、变火候、变炼制手法，甚至要指出失败之处。别以为会开炉炼丹就能稳坐，眼力差一点，照样被人压着打。这是此次路线、比试规程，还有中州各大宗门参会丹师名录，路上都仔细看看，别到了地方两眼一抹黑，连对手姓什么都问旁人。这么多，嫌多，你可以不看。到时候变丹输了，本座给你安排个好位置，让你坐在最前排，听别人宗门夸自家弟子。弟子马上背。初圣宗，柳如烟，126岁，金丹中期修为，2阶巅峰丹师，曾在一炷香内连变37枚残丹，无一错漏，被称为初圣宗最为年轻的天才圣女。是她。各位，10日后仍在此地集合出发。初圣宗路途不近，此去也不是游山玩耍。灵草、丹药、灵石、防身法器，该带的都带上。别到了别人地盘，连一枚回气丹都要向同门借，丢人丢到丹殿外头。听见没？说你呢。回去准备吧。弟子告退。风景兰，你留下，随我来，把门关好。此去初圣宗，你要留意2个人。第一人，初圣宗丹殿长老冷能霜，2阶丹师。他虽是2阶丹师，可丹道造诣不在为师之下。炼丹一道，品阶不能全看表面。有些人品阶高，手法糙；有些人品阶低，却能把火候药性拿捏到骨子里。冷凝霜便是后者。此女性情孤冷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她不爱给人台阶，尤其喜欢拿丹理刁难旁人。你若遇上她拷问，不必抢着出风头，答得稳比答得快重要。师尊与他交过手？哼，当年在丹会上，他当众问了为师7个问题，师尊都答上了，答上6个。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？6个已经不少了，换你去，怕是第2个就开始擦汗。弟子没擦汗的习惯。你最好真有这个本事。第2人，初圣宗圣女，
柳如烟。此女精通丹道，修为金丹中期，在年轻一辈丹师中修为最高。她出身高，又得初圣宗力捧，眼界极高，寻常人很难入她眼。若在丹会上与她碰上，切记不要被她言语牵着走。弟子明白。我听过一些旧事，你与他之间有恩怨，恩怨归恩怨，初圣宗毕竟是人家的地盘，你要报仇可以，但不能把自己送进去。丹道交流大会，各宗眼睛都盯着，初圣宗未必会明着动你，可暗处的手段不得不防。弟子谨记。去吧，10日内把状态养到最好。你现在代表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有玄素门丹殿的脸。弟子告退。红玉，老风，你又突破了。偶有所得。你这偶有，听得人牙酸。别人闭关2年，能稳住境界就不错了。你倒好，隔段日子不见就换个层次。运气好。少来，修炼界最不值贵的借口就是运气好。好茶，师尊给的。裘长老倒是舍得。他刚才还说自己穷。丹殿长老哭穷，跟剑师说自己不爱打架差不多，听听就行。你要去初圣宗了？10日后出发。收着。这是什么？2阶红色玉符，师尊给我的保命底牌，可挡元婴后期强者一击。你带着，路上用得着。你自己留着。你距结丹不远，这东西在你身上更稳妥。别墨迹。我在宗门里能出什么事？再说了，真有人敢打我主意，我师尊第一个提剑上门。你不一样，你要去初圣宗，那地方现在对你而言不是什么好去处。谢谢你，红玉。跟我客气，你再客气一句，我就把茶喝完，顺便把你洞府里的灵果也搬走。那还是别客气了。此去初圣宗务必谨慎。一直以来，初圣宗都与玄素门不对付。这几年，我们不少矿洞、药田、附属小宗都被他们蚕食。明面上是资源争夺，背地里是2宗气运之争。初圣宗不会无缘无故百业请人，他们若只是想比丹道，没必要把阵势弄得这么大。越热闹的场子，越容易藏刀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听说你的老情人柳如烟也会出现。老情人是老仇人才对，他夺我至尊骨，害我荒废100年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若真遇上他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若规规矩矩参加丹会，我便让他在丹道上拜一次。若他还想伸手，那就把旧账新账一并清了。那你可得赢得漂亮些，别让他以为挖了你的至尊骨，你就只能靠仇恨活着。你要让他亲眼看着，没有那块骨，你照样站得比他高。好，我不能久留，师尊还在等我回去闭关。10日后我不送你了，免得你分心。红鱼，这是10颗极品凝金丹，不要告诉第3人，你师尊也不行。 10颗极品，别大惊小怪，只要记住跟了我，极品丹要当饭吃。给我安全回来，否则我就去初圣宗要人。这玄灵湖开辟的药源不仅灵气足，外界10日，湖中可抵100日。鸡蛋不能全放一个篮子里，先移一部分。老头，你干什么？清点加点。清点家底用得着摸我的口粮？你别装，我都听见葫芦响了。你是不是想拿这些喂那个破葫芦？它不是破葫芦。哼，在我这儿就是破葫芦。抢饭吃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下品灵石你平常也不爱吃，给玄灵铺布阵用。下品灵石可以，这些下品灵气杂质多，你吃了也嫌硌牙，不如不行。下品也能磨牙，中品能解馋，上品留着过节，极品得藏着慢慢啃。老头，
你别想乱分配。你这日子过得比我还细。那是，本姑娘从蛋里出来就没过过富裕日子，穷怕了。你还记得自己从蛋里出来？反正意思到了。灵气归你，不过先吃中下品，上品以上留着。尤其是那5件极品灵气，没有我的话不许动。老头，你也太抠了。抠门才能活得久。你这是虐待少女。你今年多大？本大小姐困了，懒得理你。看在他出过力的份上，先记账。聚气草药性开始爬升了，这葫芦空间能不能进活人？等出发前再试。道友，这批符纸虽不是上品，可胜在稳，化2阶符箓足够。太薄，承不住火系符箓。道友懂行，那我给你换一批厚的。再添3套迷踪阵旗，这价就亏了。那我去隔壁。别，给你，交个朋友。老头，你这是准备去打架，还是准备开杂货铺？都行。要是卖不出去呢？贴你身上。没死，能进活物。每人1瓶聚气丹，10块下品灵石，修炼别断，洞府禁制每日检查1次。若遇麻烦，先传讯丹殿，不必硬扛。公子放心，洞府在，我们就在。人比洞府重要。公子，那若是有人闯进来呢？先开阵，还闯呢？传讯，还闯呢？咋？那奴婢明白了。贴身放着别省，符箓这东西省到最后多半是给别人省的。这话我爱听。灵气也别省，先给我吃2件压压惊。该带的带了，该防的防了。修仙界里，能活到最后的往往不是最能打的，而是最会准备的。这种场合，我站得太显眼，不见得是好事。诸位，宗门临时有令，此行由本座带队，裘大师留守山门。这阵仗，怕不是去参加大会，是去把人家丹炉搬回来吧？少说2句，丹炉没搬回来，你先被扔下船。极品飞行灵气，宗门这回是真舍得。废话，丹道大赛30年1次，赢了名声，输的可不值脸。上船。师兄，我能坐这儿吗？地方又不是我买的。师兄，我第1次出这么远的门，听说出圣宗那边的丹师脾气都很大，输了会不会当场打人？会不会打人不清楚，但你再问下去，我会想换个地方。5名金丹护卫里有2人已是金丹后期大圆满，30名筑基弟子外送内境，护主丹师。宗门对这次丹道大会的看重，已经摆在明面上了。师兄，要不要来一块？我娘亲手烙的，硬是硬了点，胜在能砸核桃。你娘修炼的是炼气一道啊！100年了，出圣宗六如烟，有些因果拖得越久，利息越厚。我当年留下的账，该有人还了。前方3000里发现魔修踪迹，飞船将启动跳跃模式，快速穿过魔修区域。诸位抓紧了！若非要对这满船弟子负责，我何须避让？只是这阵法不到10秒便耗去10块上品灵石，实在烧钱。风师弟有心事，2阶凝神果稳定心神用的，路上不太安稳，吃1颗总比硬撑强。多谢师姐。出圣宗在西北，那地方不讲太多规矩，民风彪，修士也狠，很多人修的功法走偏门，杀伐重，夺宝抢修士是家常便饭。有人想扬名，有人想踩人，还有人只想让对手回不去。我们宗门和出圣宗摩擦不少，他们若找麻烦，不会只找长老。
丹道大会还没开始，麻烦到先排上号了。诸 X， 前方是万妖岭，此地常有1阶、2阶妖兽出没，偶有3阶、4阶大妖盘踞。丹师弟子退至内汤，护卫队戒备。血色蝙蝠群，2阶群妖，全体戒备，稳阵。这玩意儿还会喷毒，妖兽也学丹道旁门了。少说2句，别把自己炼进炉里。2阶妖兽也敢拦本座的路？别阵，稳住阵眼。傅师弟，别靠太前。我不逞强。丹师说这话，我一般只信半句。我不。3阶妖王，3阶后期，至高不低，他在试阵，阵眼受损，修复阵法，弟子退后，护卫不得乱位。停！大师，我去会会他。畜生，皮还挺厚。万妖岭的血色蝙蝠群何时懂得设伏了？有人引妖。小杨子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副臭脾气。是你，张万年，这老东西，还是那副阴沟里爬出来的德行。100年前在边境矿寨，老夫跟他为了抢一条中品灵鳗打了3天3夜，没料到这笔账他记到今天，竟会把手伸到万妖谷来。张万年，你初圣宗是真要跟玄素门撕破脸？肖老头，帽子别乱扣，老夫只是路过，见你们玄素门一传人被妖兽围住，忍不住停下来看个热闹。怎么，路过也罢？路过？他家路过还带控妖诀？闭嘴，别给他递话。他敢现身，必是早已布置妥当。你说，若万妖谷的妖兽今日失控，你们这一传人还能剩几个？张万年，你敢动手，初圣宗摘不干净。谁说是我动的手？妖兽吃人，天经地义。你玄素门弟子运气差，怪谁？这些苗子不错，可惜了。尤其那个用刀的，骨头硬，嚼起来应该费牙。张长老年纪大了，牙不好就少惦记硬菜，喝点粥吧。牙尖嘴利，等妖王撕开你的肚子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稳住！不能拖，远遁阵需要时间，更需要大量上品灵石。好！苏师姐这一剑太解气了，欠我一次。议长，回宗门请你吃最贵的灵膳，要是我穷，就让萧大师先垫。小子逃命的时候还惦记吃，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。废物，全都给我上，撕碎他们！我抓管了，带出去没人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想遇见曼了。萧大师，没事吧？这吞金兽出门前宗门只拨了100块上品灵石，这才走了一半路，
就收了60块。张万年那个老阴棍，早晚把他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算我一个。滚去检查飞船。是。肖大师，飞船运转正常，外层阵法有3处磨损，但不影响前行。只是远遁阵短时间不能再开，灵力槽也得补。能飞就行。所有人原地调息，受伤的先处理伤口，不准乱跑。张万年敢在这里动手，绝不是临时起意。初圣宗到底想干什么？别搓了，再搓袖子都要投胎了。师兄，我刚才差点以为自己没了。第一次都这样，能活着发抖已经算本事。比这凶险的多的追杀我都扛过，那种连喘息都要计算的日子才真叫磨人。今日这场厮杀只能算给他们提前上一课。况且我手里还握着2张保命底牌，真到了要命的时候，未必就轮得到别人来决定我的生死。这地方真有人住，我还以为到了哪位魔道老祖的坟头。闭嘴，别乱说，这里是初圣宗。诸位，前方就是初圣宗势力范围，此地阴寒入体，莫要硬扛，运转灵力护住经脉。越往里走，我体内的气机越活跃，不像危险临头，倒更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，隔着虚空轻轻敲打了我一下。这坟头修的还挺讲究。外面的黑色大山是初圣宗布下的万里护山大阵。初圣宗弟子好斗，规矩也硬。到了人家地界，少说话，少惹事，能不动手就别动手。若是他们先挑衅呢？那就先忍，忍不了再打，别输得太难看。玄素门丢不起这个人。这位店主看着稳妥，骨子里倒也不是你捏的。这3个字不是普通匾额，写字之人剑道造诣极高，每一笔都藏着锋芒。初圣宗外门执事欧阳华，奉宗主之命，在此恭迎玄素门诸位道友。有劳欧阳道友。住处已经安排妥当，各位随我入宗。诸位暂住此处，明日5时，宗主会在宴客厅设宴，为各派接风。不知其他宗门可都到了？天剑宗百花谷、万寿山已到，青云书院的人今夜之前会入宗。明日宴席，各宗年轻弟子也会到场。初圣宗规矩简单，切磋可以，生死不论的事，宴前不要做。欧阳道友放心，我玄素门弟子向来懂礼。终于到了初圣宗。柳如烟，这次能了结恩怨吗？我玄素门并非以丹道立宗，坐在这里自然容易招人掂量。靠边好，看得清全场，也不容易被人盯着敬酒。这果子味道还行，就是糊大了点。风师兄，这果子能增加灵力。那多吃2个，别浪费初圣宗一片苦心。太讲究了，打起来也许不急着出手，先得问对方一句：阁下可曾读过书？那便是青山书院，听说他们与初圣宗历来不对付，2家打过不少次，最凶的一回，青山书院3位大阁堵了初圣宗山门7日，骂到初圣宗弟子闭关都静不下身，不是普通骂人，是引经据典那种。那确实难顶。天魔宗到！天魔宗也来了，他们不是魔道吗？也参加丹道交流大会。魔道也要吃丹药，受伤了也得治，突破了也得稳境界，炼尸御魂也要材料。丹道这东西，正大都绕不开。魔道妖女也敢入初圣宗大殿？你敢说，为何不敢看我？这茶不错，比蟹好喝。
但戏也不差。五大派到，宗主到。此人便是初圣宗宗主西门吹雪，据说已经元婴后期巅峰，只差一步便可问鼎化神。西门吹雪，诸位远道而来，初圣宗备宴相迎。此次丹道交流大会，不论正魔，不论宗派，只论丹道造诣，能者上，庸者下。若有人借机寻私怨，初圣宗不问缘由，一并逐出。这人倒也聪明，丢脸归丢脸，命还是要的。宴后，诸位可入丹塔观碑。明日辰时，交流大会正式开始。第一场论道。丹塔观碑是初圣宗规矩，碑上记着历代丹师心得，能悟多少全凭本事。听说有弟子只看一页，丹道便破了一截。这么大方？当然不白给，能进丹塔的都是各宗点名之人。若在碑前答不上题，或是误错碑意，明日就会传遍整个会场。给机缘也给压力，若误错了，回去能被同行笑3年。这肉炖老了。萧大师，你不是炼丹的吗？炼丹讲火候，炖肉也讲火候，丹师挑嘴，不丢人。逍遥子前辈，丹塔观碑论道名额需提前登记。萧大师，写苏沐雪。你不去？不去。丹塔碑文外面可见不到。那就让他见，我不爱凑热闹。苏沐雪道友，今夜酉时丹塔开门，过时不候。入塔后不得携带拓印法器，不得私刻碑文，不得喧哗争辩。多谢提醒。你为何把名额让给我？你比我需要。再说，我不喜欢凑热闹。丹梯里一群人盯着石碑憋半夜，想想都累。懒就直说。哼，萧大师懂我。你若把这份坦上用在修炼上，玄素门祖师都得半夜托梦夸你。那还是别夸，影响睡觉。我会尽力。别尽力，去拿该拿的。别人若问，你就答，答不出来也别硬撑。丹道不是背书，错了就改，怕丢人才真丢人。好，师兄，丹塔里要不要试试他？初圣宗刚说完规矩，你耳朵拿去炼丹了。是可以，按规矩来，碑前论道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别把脸送上去让人踩。苏沐雪，他若还能保持当年的水准，今晚丹塔不会太安静。那风金兰呢？他不去丹塔反而更麻烦，会让人摸不清底细。诸位，今日宴会到此结束。已报名丹塔观碑者，随执事移步丹塔，其余道友回住处准备。明日辰时，丹道大会正式开始。丹台品阶不低，初圣宗这次拿出来撑场面的东西，倒也不算寒端。方大师，今日第一场是论道，不用开路。若有人故意发难，听着。本届丹道交流大会现在开始，第一场丹道论道，各宗各派可推举一人上台阐述丹道见解，由其余11宗辩驳补正。论道不论修为，只论丹理。若有哗众取宠者，逐出丹殿。
既然诸位都谦让，那便由我先来。青云书院2阶丹师汪洋，才疏学浅，抛砖引玉。杨洋，这名字倒适合讲水法炼丹。闭嘴，人家讲火候。本人炼丹20载，常思丹道根本，丹之成败，守在控火。火候精微，差之毫厘，药性变散。温一分则药力未开，烈一分则灵性尽失。譬如凝气丹，开炉前30秒，宜用文火，使灵草水气先退，随后转中火，逼出药性。最后收丹之时，火势虚压，不能贪快。许多新进丹师败丹，不在药材，不在丹炉，败在一个急字。道理没错，可若控火2字能概括丹道，那山下酒楼颠勺20年的老师傅，怕不是能炼出一炉极品回锅丹。汪道友所言过重，控火固然要紧，可药性不明，火控的再好也是白忙。提存才是根基，杂质不除，火候再精也救不了。还有人搬出丹师需修心的说法，说炼丹前需沐浴焚香，心无旁骛。唉，可还有人登台论道？尹师兄，苏师妹，怎么，玄素门连论道的人都挑不出来？听说他们请了个风大师，不会只会动嘴骂人，不会真讲吧？出圣宗没人了，让1阶丹师上。哼，这年纪才炼气中期，寿元都快到头了吧？我看是腿脚门道，走慢点都怕摔。这眉骨、鼻梁、身高，连眼尾的细纹。岁月把那张脸压弯磨旧，放在台上这个老者身上，却没有改掉骨相。风大师，此人与您……刘丹师，开始吧。诸位道友，在下初圣宗1阶丹师柳念风，家师柳如烟圣女。这就是柳如烟圣女的弟子，修为也太低了吧！你们听这名字没有？柳念风，玄素门那位2阶丹师，叫风金兰。而且你看那张脸，真有几分同宗同源的味道。哼，少胡扯，人家风丹师才多大，这老头都快能当他祖爷爷了。修仙界的事谁敢说准？吃错药童子变老翁也不是没出过。那老头叫柳念风，是柳如烟的弟子，偏偏长得还和风师弟有牵连，这凑在一块儿，太荒唐了。腰背微弯，皮肤松弛，若非我亲身经历过那段离谱日子，真不会多想。但这老头真的是柳如烟的弟子，我这位故人为何会收这么一个弟子？
名字又为何叫念风？安静，既登台，便论你的丹道，莫让旁支闲话扰了正事。弟子以为炼丹之道不只在火候，不只在药性，不只在丹方。药有药性，人有人性。同样一炉药，不同年岁、不同产地、不同采摘时辰，入炉之后便有差别。火猛了，药性会散；火弱了，药力会滞。强行压制，成丹也有瑕；顺势引导，反倒能存其真味。炼丹在乎于心，在乎于中，在乎于平衡，也在乎于豁达。诸药皆有脾性，丹师所作不是熏服，而是引路。引路，这说法有趣。若火候与药性相争，强压未必是上策。初圣宗还真有点东西。柳圣女收弟子，也不是只看脸，用心引导，顺势而为，这与我用神识控丹的路子有相通之处。一个修为不高的老丹师能摸到这层门槛，不简单。那个抬左手的习惯，那是长年累月留下的小动作，我也一样。风师弟，你茶杯拿反了。我乐意。若丹液已有不稳之兆，丹师不可贪丹文。能成一枚中品，便莫强求上品。强求之下，轻则废炉，重则反噬。炼丹不是赌命。这话倒像说给咱们风师兄听的。他炼丹那架势，不像赌命，像跟丹炉讨债。弟子才疏，今日献丑。那不是陌生人之间的打量，更像一个人隔了很多年，突然在尘堆里翻出一件旧物，想认又不敢认。有问题，大有问题。柳如烟没有现身，他是不愿面对，还是不便露面？风师弟，有话直说。那个柳念风真的跟你很像。天下相似之人不少。我不是八卦，我是替你担心。万一这里头真有旧事，明日炼丹比地上，初圣宗拿这事儿做文章，你会很被动。苏师姐，操心太多，容易老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你咒我。不是咒你，是丹道常识。思虑过重，气血不畅。那你呢？你今晚怕是要把自己想成三阶丹师。我本来就是。行，算你厉害。第二场比试，炼制凝魂丹。各宗门挑选2名弟子的星台，限时3个时辰。结果以成丹率、丹药品质分胜负。各宗门领队与3阶丹师共同裁定。凝魂丹啊，这可不好糊弄。昨日还能靠基本功撑着，今日可就要见真章了。别说成丹，别炸炉，就算保住脸面。你小点声，那位师兄正看你呢。啊，我没说他，我说我自己。那你还挺有自知之明。你们2个上台。弟子领命。不上台也好。开始。他还切药，凝魂丹不都是整株入炉吗？整株入炉也能炼，但火候要压得更细，切断藤筋是稳妥法子。那岂不是慢了？慢不一定输，炼丹不是抢饭，谁先把勺子伸进锅里谁赢。第1位，
炼魂草。玄素门这个弟子胆子不小，会不会过了？暂时没过，难就难在后面。他若能一直控住，成丹品质不会低。这老小子平日里说话能把人气个半死，炼丹时倒还像个人。慢些，别抢火！这发型倒是比丹香先成了。淘汰。他在垫寒气洗药，2阶丹师能这么玩，一个失手，药业就散。臭小子，竟干些吓人的活！啊！苏姑娘运气不错。笑什么？你们上来试试！别，我们不上，我们还想活到第3场。他在等药性回潮，这手法不常见，稍慢一息，药力就散。慢，你再看。凝丹，起！5道丹纹，上品凝魂丹，6颗全成。这一炉要是放在坊市，压根能搬几番。别说坊市了，我师傅看了都得把胡子揪下来。上品凝魂丹一炉6颗，他还让不让人吃饭？能把凝魂丹练到这种程度，若只论这一炉的控制力，他已经摸到了3阶门槛。封丹师好手段，侥幸。侥幸？你把一炉6颗上品叫侥幸，那我们这些算什么？给丹炉添柴的。若动用我的金丹期修为，火候控制能再细一层。6颗极品凝魂丹并非难事，只是今日是比试，不是砸场。赢要赢得干净，压人也不必把人压进地缝里。这位成丹4颗下品还行吧，至少没废。上一炉6颗上品，你能不能别提上一炉？忍不住。这场没法争，不是没法争，是没人争得动。第2场炼丹比试，玄素门列第1。这柳念风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何2人长得如此之像？真的是巧合吗？柳念风那张脸实在太碍事，不是长得相似那么简单。眉骨、鼻梁、唇线，甚至低头时那点习惯性的停顿，都和我7、8分重合。若非年纪、气质不同，换身衣裳站在铜镜前，旁人怕是真要认错。更麻烦的是柳念风看我的神态，他像有话要说，又硬生生咽回去。巧合？修仙界大的离谱，长得相似的人不是没有，可对方偏偏叫柳念风，偏偏又是柳如烟的弟子，这破事儿比炸炉还难收拾。风景兰，来议事厅。收到，马上过去。今日炼丹比试，我玄素门拿到第1。风景兰和苏沐雪居功重大，这是好事。回宗门后自会论功行赏，该给的一样不会少。不过交流大会还没结束，明日最后一场是炼丹，炼丹才是本次大会压轴。各宗各派会拿出残缺古方或是古丹药，交由在场丹师推演，能补全一张残方便可扬名。若能破解上古丹药，那是给宗门添底蕴。萧大师，外头有传言说初圣宗明日会拿出一颗4阶上古丹药，名叫素魂丹。若有人能推显出完整丹方，初圣宗会给重赏。素魂丹，此丹转修灵魂与神识，若灵魂受创或神识受损，服之大有裨益。据说元婴期修士也能受用，只是此丹传承断了多年，丹方早逝，现存古丹用1颗少1颗。消息无误，本座已从初圣宗那边确认过，明日7宗5派的丹师都可上前推演，不设门槛。但不设门槛不代表没有坑。古丹推演不是翻2页丹书就能装明白，
变药性茶丹纹推火后算药力冲突，少一步都要闹笑话。到时候谁若没把握，别硬上，否则丢脸事小，传回宗门，执法堂问你为何坏玄素门名声，别怪本座没提醒。风清兰，今日你风头太盛，各方你记住，明日变丹你要谨慎应对，能出手便出手，不能出手也别逞强。玄素门的脸面不靠嘴硬撑。明白。变丹，我一个实干派最粉这种。眼下摆在我面前的不是素魂丹，而是柳念风。若不拟清那小子的来路，我今晚多半又要睁眼到天亮。风清兰，你可有别的想法？没有，明日我尽量少说废话。散了吧，回去都把各自带来的丹书精明翻一遍，明日别站上去连药香都分不清。风大师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是？初圣宗圣女柳如烟座下3弟子，李平。柳如烟的弟子？我胸口那团乱麻被人直接扯入了线头，找我何事？今日大师一炉炼出6颗上品凝魂丹，我等观摩后很受触动。师门内有基础炼制凝魂类丹药的疑难，想请大师指点。这个理由太正经了，正经到反而不太像真话。不过怕的不是对方找上门，怕的是对方躲着不见。带路吧。柳念风也是你师尊弟子？是我大师兄。大师兄，年纪不大，辈分倒挺高。师尊收徒不看年纪。那看什么？缘分。这2个字最好用，解释不了的全往里塞。风大师今日见到大师兄后，一直在看他。他长得欠看。我问一句，他为何叫柳念风？这个问题，我们稍后再议。风大师，方才人多嘴杂，李某贸然相邀，还望莫怪。李道友客气了。风大师放心，此处是我暂住之地，连初圣宗弟子都不会随便进来。先可以说了吧。大师先喝杯茶润润嗓子，今日炼丹，想来耗费了不少神识。好茶。风大师喜欢，等走时我让人包上2两。李道友若只为送茶，那我可真要多坐一会儿。2两太少，配不上你这般真诚。今日观风大师炼丹，李某受益不浅，尤其那一炉6颗上品补魂丹，实在让人开了眼界。运气好罢了。运气能成1颗，成不了6颗。据我所见，修复神魂类丹药最考验火候和药性衔接。此类丹方3阶丹师炼出上品都少见，风大师却以2阶丹师之身做到这一步。若还说全靠运气，外面那些丹师听见，今晚怕是睡不着。风大师可认得柳念风？柳念风？不熟，远远见过2面。李道友为何问起他？因为你2人长得很相反，尤其师兄年轻，师大师是眉眼之间有7、8分相合。世间相貌相近之人不少。是，所以我也只是随口一问。随口一问，便把人请到住处布下禁制，又奉上灵茶，这随口的代价不低。柳念风是我的师兄，100年前他被人遗弃在山道旁，襁褓里只有一块破玉和半张残符。师父路过，将他带回宗门抚养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师父查过他的根骨，先天有缺，经脉闭锁。师父用了不少丹药替他温养，可他的修为始终只停在炼气中期。再往后，师父传他丹道，修为走不远，丹道未必不能走出路。师兄也争气，悟性不错，可惜修为不够，神识撑不住，到底受了限制。李道友与我说这些，是想让我去替他续命？不是，师兄寿元无多，这一点师父比谁都明白。普通延寿丹对他用处不大，强行续命也不过多熬几年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。李道友，
确认这种事一般不该找当事人。你问我，我若说不认得，你信不信？风大师说的对，今日请你来，却非为了叙旧。明日变丹，我出圣宗会取出一颗上古4阶素魂丹，让各宗门丹师推演丹方。这枚玉简中记录的是我师父数十年来对素魂丹的推演心得，药性拆解、火候变化几位主要的取舍都在其中。此物贵重。贵重归贵重，放在角落里吃灰也炼不出丹。我师父研究素魂丹多年，最大的遗憾不是输给旁人，而是推到最后一步，始终差了半口气。所以你把它给我。是。李道友不怕我拿了东西，明日变丹压过出圣宗？若风大师没有这份本事，给你也无用。若你真能补全丹方，出圣宗被压一头不丢人。况且丹方不是菜谱，写在纸上是一回事，凑齐灵药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成丹又是另一回事。4阶丹药的门槛摆在那里，不是谁捡到玉简都能开轮。你师父在丹道上确有造诣，可你还没说条件。若风大师能在明日推演出完整丹方，还请替我师父炼制几颗素魂丹。几颗？李道友，你这几颗2字说得轻巧，4阶丹药不是炒豆子，1颗也行。这还差不多。灵药呢？由出圣宗承担，若丹成，报酬另算。风大师需要什么，只要出圣宗能拿出，绝不推辞。若风大师不愿卷入出圣宗之事，李某不会强求。玉简你也可带走，全当今日请你喝茶的赔礼，也分人。若换成外面那些只会吹胡子瞪眼的老丹师，我连茶叶末都舍不得。李道友请人喝茶，一向这么大方。东西我先看，明日变丹能推到哪一步，看丹说话。至于炼制素魂丹，等丹方完整，灵药齐全后再谈。多谢风大师。先别谢，还有一事，柳念风的事到此为止。你若再视频，我不保证还会坐在这里喝茶。李某明白。茶叶别忘了，2两不够，半斤。这位风大师倒是真不客气。师兄，你当年留下的线索未必断了。柳念风、破玉、残符，还有那张与我极为相信的脸，有些事我原本不想碰，可明日那颗上古素魂丹一出，只怕想避也避不开了。李平明面上谈4阶药方，可每一句绕到最后都没离开柳念风。先天不足，寿元无多。还有那句，风大师，你当真不觉得他与你很像？女人啊，麻烦起来比残方还难练。这老头有问题。李平在试探，柳念风在躲避，偏偏这2人都绕着柳如烟转。见到他时，我心里那种空落感很怪，像被谁硬塞了一笔烂账。柳念风，念风，念谁的风？难道他真是我的儿子？可我活了126岁，从没碰过女人。算来算去，只有96年前那一夜。今晚，我把自己交给你。我靠！这贱人不会真能干出这种事吧？柳如烟早就垂涎我的天赋和血脉，一个能亲手挖未婚夫骨头的人，道德多半不值半块零食。
说他当年为了留下血脉，强行做了什么？年纪对得上，名字对得上，李平的态度也对得上。造孽啊！4阶塑魂丹的推演心得，这笔记角度刁钻，甚至能弥补我手中残方的2处缺陷，非常有用。可麻烦就在这里，这字迹收笔处喜欢往里压半分，是柳如烟的笔记。当年他给我写过不少信，现在想想都晦气。李平借丹方谈柳念风，借柳念风引出柳如烟，再把柳如烟的笔记送给我。他想让我认下血脉，还是想查当年真相？不管如何，明日还有第3场比试，见招拆招就行。时间到，第3场炼丹开始。各宗各派若有古方、残方或丹道疑难，皆可拿出。今日诸位丹师共参，能解其症者，各宗门自有厚赏。我天剑宗有一颗天心丹，3阶丹药，药方残缺，千年来无人能够补全。今日拿出来，供诸位道友一同参演。中品天心丹，保存的真好。至少用过上等风灵玉胶温档。药力有一节断层，像被人抽掉了骨架，听都没听过，懒得去猜。若以丹气推算，此丹主要该偏阳，辅药稳心神。我以为可是天心果、至阳草，再以碧灵芝调和。这2味药，我宗前辈试过不下10次，火候、年份、配比皆换过，次次废丹。我宗火灵豹吃寒水草。道友，你这是炼丹还是给他送终？丹炉换过没有？换过2尊。地火呢？哼，你们青山书院那口地火井前些年是不是混过阴泉气？养神丹怕阴浊，苦腥味便是从这里来。受教。此丹是我在一处古迹所得，无人能说出它的名字、药令。今日请诸位一观。看来此丹与我玄素门缘分还未到。萧大师宽心，等缘分到了，说不定他自己开口。他若真会开口，贫道先让他把丹方背3遍。诸位，此乃4阶上古丹药塑魂丹。塑魂丹，修复神魂那种，传闻能重塑残魂，稳固识海，甚至对元婴修士都有大用。初圣宗竟还留这一颗。此丹能修复神魂，重塑灵魄，可惜初圣宗只于这一颗，无丹方，无炼法。今日拿出此丹，诸位若能推荐出完整丹方，初圣宗愿拿3份4阶丹方为酬，灵石、灵药皆可另议。西门宗主，若只推闪出部分药材呢？有价值者，初圣宗照样给赏。紫魂花、定睛木、凝魄枝，几味主要与李平给的小剑完全吻合。小剑中的推论与这颗真丹的丹气走向严丝合缝，缺的那2味关键药物，只要用真丹验证，我就能补全。紫魂花必在其中。不错。凝魄枝也该有。安神堂，错。阴冥草，你是想炼塑魂丹，还是想送人转世？这机会错过就没了。我先前的猜想，需要这颗真丹来做最后一步验证。元素门那个风晶兰，他也要试。这可是4阶上古丹药，不是2阶小丹。西门宗主，晚辈有几味药，想跟各位辩一辩。风大师但说无妨。紫魂花、定睛木、凝魄枝这些滋养神魂的药草，谁都能想到。若按常规法子补全，这塑魂丹早该在100年前就被人炼出来了。问题不在魂，在塑。此丹名为塑魂丹，晚辈以为诸位前辈只盯着滋养神魂，反倒忽略了一个塑字。神魂类丹药与寻常疗伤丹不同，寻常丹药重药性火候，神魂丹药还要多一样，丹师神识。没有神识牵引，药力只会散，散了便谈不上塑。晚辈推测，除去滋养神魂之药，还需塑形草聚魂石。塑形草定型，聚魂石收散，再由丹师以神识贯穿炼制全过程，才有机会凝成魂丹之胚。
塑形草，1阶灵草，给学徒练手都嫌寒碜。聚魂石也才2阶，配4阶灵药，怕不是炉子嫌命长？红炉药材品阶悬殊，是炼丹大忌。风大师这路子走得太偏。以神识炼丹，神识稍有损耗，轻则丹毁，重则伤魂。谁敢拿自己的神魂去试？诸位前辈说的是常规丹理，晚辈不敢否认。不敢否认？那你还敢这么配？正因为常规丹理走不通，才要另寻路子。高阶神魂灵药药性强，各有归属，强行相融只会互相排斥。此时需要的不是再添高阶灵草强压，而是找一个不争不抢、能居中调和的东西。塑形草1阶，善定形；聚魂石2阶，只收散魂。若有若的好处，他们压不住4阶灵草，也不会与4阶灵草争主位。一塑一聚，一动一收。若再辅以阳性灵药调和，此丹便不至于伤及服丹者魂海。至于神识炼丹，塑魂丹只是需要把辅助变成主线。宗主，别光问了，让他把完整丹方写出来。若真能通，老夫今天不睡了。张大师，您上回说不睡，最后在丹炉旁打昏，差点把控火童子下跪。不说，老夫那是在听火。风大师所言与我宗4阶丹师多年推演有相合之处，只是这完整丹方不知能否落笔。可以。紫魂花等7味为阴，喜阳石等7味为阳。塑形草、聚魂石。妙！老夫研究80载，竟一直想着用高阶压高阶，压出一堆废渣，错了，方向错了。风大师，你这脑子平日里都装些什么？丹书还是丹炉灰？晚辈只是胡乱推演。胡乱？你管这叫胡乱？那老夫80年算什么？丹方扫地！风大师刚才的推测，初圣宗认可，取3张4阶丹方，连同所需药材，一并送到风大师手中，不得有误。张大师，丹房尚未清炉。清什么清？把上一炉废丹倒了，炉子还热着，正好生火。宗主有令，3张丹方已备好。另外，宗主有请大师移步莲花厅。莲花亭，那里是初圣宗禁地，宗门议事接待贵客之所。我只是参赛者身份，谁在等我？这张脸，眉眼间多了那个女人的影子，那个熟到我每次想起都要把胸口那段旧账重新翻一遍的影子。风大师，您来了。找我来，总不会只是喝茶吧？茶是我亲手泡的，不值钱，至少干净。哼，你们初圣宗的待客之道倒新鲜，把人请到莲花厅，却只给一杯不值钱的茶。宗主若在，茶肯定好些。我穷，风大师将就。我娘告诉我，我爹早就死了，她从没告诉我爹叫什么。小时候我问，她便说死人不必再提。后来我问多了，她就罚我练剑，一练便是3天。倒像她的脾气。我以前以为她是恨我爹，直到我见到你的第一面。有些东西骗不了人，名字能改，经历能编，可这张脸太麻烦了。那是18岁生辰我送他的东西，至尊骨被挖，我醒来是什么都没剩。原来这东西还在。他给你的？我16岁那年他交给我。他说，若有一日我遇见一个叫风晶兰的人，就把这玉佩拿出来。他说我死了，又让你等我，所以我也想不通。
直到前几日见到你，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是荒唐。一个死了快100年的人，忽然站在我面前，修为还强得不像话。说句不敬的，我差点以为我娘当年骗我，是怕我爹太穷丢他的人。现在看来，您不穷，您只是命比较硬。你真是他的儿子？如假包换，更准一点，是你和他的儿子。100年了，我以为自己早把那些事碾碎吞下，可血脉这2个字，有时候比仇更不讲道理。怎么可能？他既然恨到能挖我至尊骨，为何还要生下你？娘亲说他欠你。欠我？挖骨之仇，一句欠就能抵？抵不了。他说当年他一家人被人拿住性命，他若不动手，死的不止他，还有他父母族人。那些人要的是你的至尊骨，不是你的命。他信了。那些人是谁？他没说全名，只说来自上界，背后牵着一张网。初圣宗也未必干净。我今日约你来，不是为了认爹，真要认，场面太难看，也喊不出口。您若让我当场跪下，我估计膝盖会先骂我没出息。你倒是会给自己留台阶。没办法，从小没爹，凡事靠自己圆。我娘生下我，把我带进初圣宗，是想让我查当年的事，可她又怕我查得太深。可是我有先天缺陷，没法突破筑基，寿元最多还有7年。这些年，娘亲为了我找遍天下至宝都没用。1年前，她听说万魔窟有续命神药，执意前往，只是至今还没回来。你说他失踪了？万魔窟那里魔气积年不散，进去的人十死无生。柳如烟当年再怎么能折腾，也不该跑去那种地方。娘去得很急，只留下几句话，说若3月不回，让我不要寻他。问了也没用，这小子比谁都可怜。一个先天亏损、寿元将尽的孩子，能撑到今日已是不易。偏偏他开口第一句，还是替柳如烟说话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想要什么？没什么要求，临死前能见到亲生父亲，已经够了。风大师，孩儿给你磕头。你叫什么？我不敢乱叫。娘说过，当年的事是她对不住你，你若不认我，也是应当的。柳如烟这女人真是会叫儿子，懂事到让人恨不得把她从万魔窟里揪出来问个明白。若你以后见到娘，别怪她。她这些年在宗门过得不容易，外人只看她风光，背后有多少刀子，只有她自己扛。我走了。站住！还有事？这个天地灵乳，你先天亏损，根子伤了，寻常丹药只能吊命，这东西能补你的底子，别一口闷，嫌命长你就喝。天地灵乳，当年娘求了太上长老7日都没换来一滴，他随手拿出1瓶。这里面4颗增寿丹，每颗30年，4颗加起来增寿120年。任何一颗都能让寿元将尽的老怪撕破脸，我娘求1颗都求不到，这亲爹有点过分富裕了。聚气丹、筑基丹、固元丹、凝金丹，修到金丹前该用的都有。丹药别乱吃，境界不到硬塞，轻则经脉鼓包，重则人没了。哼，你要是把自己吃死，我都没地方找人骂。你为何给我这些？你我才第一次见面。哼，问得好，下次别问。你是我儿子，我不给你给谁？给外头那些喊我大师，转头就惦记我丹炉的老东西。听清楚，这些东西不能外泄，谁问都说没用。你娘也别说。娘也不能。不能，不是我小气，是我信不过他。
他若真在宗门步步惊心，你身上多一件宝贝，就多一条催命绳，懂吗？说好，哪天混不下去了，或者有人欺负你，捏碎他。当然，你要是没事找我闲聊也行，别挑我炼丹的时候，不然我容易把丹炉炸了算你头上。先把天地灵乳服一滴。现在，不然留着供起来，再给他上3炷香。身体在回温，这些年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还能活下去。谢谢爹爹。行了，别来这套，再磕下去，我还得给你治脑袋。爹，若娘真的还活着，我会去找。那我等你消息。先顾好你自己，120年还不能结丹，你就别说是我儿子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孩儿尽力。柳如烟，万魔窟，当年的账，看来还没完。风儿，娘终于找到了。耗时1年，闯魔潭，杀魔蛛，被邪修追杀7日，才挖出这只蛛子魂枝。可惜年份不够，最多给风儿续命10年。连消息都传不回去吗？万魔窟隔绝灵讯1年了，我想知道风儿活着没，想知道儿子是不是还恨我。恨掩盖，换成我也不会原谅。等着娘，娘这就回去。人比人真要命，筑基后期能拿这般风头。我师尊昨夜已经骂过了，说我除了吃辟谷丹，没半点丹修样。回宗后，别忘了去我那里喝茶。再说吧。你这话听着怎么不愿意理我似的？你想多了。想多了？你这人还真是个木头。萧大师，弟子有事禀报。说，弟子想离队，下去游历一番。这还没回宗呢，又要跑，天才都这么闲。你一个筑基后期独自游历，外面可不讲规矩，碰上金丹修士，人家未必问你师承。此次大会，弟子丹道有误，闭门炼丹反倒卡住，不如下去走走。遍日草木药效，总躲在宗门里，炼出的丹有炉传气，少了生气。丹还有生气？你别问，问就是我们境界低。你可知外面险恶？弟子会避开兄弟。叶师姐给过符饭，金丹也能周旋1、2。若遇元婴，弟子会跑。半年，最多半年，必须回宗。若卧期未归，我会禀报宗主。弟子遵命。这是宗门定位符，遇险捏碎，附近青云宗修士会去救你。别逞能，命没了，天赋再高也是一抔土。弟子记下了。诸位师兄师姐，回宗后替我向各位长老问安。风师弟，别在外面又捡个丹道传承回来，到时候我们真没活路了。若真捡到，我先卖你半价。
当真？假的。万魔窟在东南80余万里，全力御剑也要半月，多耽搁1日，他便多一分危险。柳如烟，你最好还活着，当年的账我得亲口问。这地方没规矩，只认拳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初圣宗弟子，张万年那笔账还没清，今天算你们祖坟冒黑烟。什么人？路过，你们忙，我赶路。道友快走！他们是劫修，杀了我，下一个就是你！走，来都来了，走什么走？散修吧，把储物袋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别学这女人，非要逞能，逞到最后还不是跪下唱称服？你们初圣宗弟子都这么勤快？什么？白天参加丹道大会，晚上出来打劫，宗门不给发月俸？找死的东西！你也是筑基后期？极品飞剑，走得掉吗？晚辈刘雨飞，多谢前辈搭救。同为筑基，别喊前辈，听着折寿。道友救命之恩，雨飞记下了。记不记都行，先止血。荒手山脉的虫子不挑食，筑基修士的血他们也爱喝。道友请留步。还有事儿？他们不是单独行动，初圣宗这次来了6个人，还有1名筑基大圆满的带队师兄，就在前方黑风谷。你怎么惹上他们的？我在黑风谷外发现了一处洞府禁制，本想回坊市找人合作，结果被他们撞见。他们杀了我2名同事，还要逼我交出禁制方位。那处洞府可能是金丹修士留下的。没兴趣。这位前辈，可否把我送回去？我动不了了。没空。前辈，你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晚辈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活不过今晚。前辈，你这剑飞得真讲道理。那帮人平日里满口仁义，遇到妖兽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尤其那个姓赵的，追我的时候一口一个师妹，逃命时踩我裙摆，差点把我送进妖兽嘴里。前辈，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该被雷劈？他该不该被雷劈，我不清楚。你再找，我先劈你。前辈，你去狮驼岭是寻宝还是找人？与你无关。那我不问了。前辈，你修为这么高，在外行走难道没有仇家吗？前辈，前面就是狮驼岭。
沿着这条线飞3万公里，能避开赤牙原的巢穴，也能绕过黑灵蟒的水泽。那里最多只有2阶妖兽，算是安全路。你确定？我小时候跟家中长辈走过3次，前面3000里有一座断石崖，崖下有7棵歪脖子松，若没有那几棵松，就说明路走错了。你家在哪儿？再往东南2万里，过了白骨瓯就是刘家堡。前辈若不嫌弃，可先到刘家歇脚。我父亲虽不算什么大人物，但在狮驼岭边缘还有几分薄面。前辈想打听万魔窟的事，他应当能帮上忙。先送你回家。多谢前辈。别谢早了，你若带错路，我不介意让你亲自下去问妖兽。前辈放心，我还没活够。前辈，12阶妖兽鬼面狼，这东西成群出没，闻到血味就追，甩开就行，千万别落地。你不是说这条路安全2阶而已，在狮驼岭已经很安全了。前辈，那是刘家堡的荆州，就想为灭族之危。有人在屠戮我们的族人。修仙界杀人夺宝不稀奇，可杀到连孩童都不放过，还把头颅带走，这就不是寻常仇怨了。你去做什么？给他添麻烦。你走吧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别被我拖下水。照这个杀法，不出半炷香，刘家堡一个活口都留不下。不过，我问一句，你之前说送你回家必有厚报，这话还算不算？若前辈能救刘家堡上千口人，刘家愿奉前辈为主。从今往后，刘家堡上下任凭差遣，生死相随。这姑娘看着怕死，真到了要命的关头，倒没含糊。记住你说的话。于飞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是何人？你管我出圣宗的事？杀你的人，入姬后期，你胆子倒肥，谁给你的勇气？金丹后期也敢在本座面前摆谱，小子，修到这一步不容易，非要上赶着投胎。道友，他是元婴中期，不可硬拼。刘家主，歇会，你再打下去，等会儿你女儿还得给你哭丧。先碎你肉身，再抽你魂魄。辟邪剑，杀敌。诞生7灵的极品飞剑，你到底？元婴中期也不过如此。上长老死了，快跑，快跑！辟邪剑去。
你还挑食？行，元婴以下不合胃口是吧？你比我还讲究。爹，刘长河，多校友，救我刘家宝。谢先放一边，你们刘家究竟都动了东西？不是得罪，是他们一直在找这个。你们以为找了个帮手，今日刘家宝都要化为本座的食指？元婴后期是狮驼伯二当家，药王驼王。你们刘家宝这些年拖欠血食，还敢杀本座爪牙？今日本座亲自来收账，堡中男女老少一个也别想走。一个金丹后期竟能拿着诞生器灵的极品灵剑，有趣。杀了你，剑归本座。至于你，就练成本座第109具傀儡吧。百鬼师要当心，此阵不杀肉身，专攻神魂，寻常法宝挡不住。硬扛不划算，我还没自大到用金丹后期去跟元婴后期拼神魂。云氏，轮到你了。老头儿，打不过了才相信本大小姐，你这人品真不怎么样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学猫叫？闭嘴！本大姐那是开嗓。什么破玩意儿，腥的要命，难吃死了！上府凶兽又如何？不过元婴初期，拿下你，正好给本座当压寨夫人，以后狮驼岭也算有了几分牌面。你个老杂毛，算盘珠子蹦到姑奶奶脸上了，还压寨夫人，你也配？回去照照你那骷髅状，别恶心鸟！给姑奶奶碎！风道友这灵宠，胃口真好。灵宠，这话让云志听见，估计刘家宝今晚还得多摆一桌赔罪宴。好，好得很。本座今日先打断你的翅膀，再把你抓回去。这老东西修为高，骨头还硬。老头儿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拿你的辟邪剑捅他屁股！话糙理不糙，驼王全力压制云氏，背后空门大开。辟邪，卑鄙小辈！就是缺德了点儿。你指的路，本大小小锦路你执行，咱俩都不无辜。我要你们死！风道友，不好，他要见本体了！于是，趁他病，要他命！热还我爱卿！你这老杂毛也怕疼啊？刚才不是挺能装吗？来，给鸟爷再鼓一个驼峰看看。风道友，小心他的本命妖骨！老东西，
能比本座动用噬魂古剑，你死的不亏。来！不要脸就会欺负老头，吃我一个！手短就别乱挥，浪费妖力。吞天兽血脉，难怪本座锁不住你的气机。呸！你才兽，你全家都是兽。姑奶奶是吞天雀，记住了，吞天雀。小疯子，撑得住吗？你叫谁小疯子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计较这个？改口。行行行，疯老头。燃烧精血，召唤鬼王，这是百鬼夜行。风道友，快走！那10几个鬼王，每一个都能扛元婴一击，你挡不住。云氏，别看我，这玩意儿阴得很，我吞了会闹肚子。不是鸟爷怂，是专业不对口。你不是有辟邪剑吗？沟通启灵。小子，能死在百鬼夜行之下，你该跪谢本座。小龙，别挑食，先干活。好家伙，你这小龙胃口可以啊！以后咱俩搭伙，你吃鬼，我吃肉，分工明确。极品令箭，五爪金龙气灵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杀你的人。老杂毛别跑，鸟爷还没啄够呢。小子，本座记住你了，今日之辱，他日百倍奉还。奉还你大爷！跑得还挺快，属兔子的骆驼，稀罕物。风道友，你这剑来头不小啊！让他跑了，亏。不亏。哟，老杂毛还送礼。这是国王留下的魂饮。不，他记住我了，看来日后麻烦少不了。多谢风道友挽救我刘氏一族。从今往后，我刘家堡刘氏一族奉风道友为主，此生此世绝不背弃。若为此事魂飞魄散，永无轮回。若为此事魂飞魄散，永无轮回。刘家主，礼就免了。我救你们，是因刘姑娘先前求到我面前，并非图你们认主。风道友救我全族，这份恩情刘家堡还不起。还不起就先欠着，认主这事不必再提。主人，当日我求你出手，许下的条件便是整个刘家堡归你。做人不能食言，修士更不能。你倒是讲规矩。我们刘家堡穷归穷，骨头还没丢。这里是刘家堡数百年积蓄，请主人收下。收着吧。寨墙要修，伤者要治，死去族人的家眷也要安置。这点灵石到了我手里没多少用，留给你们，能多活不少人。主人若是不收，我们心里不安。那就换个方式，我要穿过狮驼岭去万魔窟。你们替我找一条最安全、最快的路，这就算报恩。万魔窟，主人，那地方不能轻入。我当年跟几位道友远远路过，只见魔气遮天，半日不到，便有2人心魔发作。后来他们一个斩了自己道府，一个跳进了毒潭。那一趟，我连万魔窟外围都没摸到。我有必须去的理由。若主人非去不可，正面穿过狮驼岭最危险，有一条旧路。沿着黑松谷向西，过碎谷坡，再绕过赤蟒堰，可避开多数妖兽领地。只是尽头有一片雷泽，方圆数百里雷霆不歇，飞行法器进去便会失灵。普通修士硬闯10个里未必能活1个。这份路线有用。爹，这是祖上传下来那块。此物名为雷泽令，是我刘家先祖在雷泽外围所得。祖训里继承，雷泽深处藏有一座洞府，疑为化神前辈所。雷泽令可开启其中部分禁制。既有化神洞府，你刘家为何不去取机缘？主人说笑了，
雷泽外围都能劈死金丹，深处更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我刘家祖上倒是去过3批人，最后只回来1个，还是被雷劈的头发都没了。回堡后躺了半年。那位先祖后来留下遗言，说雷泽机缘虽好，但头发也很要紧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族谱上真写了。主人，他认你。也许只是我运气不错。这要是运气不错，那我刘家几百年算什么？运气堵门口了。刘家堡刚经大劫，先处理族内事务。我调息1夜，明日启程。我给主人安排住处，有一间客院还算完整，屋顶漏了半边，但床没塌。刘家堡待客挺务实。以前不漏的。头王刚才踩的。雷泽开，洞府县。刘家主，事情已了，你们保重，我该走了。主人且慢，主人此行凶险，奴婢愿侍奉左右，端茶倒水，打探消息，什么都可以。不必，你修为太低，跟着我，遇到危险连自保都难，到时我还得分神救你，麻烦。奴婢可以修炼，主人救我一命，我不想什么都不做。救你是顺手，你们已经给了我想要的东西，互不相欠。封大师大恩，刘家不敢忘。若日后有用得着刘家的地方，尽管差遣。恩情有时比仇怨还难还，我不喜欢欠，也不喜欢被人欠。告辞。主人，我会追上你的。傻丫头，封大师不是池中物，咱们刘家这小门小户拦不住他的脚，也垫不起他的路。人这一辈子能碰上1次贵人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，再往前凑，就容易把青烟宣成黑烟。爹，你能不能别把祖坟说的这么莽？行，爹不说祖坟，爹只说一句，人家不要你报答，不是嫌弃你，是怕你死在路上。我明白，可心里这道坎儿，哪有这么容易过去？那我就修炼到不会拖累他的那天。这里灵气散乱，妖气集中，多亏了这御剑标注清晰，避开了几处妖兽领地，省了不少麻烦。太干净了。御剑上提醒勿动白骨，这地方邪门。骨缝里有东西在爬。师妹，别拖了，这里不对劲，速战速决。我也想快，可他皮比你脸还厚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拿我看数？你少分心，我就少说2句。这2人虽落下风，但还没到死局。这畜生挡了路，倒是碍事。师兄，骨头在动。腐骨虫，这东西最喜血气，一旦被围住，护体灵力都会被啃得个干净。打不过还会挑软柿子。道友，拦住他！拦他可以。妖丹归我。你杀的，自然归你。谢了。道友，且慢。有事。道友可是要往西南方向？师有如。那我们可否与道友同行一段？在下峨眉派弟子周之若，这是我师兄宋清，我们奉师命来此采摘银魂草。这片山脉妖兽邪修多，方才见道友身手不凡，若能同行，多份照应。我师妹所言不虚。这2人气息中正，顺路搭个伙也无妨。可以。多谢道友。
你们前面带路。你们可曾见过此人？未曾见过。没有。这片山谷前2个月邪修进出频繁，道友剑法凌厉，不知出自何门。散修。散修能练到道友这般，可不多见。运气好，活得久。道友说话倒有趣。师妹，山里莫要分神。师兄，你一路说了3句话，2句都是提醒我。有用。就是这里。道友稍后片刻，我们采撷便回，不耽误太久。来都来了，道友也要采？采药不丢人。有玄灵壶在手，拔回就是一片药田，这买卖不亏。过来。怎么了？有客。什么客？不请自来的那种。血阴门邪修。师妹，退后。师兄，你别每次都只会说这一句。那你站我左后方。又来3只可口的小绵羊。血阴门胆子不小，连峨眉派弟子也敢动。峨眉派，小丫头，进了这座谷，等老夫抽了你的魂，你师父怕是还在山门里等你交差。你敢？小子，话多的人死得快。我话不多。小子，你杀了谷口那妖兽吧，可惜年轻人总爱往死路上走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动手，赶时间。拿下他们！女的留活口，男的剁碎喂阴虫。这一剑太深了，深到连杀气都懒得惋惜。厉害。师兄，你夸人能不能多说几个字儿？很厉害。你们俩先活下来，再聊天。小子，你不是普通散修，你也不是普通废物。这魂幡，道友小心，那东西钻上神魂。邪门的东西没见干净。完了，你剑再快，神魂挡得住吗？神魂法器来得正好，我连元婴后期的驼王都敢硬碰。别硬接！剑意，你到底是谁？缥缈剑法，剑3连，斩！快，接阵！凤姐，撤火！穷寇莫追。放他们走，他们回去报信怎么办？血阴门行事歹毒，
留着是麻烦。追上去，你们能保证不踩进第二个坑？这里是狮驼岭腹地，邪修不止这一波，杀得太干净，反倒容易引来真正的麻烦。道友说的有理，抓紧采摘，拿完就走。白忙活都是穷光蛋，血阴门邪修多靠劫掠修行，身上未必会带好东西。那他们劫的也太寒碜了。万魔窟深处有远古禁地，每500年开启一次，位置随机。禁地内藏有元婴至渡劫所需功法、武技、秘术。禁地外围有雷泽守护，非元婴境不可强闯。持此御剑，可抵御雷泽起。元婴以上的功法，正是我眼下最缺的东西。若能在远古禁洞里找到合适传承，突破元婴，便不再只是等机缘。道友，可是发现了什么？有点线索，和万魔窟有关。那老者方才拿出噬魂幡时，我见他储物袋里有雷纹残片。血阴门的人若来外围采药，不会带这种东西。难怪他们非要抢银魂草。银魂草可稳固神魂，若要闯雷泽，确有用处。血阴门的人不是偶然路过，他们也盯上了那处远古禁地。那3名逃走的邪修，8成会把消息带回去。人杀得快，麻烦来了也不慢。有趣。道友救了我们，这银魂草该分你一份。还有方才那5只储物袋也该归你。这话我爱听。我也只是实话实说。师兄，你以后少说夸人的话，多说分账的话，听着顺耳。受教。2位，就此别过。柳如烟的下落，元婴以上的修炼功法，仙人洞锁，几件事压在一起，哪一件都不能放。血阴门也盯上了那门功法，这就麻烦了。在这种地方，装弱容易招狼，装强容易引虎。最稳妥的办法是让旁人摸不准深浅。客官，住店还是用餐？1间上房，5斤灵犀肉，2斤灵酒，20块下品零食。给。7楼707号，酒菜马上送上去。客官若要打听消息，楼下热闹；若要保命，晚上莫开窗。不是吓唬您，昨夜6楼有个金丹后期不信邪，把窗开了半扇，今早只剩邪。邪还不是他的。这么多修士都是冲禁闭功法来的吧？废话，禁闭500年开一次，谁不眼馋？你不也来了？我就是凑个热闹打酱油的，真进深处。算了吧，雷泽那地方金丹进去都得脱层皮，咱这种小虾米进去给雷喂饱。别把话说死。上次开启，有人在外围捡到一部元婴功法，还弄了枚素婴丹，后来真结婴了。外围？你哄鬼呢？你我是狗，你本来就是狗妖。老娘是狐族。狐族？哼，你这尾巴掉毛掉的跟扫帚成精一样，还狐族？你再说一句，今晚拿你尾巴下酒。行了行了，说正事。我听说这回来了不少宗门的人。正道来的少，邪修来的多。阴师宗、白骨关、血阴门都到了。血阴门这回动静不小，昨晚有一队人进了坊室，住的不是这家，是百街鬼灯楼。领头那个穿血纹黑袍，腰上挂着一串骨牌。血阴门的人不都一个德行，腰上不挂点骨头，他们吃饭都不行。你懂个屁！那骨牌是内门标记，我还听说他们在找一个女修。女修？什么女修？不清楚，画像没拿出来，只说是从西边逃来的，修为不高，身上有他们要的东西。功法？未必。血阴门那帮人见了功法比见亲爹还孝顺，若真是功法，早满坊市搜人了。那还能是什么？谁晓得？反正鬼灯楼那边今晚不太平，已经有2拨人被拖进去了。你们这些消息都旧了，我下午在南门听见个更值钱的，禁地外围的雾墙提前松动了，最多3日，入口就会露出来。不是还有半月吗？哼，地图上写半月，万魔窟听你的？那还喝个屁！赶紧被俘！雷泽进不去，外围总能跑2铲子。万一真跑出素婴丹，老娘明天就改名胡元婴。你先把账结了，胡千丈。闭嘴！血阴门住在北街鬼灯楼，
再找一个从东边逃来的女修，修为不高，李平是否在其中，还不能下断言。但这趟多了个方向。客官慢用，若要热水喊一声，若有人敲门说是送姑娘，您别开。你们客栈不管？管啊！第二天把人抬出去，免得影响别的客官吃饭。倒也周到，开门做生意嘛。赶路2日，需恢复法力。鬼灯楼在北街，若薛阴门真在找柳如烟，今晚便能探出些眉目。让开！给阴门办事！柳如烟也屁股。